一曲肝肠断，天涯何处觅知音？你是街头卖艺的瞎子，却为了1文钱灭掉了整个帮派。你是整日睡在破庙里的烂酒鬼，却让皇朝公主朝思暮想。天元10年第一场雪，一人一牛踏在雪中，向着远方走去。他叫马良，天生是个瞎子，唯一的财产是从小长到大的一头牛。说起来倒也奇怪，这头牛被人偷过数次，每次都能完好无损的自己跑回来。你手里拿着一根拐杖，老牛慢悠悠地跟在身后。喂，瞎子！一个无亲无故拉二胡的瞎子，自然成为了这市井之徒欺负的对象。他不想理会，起身要走。3人肆无忌惮的嘲笑，街边摆摊的人全当作没看见。来追我啊，瞎子！喂，瞎子，你真是个瓜怂！你们几个再不走，巡街的就要来了。喊话的是卖豆腐的王姑娘，是这条街上出了名的美人。虽然早早嫁了人，但是窥视她的人仍然存在。老板娘，你可别吓唬我啊，我就逗逗她而已。闲得没事了，逗人家，去，一边去！大虎3人言语调戏王姑娘一番后，才悠悠地离开。7、8、9、10，吃块豆腐吧。谢谢。路滑慢点走。今日梁哥卖艺赚了10文钱，王姑娘给的5文钱，额外获得一块免费的热豆腐，花了9文钱，在街边买了一碗热汤面。又是一夜的大雪，梁哥牵着老牛走到街边自己卖唱的地方，边上要饭的老刘往旁边上挪了挪。来了，听说了吗？后尔镇子口张家那后生考中了秀才，要大摆宴席，到时候你学个欢快点的曲子，说不准那家会有重赏呢。我知道了。等到张家大摆宴席这天，镇子上的人几乎都去了，院子里摆满了酒席。梁哥搬了一个板凳，坐在院子里拉着二胡。还没等宴席结束，一群人就嗷嗷的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打包袋子，往里面装着剩菜剩饭。梁哥看不见，他也不屑于做这种事情。这里，是卖豆腐的王姑娘，她一手拽着孩子，一手拎着个袋子递给梁哥。这里面是半只烧鸡，还有一些花生米。哼，这些人下手也太快了，你拿着吃吧。多谢。又是一年冬至，梁哥拉着二胡。技能2泉映月，等级2 10000分之5000，等级1作用增加寿命，疏通气血，疏通经络，祛湿暖身。等级2作用听风剑法40%，归西功60%。梁哥无剑，他的拐杖就是他的剑。随着修为的加深，他的五感变得更加精纯了，甚至能清晰地感受到雪花坠落的轨迹。这天，梁哥照例牵着老牛走在夕阳下，忽然他停住了脚步，好奇地瞥向一个方向，没有听见熟悉的卖豆腐声音，也没有看见那个熟悉的轮廓。王姑娘，可能是病了吧？第2日仍旧没有见到王姑娘，第3日、第4日同样也是如此。那个卖豆腐的王姑娘好像几天都没来了。哎，听说她丈夫牛二那小子欠了一屁股的羊羔利，房子抵押了，人也跑了。咱们镇子上什么时候有羊羔利了？官府不管吗？呵呵，县太爷的侄子开的，那不就跟县太爷开的没什么两样？谁敢管？梁哥拄着拐杖，牵着老牛，冒着大雪来到了镇子东面王姑娘家。有人在家吗？有人在家吗？过了好一会儿，里面才响起一个颤巍巍的声音：“是梁哥吗？是我。豆腐今天不弄，明天再来吧。”梁哥欲言又止，最后转身便要离开，仿佛他真的只是来买豆腐的。你等等，你拿去吧。以后准备怎么办？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还他们钱就是了。梁哥没有说话，如果真的只是还钱这么简单就好了，利滚利，人家是吃定你了。哎呦，你个瞎子倒挺会挑时候，人家丈夫刚跑，你就来雪中送炭了。滚滚滚，别来碍劳资眼，没工夫搭理你。大虎半年前绑上了县太爷的侄子，这次是专门来催收债务的。我说这钱到底凑没凑齐啊？上头追我追得可紧，
再等等，我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出那么多钱，不过我保证还。保证还？那等到猴年马月，就你这每天卖几块豆腐，做梦呢？可我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要么拿钱，要么拿人。王姑娘攥着拳头，脸色红到了极致。她想要做一些什么，来让这些男人不这么肆无忌惮。然而孤儿寡母的她却无法做出任何反击。只要你跟了我，宽限你1年半载的那都是小事，怎么样啊？哼！你能跟郭公子说上话，这可奇怪了，我还没见过狗能跟主人说上话的呢。大哥，这个瞎子骂你是狗，你特么找死啊！这不关他的事，梁哥你快走吧。瞎子，不去街头乞讨，跑这儿英雄救美来了，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老子可是郭公子的人，有本事你把老子砍了！龟息功60%，梁根已经修炼至大半，内力深厚。如果刚才再多用几分力道，大虎的五脏六腑会被当场震碎。滚吧！谢谢。你还是出去避避风头吧，这群人还会来找你麻烦的。梁根转身离开了，不过他并没有走远，而是躲在了不远处的一条巷子里，靠着墙拉着老牛坐下。从街头浩浩荡荡的走来20个手持各类武器的汉子，那大虎吃了这么大的亏，还是在一个瞎子手里。今天要是不把面子找回来，以后就不用混了。张大哥，你看，就是这小子。什么？是一个瞎子？我想跟你们当家的谈一谈，可否引荐一下？我们当家的没空见你，你伤了我兄弟，这事儿得要个说法。3号、6号、12号这个月我接了3个活，够我吃2个月的，还能多喝2顿美酒。不要慌，进来！金铁交鸣之声不断响起，有人兵器被斩飞，有些人直接飞出几丈远，有人勉强抗住一击，手臂却疼得再也握不住兵器。这他娘的是个瞎子！大虎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平日里仍由他欺凌的瞎子，竟然会是个绝顶高手，真他妈见鬼了！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小的们有眼无珠，冲撞了大人。带我去见你们当家的。你是街头卖唱乞讨的瞎子，却为了一块豆腐、一段恩情，一夜间杀穿了整个帮派，一人一牛向着酒楼走去。来，今夜陪爷好好喝一个。我找当家的，想跟阁下谈一笔生意。我记得你叫什么马来着？马良。马良？看不出来你小子本事不小，胆子也不小。过奖了，不过是混口饭吃。干嘛跑我地界来抢饭碗？此刻，一众手下已经悄无声息地包围了这个瞎子，就待郭公子一声令下。你误会了，我与你无冤无仇，也并不是来抢你生意的。镇子东街的牛二是不是欠了你一大笔钱？这钱我来替他还，还望郭公子给个面子，不要再去为难那对母子了。不行，那个女人被爷看上了，你要是看上她了，等爷玩够了，你花点钱来这儿的青楼，说不准能点到她。何苦呢？杀了她！什么？竟然这么厉害！瞎子摊开手掌，将手中的碎石用龟息功法尽数射出，目标直奔四周的明火，顿时赌方陷入到了黑暗当中，人影错落，刀光剑影，破明破暗混战在一起，场面混乱到了极点。不要乱！因为世上最快的剑已经来了。这是什么剑法？听风。听风剑法，好名字。多谢。此刻火光重新被点亮，郭公子想要冲出去，瞎子腰身一扭，旋风一般，反手就是一箭射出。
阁下身手了得，是在下唐突了。今日这事就算了，牛二的债我不要了，我还有3000两银票。今日之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这话要是早点说，不就没事了？刀已出鞘，哪里还有和谈的余地？天元12年，年关刚过，一夜之间，瞎子的画像传遍了大街小巷，官府出重金悬赏。几天后，人们发现整日混迹于街头的大伙真豆腐，卖豆腐了。在这场灾难之中，他幸免遇难，再也无人管他要债了。他像往常一样望着那个方向，只是再也看不见平日里牵着老牛的人了。客官打哪儿来啊？打来出来。人的一生都在为钱而奔波，只要有了钱，心中的烦心事也就烟消云散了。技能二泉映月，等级2 10000分之5500，等级1作用增加寿命，疏通气血，祛湿暖身。等级2作用听风剑法40%，归西功60%。听说了吗？昨儿个我们落水城又死人了。哎，这世道烂得紧，死2个人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听说是通缉令上的马三刀来这边了，引来了不少捉刀人。多少赏金啊？活的100两，死的50两。2个茶客的交谈声落入瞎子的耳中，他抿了抿嘴，心动了。这马三刀走路姿势很奇怪，难道受伤了？呵，真的是天助我也！抓他回去，看谁还敢嘲笑我！喂，出来吧！忽然几道身影飞舞，就像是从黑暗中冲出来的幽灵，直奔马三刀。这个马三刀这么厉害的吗？溜了。就在这时，一个声音突兀的响起，马三刀转头看去，这才发现角落里竟然还蹲着一个人，旁边还趴着一头牛。快跑！他是通缉犯马三刀，你去找官府，我拖住他。毛都没长齐的娃娃，竟然也学会人家玩刀了。你真是马三刀哟，原来是个瞎子。啥？是个瞎子？阁下尊姓大名？瞎子，做个交易，你是捉刀人吧？我把他捉了，你拿去官府换钱，咱俩3七开如何？瞎子不是捉刀人，就算是抓住了马三刀也白费力气，更何况他自己也是通缉犯。好的。妈的，当老子的面这样交易，把我当什么了？瞎子以拐为剑，剑锋一转，手腕一翻，寒光一闪，带着凌厉的剑锋狠狠地划过了马三刀的脖子。拿去，这些赏银都给你。说好的3七开，我不占你便宜。不用，要不是大侠出手，我现在早就去阎王爷那儿报道去了。大侠，我还不知道大侠尊姓大名，家住何处？叫我瞎子就行，我在城东的街头卖唱。真是高人，太有范了。现在有了赏金，梁哥在客栈租了一间屋子，给老牛安排进了牛棚，吃喝自理，条件虽然谈不上有多好，但总比睡桥洞强。老伙计，我们终于有住的地方了。老伙计，你也来一个。咦，这包子好像是牛肉馅的。还要二泉映月等级2，获得生脉散药方，具有益气生津、养元气、宁气安神的功效。一般来说，连续3次全力攻击就会让梁哥精疲力尽，如有了生脉散，他就能很快的恢复过来。
梁根靠着努力，终于将二泉映月熟练度进化到了10000/9000，获得新技能气息锁定，可以感应到10米范围内活物的热成像。姓名马良，年龄23，寿命70，根骨、反骨，功法龟息功80%，听风剑法70%，技能气息锁定30%，状态失明。哎呦，大侠大哥，我可找到你了！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我可不是什么大侠。好吧，大侠。你找我？白事15钱，红事20钱，要管饭，还有我的牛。这梁哥够义气，每次都不忘记我。不是找您唱红白喜事，是别的事。原来自从众人以为是小五逮了马三刀之后，他便名声大噪，不管是官府还是民间都来找他委托任务。可真实的他只是一个小趴菜而已，一看各种艰难的任务，瞬间就萎了。大侠，你看这么多，您就帮帮我吧，不白帮，得到的赏金都给你，我1分不要。这个是生艾散的药方子，里面的中药材你有办法弄到吗？这上面的药材市面上很难买到。对了，这次有个委托人是开药材铺的，这些药材他一定能搞到。此刻一艘巨大的宝船正行驶在水面上，这个庞然大物带着一股让人无法抗拒的神秘力量。公主，船快到落水城了。那个，我还听说了，最近落水城可不太平，我们要小心一些。我们又不在落水城歇脚，怕什么？更何况谁敢袭击皇家宝船？公主，皇上病重，二皇子那边奴婢担心他们会对你不怀好意。大隋历经已是8代，其中3代都是女皇，公主柳云月一直是女皇中意的最佳继承人。这些药材确实不好弄，不过你算是找对人了。这样吧，价格我只要你黑市的1半，如若你完成委托任务，我再送你几包这些药。那就有劳了。王老板的委托任务是一个名叫金银花的逃犯，他不但偷了王老板许多秘方，还打死了王老板的侄子，所以王老板对于恨之入骨。没问题，王老板，这事儿就包我们身上了。我的人已经寻到他的下落了，他武艺超群，现在一直在江边活动。我们这就去打探一下。大侠，你能不能教教我剑法？就是你那晚的剑法，太帅了。一路上小五的嘴巴就没停过，瞎子没理他，望着江面。喂，你们2个干嘛呢？军爷，我们只是路过看风景的。去，看风景也不知道挑个时候，公主的宝船就要到了，闲杂人等散开。还愣着做甚？还不快走！公主的船真的要来了！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啊？据说这公主可是胭脂榜上的头号美人呢，可惜我没机会见一下天颜了。喝吧，老伙计。哇，好气派呀！老牛发出不安的叫声，瞎子皱了一下眉。老牛有一定的预知能力，从他的叫声之中可以分辨即将会出大事。船毁人亡，船毁人亡，公主她。咱们快走，不走会被官府当成嫌疑犯抓的。水里有人。随着小五指的方向望去，远处水中似乎有人在往岸边游。小五挣开了瞎子的手，直接跑到岸边，跳进了水里。瞎子轻叹了一口气，转身带着老牛就走。他秉着一个原则，一切不该做的事就不做。站住！你是炸船的刺客！他是个瞎子，瞎子也不能放过。这边小五跳入水中，已经将溺水者救了上来。姑娘，你没事吧？带我去找你们的太守。太守。小五虽然智商不高，但也不傻。看着女子虽然宫女打扮，可容貌惊为天人，绝不是一般的宫女。这人不会就是传说中的公主吧？搞不好我会一辈子衣食无忧。要是公主看上我，对我一见钟情也有可能。大侠，小五回过神来，发现周围没见到瞎子的身影，而草丛里却多了2具军兵的尸体。金无畏，诸位上官，公主宝船遇袭，这位是公主船上的人。你是何人？在下捉刀人小五。可还有其他人与你同行？小五几乎要将瞎子脱口而出，可忽然怔住了。对方先不询问公主遇袭的事，反而问起了自己。小五咽了一口唾沫，手暗暗摸到了腰间的挎刀。
抓住他！不好，烟雾有毒。烟雾散去，小五倒在地上，眼睛怔怔地望着女子消失的方向。估计他到死也想不明白，自己为何死得如此草率。第二天，瞎子得知了小五死的消息，自然而然，小五便被当成了嫌疑人，与他有关的家人和朋友一并被抓了去。听着周围茶客的谈论，瞎子心中无声叹了一口，不知道是同情还是惋惜。为了保险起见，瞎子重新租了一个带院子的破屋，这里只有他和老牛，安全得很。老牛，你叫什么呢？老牛虽然在叫，但是声音中没有透着警惕，证明并不是有敌人。好大！老牛，你怎么拖个人回来，还是个女人？我知道他受伤了，可是他受的是刀伤，一看就是一个惹事的主。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惹麻烦吗？你可真是个瞎子啊！这女人可不一般啊！为什么一定要我救她？老牛叫得很卖力，老牛有预知功能，他总不会是害自己的。瞎子只是稍微犹豫一下，便将女子带入了屋中。你醒了？呢。别动，我给你疗伤。你背后伤得不轻，我现在给你用药，你忍着点疼。呢。疼吗？不疼。伤口已经给你上了药，不过我看你气血不足，待我用功法给你疗伤。功法？多谢公子，有劳您了。你是街头卖唱的瞎子，却曾一夜杀穿整个京城。你是路过马匪打劫的对象，却能一人阻挡300突厥铁骑，一人一牛一江湖。伤口已经给你上了药，不过我看你气血不足，待我用功法给你疗伤。功法？多谢公子，有劳您了。疗伤完毕，梁根已经感受到了柳云月的气息，恢复到正常人一半的标准了。你这伤至少还要休养1个月，这几天尽量不要做激烈运动，有事儿跟我说。多谢公子。哦，对了，还不知道公子的姓名呢。就叫我梁哥儿吧。桌子上有给你准备好的馒头和稀饭，你吃完就在院子里溜达，千万别出去。呢。老伙计，家里就交给你了，你帮看着他点。洛水城恢复了表面的平静，暗地里却是风起云涌。瞎子在茶馆门口拉着二胡，看到药材铺王老板进去了，就跟了进去。听说公主已经被炸死在宝船上了，尸骨无存，但是找到了公主贴身的玉佩，还有能证明身份的东西。哎，看样子这大水要变天了。王老板，王老板见到瞎子吓了一跳。之前他委托小五和瞎子捉拿金银花，结果小五不但死了，还成了嫌疑犯。王老板害怕牵扯到自己，谁料想又遇见了瞎子。王老板，这几天出了点意外，咱们的委托任务不知道还算不算数？算数。那就好，我现在就去江边打探，如能遇到金银花，就将那家伙抓来。好。呵呵，他这一个瞎子有什么能耐抓金银花？船夫，你这船往哪儿开的？路线好像有些不对吧？雇主说是要活的，如果你不想被我打断手脚的话，最好老实点，给我坐着。你到底是谁？呵呵，原来是一个瞎子，怪不得船往哪里开都不知道。拿命来！王老板花重金捉拿杀害侄子的凶手，可惜小吴死了。对于这个瞎子，他根本不抱希望。
所以又请来了刺客组织来捉拿金银花。那个金银花曾经是鱼龙帮的副帮主，一手旋风刀法在江湖上颇有名气。我们兄弟虽然有信心对付他，可是也要费不少力气。那一3位的意思？王老板能开这么大的铺子，1000两银子对你来说也不算什么。什么1000两？我上哪儿去弄这么多银子？特么，这分明是趁火打劫呀！王老板，你还犹豫什么？时间可不等人啊！万一这金银花跑得没了影，那你的大仇不得报，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侄子？好，1000两我想办法去弄。刺客3人露出得意的笑，他们来之前就已经打探好了，现在除了他们，已经没人愿意接这个活了。老爷，喊什么喊？死人了！外面有个瞎子要见您，说是抓住了金银花。王老板，是个瞎子。王老板，我看这瞎子纯粹是来捣乱的，不知从哪弄来个冒充的，就为了骗赏钱。王老板看了看瞎子，没有妄下结论，张了张嘴却没说什么，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瞎子叫什么。王老板，人我带来了。好，果真是金银花。王老板，咱们上次谈好的价钱，还有那几副药材，好说。那在下明天晌午来取，便不叨扰了，告辞。大哥，这小子就这样让他走了？此人绝非常人，莫要有非分之想。哼，不就是一个瞎子吗？这边瞎子完成了任务，心情很好，打了一壶美酒，又买了3只烤鸭，拎着回家了。今是什么日子啊？弄这么多好吃的，给你补营养。这牛也吃烤鸭的吗？它不是普通的牛，它连牛肉都吃呢。2人1人1只，老牛也分到了1只，他们开始啃了起来。在看什么？看月色。用什么看？用心。你的眼睛，大夫怎么说？治不好。天下总有医术好的大夫，说不定能治好你的眼睛。天下太大了，就算找估计也要找很久很久。等我回家了就给你找大夫。你从小在哪儿长大的？乞丐窝。那你父母呢？不记得了。咱们差不多，我一出生我爹就死了，我是被我乳娘养大的，1年到头也见不到我娘几面。第2天，瞎子如约来到王老板的药材铺，拿了赏金和生脉散的药材后，便匆匆离开了。不就是个瞎子吗？这事可不能告诉大哥。废话，我跟你说。 2人商量好了对策，先由1人敲锣来扰乱瞎子的听觉，随后老3赵晴趁其不备，一击毙命。这瞎子就算再厉害，可终究少了一对招子，只能靠听觉。铜锣一响，耳朵就废了。气息锁定，瞎子视线之中，明晃晃地出现了2个人影，大摇大摆地向自己奔来。呵呵，这2人真当我是瞎子了。 龟息功已经修炼到了80%，系统功法最高提升到了80%，余下的20%没有捷径可走，只能依靠自己修行。2个时辰后，瞎子吐出一口浊气，四肢没有一丝力气，这就是刚刚修炼完进入的虚弱状态。原本至少需要3天才能重新再次修炼，可现在有了生脉散，不一会儿功夫，从胸口到丹田，再到4肢百脉，再到泥丸，他感觉到一股真气从丹田缓缓升起，流向了气海，而且越来越大。 一曲肝肠断，天涯何处觅知音？你是街头卖唱的瞎子，却曾一夜杀穿整个京城；你是人人唾弃的乞儿，却能一人阻挡万军之力的野兽。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距离你被通缉已经过去了大半年。 这时，院门外响起敲门声，2个人打开门，来这是药材铺的王老板，还有一个陌生男子。王老板今天来是有何事？原来这位是亨通大酒楼的钱老板，由于公主宝船被炸，现在河道全封了，
导致大酒楼的货物只能走陆路，而陆路不太平，山贼强盗数不胜数，所以想请瞎子出手帮送一趟镖。6天的路程，这是定金。梁兄弟想要的那副药材，我可以再提供你10份，如何？成交。我可能要离开几日，来回可能要6、7日左右。那我跟你去，还是留着在这里？安全起见，你还是留在这里吧。好，听你的。你看得见吗？用心看。这是华为 Mate 60 Pro， 能卫星通话的那个。没错，我领的。你想要送你一部？领的。哼，之前你说的左下角，我去下载了，上线连领取界面都没有，更别提领手机了。我看看你下的这个不是福利专服，怎么可能领到手机？我在应用商店下载的，有官方认证的呀。应用商店下载的能和左下角的一样吗？左下角才是抖音官方专属的福利链接，苹果15 Pro Max 和华为 Mate 60 Pro 只有这里才有，不然去应用商店下载岂不是人人都领到了？人家厂家又不傻。那怎么领？认准左下角专属福利链接下载，上线就有领取界面，升级苹果华为，轻松领到手。真快，我领到苹果了，已经在配送中了。梁哥牵着老牛，背着一把2胡便出发了。柳云月望着他离去的背影，心中不免觉得有些落寞。运通大酒楼的钱老板，除了请瞎子为这次商队保驾护航，还请了平安镖局数名镖师，可见其对这次货物的重视程度。陈镖头，这一次有劳了。钱老板放心，镖在人在。钱老板你就放心好了，我师兄走镖还从未出过差错。那是，陈镖头年轻有为。钱老板，我来了。瞎子，梁兄弟，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平安镖局的少东家陈大力和他的师妹英英。钱老板，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不信任我们平安镖局？哪儿能呢？我当然信任你们啊！陈镖头，你放心，保金1分也不会少的。陈大力虽然不乐意，可是雇主愿意请多少人不干他的事，他只要保护好货物就行了。魏瞎子，你之前是不是在东市那边卖唱的呀？是。你不在街头卖唱，来这干嘛？钱老板找我来的。哼，不说拉倒，小气鬼。商队整整赶了2天1夜的路，前半段行程很顺利，直到第3天的时候，车队到了一个岔路口，一条是红树林，里面很危险，另一条需要绕路桃源镇。镖头陈大力提议走红树林，因为绕到桃源镇要多走2天的路。管家胡二想起自家钱老爷临行时的吩咐，让他路上凡事都问问梁哥。梁兄弟，你看这路怎么走？红树林可能有危险，安全起见，还是绕到桃源镇为好。红树林为什么有危险？猜的。啥？猜的？陈大力也有些不满，走镖最烦这种不懂装懂的人了，要是绕到桃源镇会耽误很多行程。阁下不懂走镖，便不要胡说八道，红树林里能有什么危险？我只是随口一说，信不信在你们。胡管家，要是走桃源镇，那我们就不奉陪了。哎呦，陈镖头您别走啊，那咱们就走红树林吧。接下来，商队开始往红树林方向走去，走了大约4个时辰，终于进入了茂密的丛林。陈镖头，我看天色不早了，前面客栈还有30里，不如今天就在这儿安营扎寨吧。我没意见，不如你去问问那位瞎爷，看看他怎么说。陈镖头，您说笑了。随后胡二又跟梁哥说了一遍，他没什么意见。镖师们开始忙着安营扎寨，梁哥和老牛席地而坐，拉起了2胡。只是商队刚歇一会儿，天空就阴云密布，没一会儿竟下起雨来，雨越下越大，林子里肯定是休息不了了。没办法，商队只能冒着大雨继续赶路。林子中忽然响起压过了雷鸣般的声音，这声音来得太突然了，打头的几个人吓了一大跳，就隐约看见一个黑影穿梭在灌丛中。接着又是一声吼叫，一个黑影从灌丛中窜出，落在了他们的脚边。面前的几个镖师险些没被吓死。
猛虎随即攻向另一人，那人早就被吓傻了，小肚子发软，兵器直接掉落，只是略一思索了半秒钟，转头便跑。你这个畜生，竟然敢伤我兄弟！老子今天非砍了你不可！师兄，你没事吧？还愣着做甚？都给我上！陈大力一声怒吼，其余镖师才反应过来，想要一拥而上。陈大力心中一片冰凉，自知是死到临头了。对面这只哪里是老虎，这分明是一头虎妖。虎妖那冰冷的目光，仿佛是在审视自己的食物，到底该吃哪一个好？忽然间，猛虎的眼睛闪过一丝凶光，眼神向着一个方向看去，发出了一声尖锐的吼叫。瞎子，你还过去干嘛？送死吗？还不赶紧快跑！陈镖头，你们且退下，这里交给我了。猛虎发出一声咆哮，下一瞬间，他的身影嗖的一下凭空消失。陈大力等人只能看见一道残影，已然落在了瞎子身前，不足半尺距离。妈呀，大侠，你好厉害！我家老爷果然没看错人，你真是一个高手。妈呀，这猛虎还没死啊！多谢梁兄出手相助，我等年轻气盛，不听先生劝阻，悔之晚矣。还望先生不要与我们计较，大恩大德必当相报。小女无知，还望先生不要怪罪。经历昨晚的生死一幕之后，陈大力和英英他们成长了不少，有道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第二天晌午，商队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瞎子被暂时安排在了一家还算不错的客栈里。梁兄，这是我父亲走镖时从草原上带回来的酒，名为百里香，民间也叫闷道驴。确实是好酒。今天我陪您喝点，就当作是赔罪了。哎呦，瞧我这脑子，还有老牛先生呢。来，你也来一杯酒。你这个贪喝的老牛啊！没想到老牛的酒量这么好，连干了2壶酒才停下。酒足饭饱后，瞎子熟练地拿起2壶，拉上了小曲。2拳映月等级2，10000分之9500，获得听风剑法第1式破海苍龙定乾坤。第2日清晨，瞎子握着短棍，在院子里试验听风剑法第1式破海苍龙定乾坤的威力。躲在暗处的陈大力本以为会看到大树轰然倒下的场面，可什么也没发生。陈大力仔细一看，一片落叶被精准地切割开来。4天后，众人终于赶回了落水城。瞎子告别了商队，提着陈大力给的闷倒驴回家了。你回来了。回来了。数日不见，柳云月看着眼前的人，觉得更加亲切了几分。
什么味道？哦，这是我做的饭，正好一起来吃吧。好。二人相处得越来越融洽，少了刚开始的拘束，多了几分日久生情的自然。哦，对了，我给你弄了一个新拐杖，系了红头绳，放在你屋里，待会儿你去看一下合不合适。好。生活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转眼就是小半年。落水城进入了冬天，瞎子还是和往常一样，和老牛坐在街头卖唱。姓名马良，年龄24，寿命110年，根骨反骨，功法龟息功82%，听风剑法。二是御剑飞龙，满沧海。技能气息锁定50%，状态失明。老牛，你是不是又预知到什么了？一场大战是跟我有关的，还是跟柳云月有关？柳云月，瞎子早就猜到会有这么一天，公主宝船爆炸，随后他便遇见了柳云月。你是让我一定要救下柳云月是吗？从柳云月的谈吐举止证明她绝对不是普通人家的姑娘，只是她也没去主动揭穿。风雨即将来临，满楼风声飒飒。武器，大侠您说具体一点，想要什么类型的武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瞎子兵器就是一个拐杖，对付小场面还行，如果是高手为杀，就要一件像样的武器了。我习惯用剑。剑啊，我这有。这把剑叫什么？这把剑是我父亲从西域带回来的，叫天青。这剑不错，先生喜欢就好，这把剑便赠送给先生了。哦，对了，还有一起的这把弓弩一并赠与先生了。谢谢了。你怎么不吃？胃口不好吗？我可能不能陪你过年了，我接到消息，明天就要走了。明天我送你出城。不用了，明天会有人在城外接我的。还是我送你出城吧。很危险的，你还是待在这里吧。没关系。可惜这个年过不成了。与此同时，落水城几乎所有的地下帮派成员都在与家人告别，谁也不知道这场大战之后自己还能不能活着回来。走吧。冷吗？好冷。瞎子缓缓握住柳云月的手，施展真气，一股暖流开始在他全身流转。今夜的雪下得真大。是啊，唉，原本今夜应该在家包饺子的，我面都和好了。一道人影从街的另一端走来，低着头弯着腰，随后四周都响起了脚步声，黑压压的人群就像是一头活着的野兽。别怕，你是街头卖唱的瞎子，却曾一夜杀穿整个京城；你是路过马匪打劫的对象，却能一人阻挡300突厥铁骑，一人一牛一江湖。别怕，请问阁下是？我乃飞鹰帮帮主胡一刀，我听闻过你的实力，我们不想与你为敌。从这转头回家睡一觉，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我胡某保证你平安无事。瞎子什么也没说，手缓缓伸向了腰间的天青，这已经给出了答案。胡一刀已死，现场一片寂静，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杀了他！各位，我瞎子不想与你们为敌，以这条路中间为界，越此界者，那就怨不得我了。最近我有发现什么了？转转上的2手手机还挺划算的，我这台苹果13 Pro 只要3400，比新机便宜了4000多。
而且我帮你们研究过了，转官方验的手机都经过多轮质检，跟新机一样，支持1年质保。上面的联想小新 A24也只要1800，真心推荐买靠谱的，二手就上转。话音刚落，剑光一闪，4柄长剑带着凌厉的剑锋，同时攻向了瞎子。听风剑法，一式破海苍龙定乾坤。你们都给我闪开，挡我者死！取其人头者，赏千金，封千户后。他就一个人，怕他做什么？杀了他！杀了他！弩箭准备。平安镖局的镖头陈忠一声令下，数十支黑漆漆的弩箭如同一只凶猛的野兽扑向了瞎子。这他娘的还是人吗？受死吧！都愣着作甚？都给我上！周围人纷纷操起武器冲向瞎子，雪亮的刀光闪烁而出，瞬间便是一片血花飞溅。天青剑，你认识这把剑？天青剑是我们平安镖局的镇馆之宝。你和陈大力什么关系？他是我儿子。你走吧。多谢，还愣着作甚？扶我起来，咱们走。夜月呼啸，月光忽明忽暗，忽然从暗处一枚利箭飞射而来，直奔柳云月的胸口。干得不错，老伙计。是他，你认识？锦衣卫的卢成，当年是我母亲一手提拔的他。哼，人心果真是善变的，小心一点，这家伙是有真本事的。他是一个修行者。修行者？街道的尽头只剩下佝偻着腰背拄着刀的老者和身穿便服的锦衣卫千户卢成。瞎子右手持剑，手中的刀在月色下反射出一道白光。阁下好身手，老夫在洛水城混迹了这么久，还从未听说阁下的大名。街头卖唱的罢了。你可知你身后那姑娘的身份？知道。阁下可不要站错了队，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梁哥，你受伤了。不碍事。老者看到瞎子负伤，正欲出手，忽然察觉到了身后的动静，转头一看，一只体型庞大的老牛正冲向自己。老者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一头老牛能有这样的实力。梁哥，你手臂受伤了。不碍事，我们还是先出城门再说。你见过他吗？好像见过，但是想不起来了。不过看样子应该是个炼气士。炼气士应该很厉害吧？估计是个普通炼气士。
梁哥，你怎么了？不错，如果能稍加调教，未来可期。可惜了，公主，不知可否还记得在下？不记得。天灵25年任门下侍郎，后遭贬出外放县令。一饮一啄当思君恩，你做官无为，不想着为百姓做事，反倒来这里弑君杀主，这是什么道理？公主骂得好，公主，你的天真注定斗不过你的兄长。龟息功90%，瞎子体内的真气化作一股洪流，在4肢百骸中奔腾。此时瞎子的体内就像是一个燃烧的火炉，熊熊燃烧，热气越来越盛，攻势越来越猛。什么？吃我一记大招，居然没死！现在该我了。听风剑法2式，御剑飞龙满沧海。傻姑娘，没事，不用哭。放心，回去之后我会找最好的修士为你疗伤，肢体重生不是不可能的。我们继续走吧。不用紧张，那个就是来接我的人，他进不去城内，只能在外面等我。那我就放心了，一路平安。你不跟我一起走吗？不了。为什么？我有自己的路要走。他们不会放过你的。放心，他们发现你不在我身边，自然就不会纠缠我了。良久的沉默后，柳云月点头，轻声道别。跟我走吧，我也好能补偿你。不用补偿我，你那里的生活不太适合我。不去你怎么知道？我的任务完成了，有缘再见吧。那你可要记住我呀，下次见到了，要是没认出我来，我可饶不了你。好。这个是我用木头做的，就当做新年礼物送给你吧。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二泉映月等级3，获得寿命30年，获得听风剑法3式，飞前震月荡狼烟，获得新功法燕子穿云纵，当前进度10%。老伙计，现在又剩下我们2个了。喂，瞎子，给拉一个欢快点的曲子。这位公子应该是本地人吧？你是否认识一个叫吉牧羊的人？你找他做什么？有人托我要他的命。话音刚落，店内10余名大汉拍桌而起，纷纷亮出手中的武器。青年翘起腿，嚣张至极。呵呵，巧了，我就是你要找的齐木牙。不过能不能取了我的命，就要看你的本事了。多谢了，在下眼睛多有不便，你能主动承认，真是省去了我许多麻烦。把他的另一条胳膊也卸了。进来！不要啊！瞎子是5个月前来到安北4镇的。落水城那场血战后，瞎子便遭遇到了无休止的追杀，最后和老牛一起来到了这里。可惜了，长了这么一张帅脸，一对招子是瞎的，还是独臂？你要的东西我给你带来了。你出马我最放心了，这月的业绩又破指标了。诺，你的佣金。
你这么急着回去吗？坐下来陪我喝杯酒。女人是丽春院的老板娘，人称马三姐，早年间死了丈夫，后来便开了这间丽春院，暗地里专门收钱替人办事。瞎子也是无意间结识了马三姐，得以赚取佣金。不喝了，下次吧。吃过了饭，梁根像往常一样修炼。二泉映月的升级让他的身体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但损失了一条手臂，还是让他有些不太舒服。大叔，这是我阿姐朵哈让阿丽亚给你带来的汤。替我谢谢你，阿姐。哼，也谢谢你，阿丽亚。阿丽亚和朵哈是隔壁的邻居，姐姐朵哈经营着杂货摊。据说他们的父亲在5年前随着商队去了大漠深处，从此一去不复返。姐妹二人便一直在这里等着父亲回来。石头是他跟马三娘约定的暗号，这时又有新的委托任务了。这次的委托是什么？你知道寂颜和尚吗？他是一个西域的高僧，佛法无边，据传还是个修行者。他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大漠深处，据传他圆寂的地方都是金银财宝，还传言死后化成的舍利子具有生残补缺之能，即可使盲者复明，肢体残缺者再生。你懂的。怎么样，有兴趣了吧？别说姐姐不照顾你。还是三姐想着我。前天宫里一个老太监委托我找舍利子，我没接。我知道了这个消息就告诉你了，这要你自己去寻了，你要小心一点。那老太监请了听雨阁的杀手，他们可不是吃素的。多谢三姐。滚开！不要在这里妨碍我做生意。哎呦，小娘子挺横的呀！来来来，让爷抱一抱。我们老爷说以后不希望在安北4镇见到你们。几个地痞咽了一口唾沫，偏头看去，只见街头旁边停着一辆繁贵富丽的马车，车后还跟着一群护卫。谢谢蒙爷不杀之恩。护卫并没多说什么，只是随意在摊位上选了几件物品，扔下钱便离开了。大叔，牛牛，阿丽亚，今天是你生日，你先跟大叔回家去吧。等会阿姐收摊了，会买一些好吃的回去，我们给你过生日。太好了。大叔，今天我姐赚了好多钱，阿丽亚可以买很多糖葫芦了。买那么多糖葫芦，你一个人吃得完吗？还要给阿姐吃，还有大叔和牛牛。如果阿爹回来，不给阿爹吃。为什么？因为阿爹是个坏蛋，这么长时间都不回来看看阿姐，阿姐天天晚上哭。梁根想说什么，却又什么都没说出口。过生日不要忘记许愿哦。我都准备好了。第一个愿望，阿姐要嫁个好男人。第二个愿望，阿爹回来。第三个愿望，要大叔的眼睛能快一点被治好。第四个要牛牛。夜色下的安北4镇格外冷清，夜幕中数道黑影匆匆闪过，直奔南城的蒙爷府邸而去。诸位远道而来，在下有失远迎。废话什么？拿命来！全套乌金打造的铠甲，呵呵，南城蒙爷好大的手笔。5年前，这个蒙爷跟随商队前往大漠深处寻找寂颜和尚留下的宝藏，虽然他们找到了，可却起了内讧，相互残杀，最后只有一个人获得了宝藏。一时之间，江湖各路人马都在纷纷寻找这个人的下落。可惜这人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谁能想到最后得到宝藏的人竟然是一个马夫，就是这位蒙爷。我也逃累了。是啊，一切该结束了。既然你们都找到我了，那就一起上吧。今夜的南城没有官兵，没有维持次序的守夜人，只有漫天的飞斧和晶体交鸣之声。几大帮派同一时间袭击了南城蒙爷的地盘。面对众多高手的围攻，蒙爷身上的乌金铠甲已经脱落大半，胸口被贯穿，面具也被砍破，露出了半张恐怖的脸来。杀了他！
做个交易怎么样？我护送你活着出去，你把舍利子给我。我认得你，你住在我女儿隔壁。瞎子没有否认。你早就知道我的存在，故意接近我女儿的是不是？只是一个巧合罢了。一个瞎子来捣什么乱？一起杀了！杀了他们！如果能回到当初有多好！我不该为了这点报酬带着他们去大漠深处，我更不该打那份宝藏的主意。这一切都是报应啊！蒙爷述说着，也不管瞎子究竟有没有听。他压抑得太久了，在死之前，他仿佛要说出自己的一生一般。为什么不带着你的女儿离开这里呢？我离不开这里。那根本不是什么宝藏，而是诅咒。因为它，我变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因为它，我有家不能回，我只能戴着面具藏在厚厚的衣服下面。你知道我2个女儿有多可爱吗？我应该陪在她们身边，看着她们一点点长大。我把宝藏藏在了东市的城隍巷内，你自己去找吧。那个魔鬼留下害人的邪门功法都被我烧了。我只有一个请求，帮我照顾好我的2个女儿，不要让她们受到欺负。好，多谢。黑暗中再次响起如雨点般的脚步声，无数身影向着这边快步走来。蒙爷大吼一声，起身向着他们走去，而瞎子踏着月色缓步离去，身后骨骼碎裂的诡异声音、武器撕裂空气和血肉的声音交织在一起。翌日清晨，瞎子牵着老牛出现在了城隍庙内。对不住了。随即瞎子挥出短杖打破了城隍像，哗啦啦，里面的金银珠宝在一瞬间涌了出来。想必这个就是所谓的舍利子了。现在我要怎么做？你小子怎么光顾着自己玩？看你这么照顾我，这苹果15送你。公子，我也想要。我今天就带了1台，但你可以去我左下角领，里头8000台苹果15和华为 Mate 60。填个地址，隔天到家。怎么可能白捡手机？下载的基本都领到了，还有假吗？不信你去左下角试试，是不是一打开就能看到领取界面？真有华为 Mate 60A，直接领，够抢吗？链接在就有库存，现在还有 iPad Pro 做保底，看到视频的都能领。会不会是套路啊？这说话的功夫，我刚领的华为 Mate 60都发货了，这么快？当然，我左下角是极速链接，完成任务苹果华为秒发货，不信你去试试。马上去。传说金丹可以生残补缺，不过具体我也不清楚。你找到的时候，难道没有说明书之类的东西吗？没有。那真是背了个催。这样吧，我帮你打听打听，毕竟这种事情谨慎点为好。多谢三娘。哦，对了，那些金银财宝就当这次你没接委托的补偿吧，别忘了拿一些钱给那对姐妹。算你小子有良心，没亏我这么照顾你。晚上留下来陪姐喝杯酒吧。来日方长，我还有点事，改日吧。哼。大叔，你怎么来这边了？没什么事，随便转一转。你还在等你阿爹吗？你有没有想过，你阿爹可能永远都不会回来了？不会的，因为阿爹答应过我一定会回来的。我们俩已经拉过钩了，他还说了，回来之后就有钱了，我们可以住大房子了。阿丽亚可以去读私塾了，到时候给阿丽亚买一双好看的鞋子。朵哈喋喋不休地向梁根儿诉说着自己美好的愿望，梁根儿也耐着心烦静静听着。时间一晃而逝，转眼便到了11月份。阿丽亚上了私塾，每天放学后就会去瞎子拉二胡的地方和老牛玩。原来瞎子托马三娘给了姐妹一笔钱，
说他们的阿爹在很远的地方工作，一时半会脱不开身，这些钱便是他阿爹托人带回来的。姓名马良，年龄26，二泉映月等级3，获得听风剑法3式，飞前震月荡狼烟。蒙叶的势力消失后，毒蛇帮便掌管了这里。第一件事便是出来安抚人心。熊大彪带着慰问品挨家挨户的收买人心。当朵哈打开门的那一刻，熊大彪的眼神一亮，上下打量了一眼年轻貌美的朵哈。朵哈已经是一个大姑娘了，出落的亭亭玉立，也难免会有人惦记。小姑娘长得蛮漂亮的，嫁人了没有？没有。那你父母呢？阿娘很早就过世了，阿爹去别的地方挣钱去了。熊大彪满意的点了点头，脸上笑出了褶子。隔天刘二就带着礼物来到了朵哈的家里，这些都是帮主的一片心意，你给他送回去，我不要。哎呦，姑奶奶，这可不能不要啊！你知道那是什么人吗？你还想不想要命了？就算不想想你自己，也要为你妹妹想想。一提到阿丽亚，朵哈的脸色顿时变了，沉默良久，朵哈微微点了点头。大叔，阿丽亚下学了。大叔，今天回家我给大叔做一些好吃的。姐姐不在，阿丽亚亲自给你下厨。你姐姐去哪儿了？说是有人请她吃饭。话音刚落，身边的老牛叫了一声，瞎子立马觉察到不对劲，随后瞎子匆匆将阿丽亚送回了家。你叫我来是什么事？不瞒你说，我熊大彪看上你了，想娶朵哈小姐。什么？可我不喜欢你。只要你跟了我，你就会慢慢喜欢上我的。我这人很温柔，不会很狂野的。帮主，你还是放我回家吧。我家里还有个妹妹要我照顾。既然来了，你说还能放你回去吗？你个瞎子，居然敢独闯龙潭，你是不是活腻了？放了朵哈，我不会找你麻烦。老子闯荡江湖这么多年，第一次被一个瞎子，还是独臂瞎子威胁。来人，把他给我剁了。你到底是什么人？放了他，不然死！你真以为老子这么好欺负？冷风，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请帮主放心，他交给我了。听风剑法3式，飞前震月荡狼烟。瞎哥，别杀我行不行？大叔，你杀了他们，官府会来抓你的。不会，他们巴不得这种帮派早点消失呢。喂，瞎子，只要你放了奴家，让奴家做什么都行，奴家这辈子就是你的人了。你省点力气吧。这是沙漠尸菌。躲好了。妈呀，你这么厉害的吗？小牛坐飞机。女人叫裴小仙，是瞎子这次的任务目标。3个月前，裴小仙嫁到一个胡商府上，在新婚之夜杀了自己的丈夫，随后便消失在了安北4镇。最后那家人找到了丽春院，
马三娘便将这个任务交给了瞎子。经过2个时辰的狂奔，前面终于出现了一个客栈。小二，上点吃的，再来1壶酒。得嘞。瞎子2人一出现，顿时便吸引住了众人的目光。裴小仙这样的女人很难不引人注意。要命的是，她一直故意在扭动身姿，坐在了凳子上也不老实，对着那群壮汉装可怜。在下金刀武圣，那几位都是在下的兄弟，这位兄台如何称呼？不过是个过路人罢了，请问武兄有何吩咐？吩咐不敢当，只是见这位小姐貌美如花，为何要用绳子绑着？在下是捉刀人，他是我要带回去的犯人。大哥，你不要听他瞎说，什么捉刀人？他分明是一个坏蛋，杀了我的夫君，还意图轻薄我。啥？还有这等事？兄台莫要激动。哼，找死！瞎子只是手指在刀锋上轻轻一弹，嗡的一声轻响，真气回荡，刀身像是玻璃一样被震得4分5裂。弄死他！在下有眼不识泰山，得罪了。没事的话，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好的，我们这就滚。切，几个没用的废物！今日天色已晚，瞎子他们只能在客栈留宿1宿。我说，难道你真的不想体验一番我的打地鼠功夫吗？你准备今晚就这么坐着？出门在外，我一般都不睡觉。你知道我为什么杀死我丈夫吗？那家人是我仇人。13年前，我爹在安北4镇当官的时候，被他们家构陷罪名，害得我家破人亡。我原本是有机会杀死他们一家的，不过我想到了一个更狠的方式，那就是杀了他们唯一的儿子，让他们整日活在痛苦之中。这次被你抓回安北4镇，我知道自己必死无疑。掌柜的，这几个都是一些穷鬼，拢共加起来都没有几个钱。特娘的，好不容易来了一群人，结果一个比一个穷。掌柜的，我看今天那个瞎子口袋里绝对有货，就是有点不太好对付。呵呵，不好对付，老子一包迷魂散过去，让他管我叫爷。脚步声越来越近，只隔了1扇门的距离，紧接着的是一声细微的噗呲声响，一根竹管在门扇纸上通了进来，吐出一缕烟雾。瞎子伸出手指沾了沾碗里的水珠，用真气将其凝结，屈指相扣，轻轻一弹，水珠划过一条弧线，射进了管子中。还不快滚！掌柜的结账。萍水相逢就是缘，哪里还能收客人的钱啊？珍藏了10多年的佳酿，还请阁下笑纳。听到有酒，瞎子的表情才稍微缓和了一点。那在下就不客气了。沿着小路狂奔了2刻多钟，前头出现了一个村子的轮廓。走进村子，发现里面一片热闹，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村子昨天遭遇突厥人扫荡，好在有2位侠士出手相救，打跑了突厥人。瞎子交了一些钱后，和裴小仙也坐了上去。要多谢这2位壮士，帮我们打跑了突厥人。来，我敬2位壮士一杯。哪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是我应该做的。天色渐渐昏暗下来，庆功宴到了尾声，瞎子他们被安排在了一个东边的一户人家里，地方虽简陋，但至少有个地方歇脚了。大叔，你是从哪儿来的呀？安北4镇。安北4镇，那可离这好远呢。大叔，你真厉害！大叔，你一定身手了得吧？只是略知皮毛而已。大叔，这是我全部的积蓄，你教我武功好不好？为什么想学武功？当然是为了参军，然后去消灭可恶的突厥人，为我爷爷和我爹报仇。你爷爷和你爹也是军人？他们都被突厥人杀死了，我要去报仇。所以大叔，你就教教我吧，求求你了，这些钱都给你。天空方晓，却被一片阴霾笼罩，空气忽然变得沉闷，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这时大地传来沉重的声响，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不好了，突厥人的骑兵来了！不好，突厥人来了！突厥人不是被那2个壮士赶跑了吗？
大叔，你们还是快走吧，那群突厥人可厉害了。村外，刘勇看着远处黑压压的一片人，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300余名全副武装的突厥骑兵，这已经可以发动一场小型突袭战了。要不我们跑吧？往哪儿跑？这种规模的骑兵在扫荡前都会事先包围村子。那怎么办？大不了和他们拼了。不一会儿功夫，突厥骑兵就出现在了众人眼前，他们庞大的身躯散发着一股可怕的气息。我想我们可以谈谈。谈什么？给我们一个公平对决的机会，来一次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决。说得好，那给你一次机会，但是在我们的绝对力量面前，你们根本就不够看。妈的，这叫公平吗？突厥壮汉身披重甲，手持大圆锤，根本就不是普通刀剑能伤的了呢。如果我赢了，请放过这村子里一半的人。赢了再说吧。呀！看来你连一个村民都救不了。你是街头卖唱的瞎子，却曾一夜杀穿整个帮派；你是路过马匪打劫的对象，却能一人阻挡300突厥铁骑，一人一牛一江湖。放过他们，给你一次活着的机会。你个死瞎子，居然敢口出狂言，看我怎么灭了你！那我就送你一程。阁下是何方神圣，居然能单杀我最强副将？只是一个路过看热闹的罢了，如有冒犯，还望多多见谅。呵呵，这么说你是来打抱不平的？不敢，还望将军能自行退兵离去，否则我就不告诉你我发现的秘密。什么秘密？最近我发现转上的二手手机还挺划算的，我这台苹果13 Pro 只要3400，比新机便宜了4000多，而且转上的手机都经过多轮质检，品质有保障。一般的二手保修期都很短，但转跟新品一样，直接保1年。上面的联想小新 A24 也只要1800，我准备发了工资就去买一台。首领一双眼睛如野兽般凶狠地盯着瞎子，嘲笑道：“真是可笑！你以为凭借你一人之力就能阻挡我300铁骑？那就试试吧。”100突厥铁骑身穿重甲，瞎子虽然厉害，可也消耗了大半真气。糟了，忘带生脉伞了。瞎子正喘着粗气，身后一个突厥兵正轻手轻脚欲从瞎子身后偷袭，瞎子还没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瞎子，小心身后！我看你也是消耗了大半力气，呵呵，不知你能否面对我剩下的200铁骑？全军听令，给我将这个臭瞎子给杀了，然后踏平整个村子。2拳映月等级3进度5%，获得新技能6阴闲杀，仪式化功伏虎，绕梁余阴。
凭这里，一个都别放过，全部杀了！老牛做费劲。这牛疯了，快跑啊！瞎子，算你厉害，给我等着！如潮水般的突厥士兵迅速退去，不多时便消失在了沙漠之中。瞎子也没多留，牵着老牛，带着犯人裴小仙，准备继续上路。3日后，远处逐渐出现了边关的轮廓，那是一座被称为书城的小城，破旧不堪。谢谢你提醒我。这有什么？我总不能看着你去死吧？哦，对了，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叫我瞎子就好。切，不愿意说拉倒。拜托你个市北，等到了安北4镇，我落到那群混蛋手里，也肯定是被他们折磨到死。你有没有毒药什么的？放在牙齿里一咬，就立马毒发身亡。我可不想临了还被他们折磨。好，等到时候我会满足你的。那就多谢了。到了夜晚，2人终于进了关，找了一家客栈便住下了。第2天5日，裴小仙起身，看着空荡荡的房间，不由得有些纳闷，这个小子跑哪儿去了？不会出什么事了吧？裴小仙心一紧，竟下意识地替瞎子担心起来。人的一生或许只是几页不断在修改和誊抄着的诗稿，从青丝到白发，有人还在灯下。你的人生已经在低谷了，所以没有什么比这更坏的了。接下来你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希望以后你能好好活下去，日后江湖相见，自当杯酒言欢，咱们就此别过。谢谢你，梁哥。人我没有带回来。那你不解释解释什么原因？是我的失误。得了吧，你小子真不枉我对你的了解，一开始我就知道那女人你带不回来。那为什么还把委托任务交给我？我故意的喽。那女人的事情我知道，我倒挺佩服那裴小仙的。其实我有意放她一马，思来想去，只有派你去，她才能活下来。所以我的工钱不用扣了吗？不扣你钱，今晚留下陪我喝酒。姓名马良，寿命132，2拳映月等级3，进度10%，资质反骨，听风剑法进度90%，6阴闲杀进度63%，龟息功进度92%，燕子穿云重35%，气息锁定62%。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总把新桃换旧符。新年在即，梁根在街上挑选着年货。先生，请先生收我为徒。那日瞎子一人阻挡突厥铁骑的壮观场面，给小男孩陈楚生带来了巨大无比的震撼。我为什么要收你为徒？因为大老远跑来也不容易，你就先在这里住下吧。那先生什么时候教我武功？你什么时候能碰到我，我就什么时候教你武功。陈楚生一愣，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师傅，我还是不懂。话音刚落，陈楚生忽然暴起，扑向瞎子。你还差得远呢！自此，梁根的院子里便多了一个免费的苦力。少年天性使然，见了梁根修炼，便偷偷摸摸的学，在僻静的地方折枝为剑，练拳练掌，渴望有一天像梁根一样。陈楚生尝试过各种方法，比如在梁根睡觉的时候搞偷袭，失败了；比如趁着瞎子吃饭的时候偷袭，失败了；再比如埋伏在茅厕里，结果没等到梁根，反而等到了老牛的牛粪。陈楚生从茅坑里窜出来的那一刻，把老牛吓坏了，导致老牛好几天没敢再去茅厕。新年如期而至，鞭炮声不断入耳。瞎子邀请了朵哈和阿丽亚一起吃年夜饭，6荤3素是一年到头最丰盛的一顿了。吃罢团圆饭，为所有房子点上了蜡烛，阖家欢聚，守着岁火不让熄灭，等着辞旧迎新的时刻，迎接新年到来。楚生，你在写什么呢？在给我母亲写信。在你老家怎么没看到过你母亲？我爹死后，母亲就改嫁去了京城。
那你生母亲的气吗？我才不生母亲的气呢！我爷爷和爹爹都被突厥人杀死了，母亲无依无靠，她嫁到京城就能过好日子了。那也不能抛弃你啊！我是陈家男子汉，不怕吃苦，而且我还要参军去为爷爷和爹爹报仇呢。旧的一年过去，新的一年开始了。这年陈楚生16岁，满足了当兵的年纪，只是他尚未成功拜瞎子为师。迄今为止，他还未碰到过瞎子。装病、装死，能想过的办法都试了一遍。不过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锻炼下，少年的性子被磨练得愈加坚韧不拔。于是，在某一天，少年向梁根告别了。这里是给你做的鞋子，还有一些干粮，你留着路上吃。谢谢阿丽亚，记得要给我们写信啊。陈楚生点了点头，接着他看向梁根，郑重地跪下，给梁根磕了3个响头。先生教诲之恩，楚生永生不忘。一路平安。都回去吧，等我报完了仇就回来看你们。烽火连3月，家属抵万金。开始陈楚生的信断断续续的，还能从边关传来，后来就直接消失了。不行，我要去前线看看，正好马三娘让我去前线办件事。大叔，你一定要找到楚生哦。转眼又过去2个多月，楚生的信还是没有送来。瞎子决定去前线看看，于是他一路行来，道路愈窄，行人愈少，满是荒凉，只有风吹过路边的胡杨树。都自己找吧，画红叉的就是死了。到了点击处，来这里寻找家人的人很多，担心寻不到，又担心寻到了只是一个死讯。有人掩面痛哭，有人默默祈祷。官爷，我儿叫张二牛，这个是我儿子的名字吗？官员拿起典籍看了看，张二牛被画了一个红叉。官员沉重地点了点头，老妇人似乎已经猜到了什么。那这上面的红叉，你儿子已经战死沙场了。5天后，瞎子在一处山坡中发现了陈楚生的尸体。这里不是主战场，没有人为他们收尸。瞎子看着楚生，在死前，他应该是拼死抵抗过，身上密密麻麻的全是伤口，布满了每一寸肌肤。然而少年的脸庞依旧坚毅，或许在死前，他还在幻想着那本不属于他的美好未来。听人说，是小队中的一名叫杨天的修士背叛了大隋，将队伍引到了突厥人的埋伏圈，然后你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你爷爷和爹爹在下面等着你，他们见到你时一定不会怪你的。这个仇我一定替你报。师兄，你才来呀，我想死你了。看看师兄给你带回来了什么。糕点，师兄对我最好了。杨天这一次游历在大隋军中办事，获得了一笔不菲的报酬，暗地里却沟通突厥，又获得了一笔丰厚的报酬。一行人有说有笑，正商量着去城里哪家下馆子。瞎子走得很慢，但一现身，就像是一把出鞘的利剑，带着一种天然的杀气，走到他们跟前。阁下到此有何事？在下想向杨公子讨个说法。这人一开口便知道自己姓甚，杨天不禁皱了皱眉。杨公子是修行中人，自当明心见性，又受大隋恩惠，却在战场上里通外敌，害死120名大隋将士。在下想为这个事讨个说法。杨天，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大师兄，这个事回去再说。你来讨说法，那你是为他们中的哪一个讨说法？杨天反问，这也等于变相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不过是120名将士中最不起眼的一个罢了。呵呵，不自量力。这位兄台，如果真如你所说，师门掌教自是不会放过我这位师弟，会给冤死的将士们一个公道。但如果我师弟是被别人陷害，
就又当别论了。如果真如我所说，阁下师门当如何处理此人？大师兄鹿晗抿了抿嘴唇，心中清楚，出了这等丑闻，大概师门会将此事掩藏下来，自是不会宣扬，最多将杨天闭门思过。最后一个问题，据我所知，你应该不缺那些钱，为什么帮助突厥人害死那些将士？话完，杨天身后的宝剑嗡嗡作响，离鞘而出，以极快的速度震动起来。蝼蚁一样的人物死就死了。是啊，蝼蚁一样的人物，可是你今天也要死在蝼蚁的手中。找死！今天我就用死去将士的刀剑来取你的性命。区一个瞎子，居然敢口出狂言！受死！就这功夫，还想要取我性命？一曲肝肠断，天涯何处觅知音？这位兄台手下留情，壮士不要杀我，求求你放过我吧！楚生师傅给你报仇了。如果你们想要给他报仇，那就尽管一起上，我不嫌多杀几个。杨天死了，所有人，包括其中修为最高的大师兄鹿晗，全都愣住了，没有人敢对瞎子出手。丹药在嘴中迅速化开，又灌入了他的体内。瞎子瞬间浑身大汗淋漓，每一次呼吸都会喷出一口白气，气向丹田，尾闾部位催压灌冲。当最后一缕罡气回到丹田的时候，原本空荡荡的左臂，此时却是神奇般的长了出来。老伙计，3日后，瞎子牵着老牛回到了安北4镇。大叔，大叔，你的手。那个，我找了一个神医接上了。太好了，太好了。哦，对了，大叔，楚生呢？楚生怎么样了？他去京城找他娘亲去了，短则个把月，长则3、5年，叫我们不要担心他。啊，这小子去京城也不知道跟我们打个招呼，害得我担心了这么多天。等我下次见到他，一定把他揍成猪头。哼！大叔，楚生他过得很好，我们就不要再打扰他了。或许哪一天他会来看我们的。这个看上去很虚弱的，就是肾虚公子。他是一个西域剑客，别看他软弱无力，可使得一手好针法。低调点，花别扔呐。老板，不是你叫我们扔的吧？哎呀，是什么意思呢？到底扔还是不扔？不扔。
不然也要恭请的。我知道。法华寺金三丈，请赐教。小和尚，你可要小心了。去找西街的老中医，1个时辰内经脉还能保住。多谢施主手下留情。台下要是没人敢上台了，那本公子就回去了。这个肾虚公子统共算下来，已经打败了100余号人了。我看呀，根本没人打得过他了。我看也是，他太强了。虾哥儿，有没有信心打赢他？到时候我们可以狠狠赢上一笔。会不会太出风头了？你傻呀，你蒙个面不就完了？可是我的原则是赌金你6我4。妥了。第3日，马三娘下了一大笔钱，赌的是肾虚公子败。马三娘一向不打没把握之仗，不过这也让很多人等着看他的笑话，因为肾虚公子实在太强了。听说马三娘为你下了很大的赌注，这一次她可要失算了。呵呵，来吧。距离轿子还有10步，在场的人都清楚，10步之内倒下了多少所谓的高手。1步、2步、3步，每一步都沉重无比，每一寸都充满了危险。8步、9步，还剩最后1步，所有人的心都被提了上来。瞎子刀剑出鞘，刀鸣之音响彻天际。胸前一个扣子无声地落在地上，他低下头，怔怔地望着那枚掉落的扣子。我能摘你扣子，就能要了你的命。我输了。既然你输了，那这绣花针我就替你收下了。这些你都拿着吧。三娘，你这是怎么了？没什么，你比我更需要钱。那谢谢三娘了。对了，还有，刚才你不在，有人打你电话，说什么要给你有手机，我直接挂了。三娘，你怎么给我挂了？我说怎么没人联系我呢？我以为是骗人的。您好，您粉丝在我们左下角领的手机，刚才想联系您准备发货呢，您没接通。不好意思，是我按错了，现在还来得及吗？来得及，您按照我发给您的发货名单核对一下，一共是300台华为 Mate 60 Pro 和200台苹果15 Pro Max。没问题，发货吧。梁哥儿，我也能领吗？当然能，左下角这次是长期活动，苹果和华为都是不限量的，链接在就还能领，上线就有领取界面。我这就去下载一个。对了，最近有个委托任务，要你护送个人，明天出发。好。这是你要的生脉伞。好了，没事你就回家吧，明天还要早起赶路。唉，梁哥儿，以后就靠你自己了。第2日，瞎子就简单的收拾了包裹，跟着车队出发了。先生，怎么是你？刘勇，你怎么也在这？自从上次一别，我就去参军了，随后加入了夏侯将军的队伍。你是说马车里的事？是将军的夫人还有幼子。瞎子这才明白，马三娘为何要让自己来保护一个很普通的商队。夏侯将军驻守岭南，胡人好战，只是却越不过夏侯将军这座大山。于是这些胡人恨透了夏侯将军，自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那为何找到了丽春院？好像听说夏侯将军与丽春院的掌柜马三娘是旧识。瞎子听后表情开始有些凝重，他似乎感觉到了一丝不好的预感。2拳映月进度20%，获得暴雨梨花针，获得听风剑法40，飞剑山河漫云天。
不好，有敌袭！远处数十名死士身子后仰，脚踩玄弩，用手紧紧地勾住弓弦，嗖嗖嗖，箭如豹子，如飞鸿般攻向车队。刹那间，营地内所有人都变成了靶子。2轮射击后，敌人放弃了玄弩，翻身上马冲杀了过来。此时，小小的一块场地顿时变成了一片人海，金铁交鸣之声不断响起。本以为会是一场血战，然而当天边一抹朝阳升起之时，战斗却已经抢先一步结束了。与此同时，丽春院此时此刻却安静的没有一点声音，所有佣人和姑娘以及杀手都被马三娘遣散走了。我记得你刚来的时候还很年轻，你说你要混出名堂，安北四镇从来没有女人做这一行，你是第一个。你是我一手带起来的，有些事情我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许是我太放纵你了，这一次的事情，你是为了家国情怀，舍弃自己的性命，值吗？刘伯，您误会了，我只是还一个人情罢了。值得用命还？是。这是你那日送进我府内的门贴。日后你我再无干系。门贴在火中化为灰烬，便代表着马三娘从此再无靠山了。请吧。原来马三娘之所以能在安北四镇平步青云，都是靠着胡商势力在背后撑腰。如今她违背了他们，所以她就没必要再留存于世了。老伙计，跑快点，三娘可能出事了。马三娘似乎在回忆过去的一切，似乎历历在目，又好似模糊不清。睁开眼，面对的是整个安北四镇的黑道。第一个走过来的是东市的贾万。旧历12年，杀我门下弟子12人，劫我财物，掳我爱妻，这些仇我都一笔笔记着呢。那是你抢夺来的女子，我只是替天行道，放了她。第二个上前来的是9世的赵德柱。这样的美人死了可惜，当初你若跟了我，岂会有今天的下场？喂，别跟我说话，看你就恶心。马三娘自始至终都未曾皱一下眉头，只是死死地盯着他们。只是半盏茶的功夫，雨水便染湿了脚下的一片鲜红。马三娘的身上多了10几把手指粗的细刀。这就是背叛我们胡人的下场，去将他了结了。没了刘伯的胡商势力庇护，马三娘只会是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瞎子缓步走来，脚步落在青石板上，发出的声音清晰入耳。当他出现的那一刻，兵器出鞘的声音变得此起彼伏。瞎子缓步来到马三娘身前，运用真气拔掉了插在她身上的刀，点了几下，为她止住了伤口。你怎么回来了？走在半路上，忽然想通一件事。你把我支走，想必是来一个人赴死的。既然知道我来赴死，干嘛还来救我？只是忽然想起来，你还欠我1个月的工钱，便宜谁也不能便宜你这个吝啬鬼。诸位老大，风大雨急，我家掌柜身子娇弱，便不打扰了。
想走恐怕没那么容易。是吗？这条路太窄了，不过我并不担心，我想这条路很快就会变得宽敞无比。嗡的一声，一道白色的光亮刺穿雨幕，紧接着四周便响起清晰的剑鸣之声。是个修行者，哼，那又怎样？是无敌的吗？都给我上，杀了他！本以为你有多厉害，呵呵，只不过是一个只会欺负女人的菜鸡。之后想做什么？我还没想好，四处走走，找个合适的地方，说不准就住下来了。丽春院的宝贝全部被瓜分了，钱也不要了，舍得吗？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有什么好舍不得的？你安心在这里养伤，我去做饭。谢谢。客气。半月后，马三娘便独自一人离开了安北四镇，没有告别，也没有留下一封信，只是某个清晨，她便离开了这里。自此，安北四镇又迎来了新的洗牌，大名鼎鼎的丽春院被拆除。随着丽春院的消失，瞎子也失去了最重要的生活来源。老牛，要不你奉献出一块肉来，咱俩做一碗牛肉面吃如何？要不这样，晚上你洗澡的水别倒了，明儿个烧开了煮面吃，至少还沾点牛肉味。失去了捉刀人的工作，收入急剧减少，瞎子无奈只能用写字来维持生活开支。刚开始时，没人信一个瞎子会写字，一天接不到几个生意，瞎子就每天叫阿丽亚和他的同学赵灵儿写字。1个月后，两个人的字突飞猛进，于是他俩在摊位上帮着写字，这也让他们遇到了京城来的书院四儒之一的钟大家。一箫一剑平生意，父亲狂鸣15年。一笑出门去，千里落花风。好词好词啊！在一番交流下，阿丽亚和赵灵儿意外得到了一次进京读书的机会。这次前来，除了感谢先生对孩子的教诲之恩，还有一件事想要请先生帮忙。但说无妨。此去京城书院要行2000里，书院又不允许为入门的学子带家仆和佣人，不允许学子骑马，所以想请先生帮忙护送他去京城。大叔，求求你护送我们去京城吧。好吧。2天后，他们就出发京城了。他们刚离开安北四镇，便遇见了一个骑着白马的公子。我叫景丽，书院的弟子，是特意来接你们的。书院允许的，算是吧。实际上，我只送你们到玉门关，顺道看看你们有没有违反规定。那便走吧。景丽是个话痨，这一路上叨叨个不停。原本大家对这个书院弟子身份十分敬重，结果没几日变成了狗不理。就这样，一群人一路南下，在途中遭遇了匪徒打劫，又遭遇了诡异村庄，最后还遭遇了尸鬼军的袭击。喂，瞎子，你别跟我抢啊！还没等景丽说完，瞎子早已操起拐杖冲了上去。便是那一行人了。安北四镇一口气出了2个书院弟子，为以绝后患除之。那个骑马穿儒服的公子是书院的弟子，先把他引走，我们方能出手。那2名孩童正好陷于我佛。话音未落，一道人影飞射而来，只见一抹寒光闪过，胸前的衣襟扑哧一声撕开了一道口子，鲜血勃勃地流出。好快的剑法！师兄，这个瞎子绝非等闲之辈，你我需要合力将他除之才行。受死吧！瞎子，你就不能等等我，让我也来砍几刀？谁叫你的腿这么短？几天后，一行人上了渡船，船只悠然地行驶在江面之上，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船身随着江浪起伏，缓缓前行。妈呀，这是怎么了？
你是街头卖唱的瞎子，却曾一夜杀穿整个京城；是睡在破庙里的烂酒鬼，却让皇朝公主朝思暮想。你叫马良，一招楼兰斩，斩尽天下不公。大家不要慌，都抓紧了！一定是有人触犯了江龙王，快将这2个小东西送给龙王！现在不把他们扔下江去，咱们一船人都会没命的。扔下去，扔下去！你们谁敢动他们一下，我定将你们统统扔下江里去！一群无知的家伙，谁敢动一下，小心我手里的剑！一声轻笑，水面破开，一条雪花巨蟒出现在了众人眼前，张开嘴巴，发出刺耳的叫声。我先上。楼兰斩！大叔好厉害！看见没，我大叔，那个是我大叔，厉害吧？哼！船家将这巨蟒给大伙炖了吧，压压惊！好的。这下子众人都不敢再说话了。先前那个嚷嚷着最凶的老巫婆，呆呆地站在原地。蛊惑众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大叔，电话。好，那6000台华为 Mate 60和苹果15都安排上吧。等等，这是什么妖气？这是华为 Mate 60 21世纪的高科技产品，左下角领的。真的假的？我左下角是报备过资质的群里，可多人都领到了，大伙都想着试试就试试呗，没想到真能领。真是哎，一打开就看到领取界面了。左下角确实靠谱，还有 iPad Air 配套送，我领的都发货了。要拉人助力吗？不用，但只有从左下角下载进入才行。拿下满街神装和10亿元宝，一键清空商城。这么简单，我马上去。瞎子，京城已经不远了，我先走一步，在书院等你们。好走。渔火星月交辉，两岸杨柳成行，江水映得银波滚滚，夹岸垂柳杨影婆娑，瞎子不由得陶醉其中。姓名马良，寿命150，二泉映月等级3，进度15%，资质下品灵骨，修炼心经、涅槃经，获得宝物修行者的飞剑细雨1枚，控制程度60%，获得扶桑杖刀。很快，瞎子他们到达了京城，在送完阿丽亚他们进入书院后，便和景丽去了酒楼。二人痛痛快快地喝了一顿酒后，瞎子打算先找一个客栈住下。憋死我了，好久没这么畅快了。此刻，一道残影在夜空中一闪而逝，无声无息地落在他们不远处。什么人？别以为本公子喝醉了就能趁机偷袭我，呵呵，异想天开。兄弟，麻烦说话的时候把裤子提上来先。在下并无恶意。公主怎么会来清月阁玩耍？没听说那里有男宠啊？难不成是看上我这个风度翩翩的公子了？前头带路。不是找你。这位瞎公子，请。瞎子点了点头，脚步有些虚晃地走了过去。那我呢？就在这儿站着。你蹲着也行。好久没见了，你怎地喝了这么多酒？未到身前，公主便闻到了瞎子一身酒气。酒好喝，贪杯了一些。你的手……好了。那你今后有什么打算？还能有什么打算？四处逛一逛，觉得累了便回去了。刘一月轻出一口气，当真是拿他没半点办法。对了，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一旁的马车中走下来一位老者，满脸皱纹，两鬓斑白，此人正是青天监副监正。也不知道是用了什么手段，使得长公主这般在意，连我这个老家伙都得亲自上门给你看病。
有劳前辈了。来，让老夫看看你的眼睛。眼眸苍白，似乎是天生眼疾。老者手中细针微微闪烁，赫然是一根寸许长的金针。金针入体，梁根没有感觉到刺痛，可下一秒，随着金针的深入，瞎子嗡的一下，像是炸开了一般。老者眼疾手快，轻轻一弹，便令瞎子安静下来。老者以气机注入金针，眉头却不由得皱起。他的眼睛里只有无边无际的黑暗，仿佛能吞噬一切一般。老者怀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凝视着黑暗。瞬间，周围的温度骤然降低了数度。老者嘴角微微抽搐，娘的，大意了！本以为是炸鱼，结果误入高端局。不知道过了多久，老者收回金针，原本璀璨的金针，此刻竟然失去了光泽。天罚之人，无药可救。何为天罚之人？不沾因果业力，却也终身入不得修行之道，身体有残缺，却在某个方面拥有极强的力量。简单来说，就是不为天地之法所容，徘徊于规矩之外。更通俗易懂一些，你不属于这个世界。短短一句话，让瞎子心中已骇，他当真不属于这个世界。天罚之人虽然极为罕见，可像你这样这般强烈的，别说见了，闻所未闻。做一个普通人，安稳过一生也不错。倒了8辈子血没了。梁哥，没事吧？无碍了，这次多谢了，我先回去了。今夜酒喝的有些多，下次有机会再见。第二日，瞎子带着老牛走出客栈，找了一家路边摊，赶上饭点，面摊上人很多。瞎子吃了一碗清汤面后，前几日的不舒服一扫而尽。恰在这时，一群带刀锦衣卫将这里团团围住。少废话，走，统统带走。一群人不由分说的便要将面摊上的人全部带走。面对锦衣卫，这些人连喘气都得小心翼翼，生怕得罪了他们。瞎子不明所以，犹豫了一下，初来乍到，不想招惹这群人，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歪，于是留下老牛跟着去了。卑职参见百户大人。大人，今年的替死鬼都已经抓来了。审得怎么样了？他们已经全部招供。干得不错，今年的指标算完成了。让锦衣卫整理治安，多抓一些犯人给上头看。于是他们便抓一些平头百姓来充当替死鬼。一个眼色，手下立即会意，将那个姑娘给揪了出来。百户大人，您这是要做什么呀？其他人都按罪名处死，将这个女的送我府上去。是大人。张大人，请手下留情。景公子，你们怀路书院的面子我还是要给的。这个瞎子你带走吧。谢过张大人了。不过在下方才一进来，便见张大人欲要杀人，还要侮辱无辜少女，不知是所谓何事。锦衣卫的事还轮不到你来管，赶紧带他走，别妨碍老子做事。瞎子目光看向那个瘫坐在地上瑟瑟发抖的少女，袖手旁观，那就不是行侠仗义的梁根了。今儿个你要是敢动他一下，就别怪我。哟呵，你个死瞎子，快来人！有人在我们锦衣卫闹事。瞎子话还没说完，张公便高声喊道。远处利刃出鞘的声音同时响起，监牢内外的锦衣卫闻声而来。瞎子，你别胡来！小子，在这装什么好人啊？我现在就给你一个机会，要么你砍死我，要么我们一起砍死你。话音刚落，咻的一声，一道耀眼的剑光从张公的脖颈划过，张公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待得剑光泯灭，众人只看见一滴鲜红的血珠滴落。装你马屁！哼！瞎子轻声道了一句，不等众人反应过来，拔腿便走。你杀的是锦衣卫百户张公，他父亲、叔叔、爷爷都在锦衣卫任高职，且很有背景。现在锦衣卫满大街的搜捕，恐怕你很难逃出去，后悔吗？做都做了，有什么好后悔的？如果当时我不出手，才会后悔。道士先生您在下现在可是逃犯，为何愿助我？
如果老夫在场，也会砍下那一刀。这个理由够不够充分？多谢，只是连累了景丽。不必自责。问新官，这是他必须要经历的一劫，如若跨过此劫，便是鱼跃龙门。对了，老夫在书院有个湖心小亭，你便暂时去那里歇息吧，帮老夫摘抄典籍，谅他们也猜不到你藏在书院。多谢先生。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张公的事情真相败露，成了街头巷尾的谈资，说张公借势抢夺民女，残害百姓，简直禽兽不如。长公主顺势推了一把，让御史言官乘此机会煽风点火。锦衣卫一时之间成了人人过街喊打的老鼠。为了平民愤，转移注意力，不久张家父子被革职代办。锦衣卫无处宣泄怒火，便全部放在了搜捕瞎子身上。各大地下帮派暗桩倾巢而出，甚至请动了青天监的术士，然而一无所获。景丽深深望了一眼湖心亭中的梁根，脚步轻点，轻飘飘地落到水面，一落便是数丈之外，脚尖点在水面上，如履平地。看来这个景丽当真有几分仙人的风采，这轻功甚是了得。下一秒，景丽扑通一声，一头栽进了水里。瞎子微微皱眉，却是没有动。又等了半盏茶的功夫，还不见景丽从水中出来。这小子该不会溺水了吧？不多时，瞎子便将景丽从水中捞了上来。景丽吐出几口水，终于缓过气来。你他娘的怎么不早点来救老子？老子差点淹死了。瞎子尴尬一笑，转移了话题。你看，我正烤着鱼，正好咱们哥俩喝点酒，给他全吃了。那时候为什么拔剑？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就是看他不爽。可是我做不到，甚至都不敢拔剑。你跟我不一样，我一个江湖人士，没有那么多顾虑，随心所欲。而你将来是要做大事的人，做大事的人要讲究分寸。至于我，目光短浅，没什么未来。呵呵，凡是惹了我的，我看不顺眼的，一刀斩了便好，然后换个地方继续游历。你来了。你怎么猜到是我的？我明明佩戴了玉佩，五品修士都感知不到的。闻到的。怎么有空来我这？来看看你。柳云月自然地坐下，私下看了一眼周围，颇为感伤地说道：“你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一切都好。这个送给你。这是什么？怀路书院院长的笔。你不能修行，若是见到妖魔鬼怪或者修士找你麻烦，他可保你性命。这礼物太贵重了一些，无功不受禄。我本想找人帮你复明，只是想来想去，也只有这个礼物送给你了。你救我一命，我又在你那住了半年，你又送我出城，我欠你太多了。这个东西你就收下吧。瞎子犹豫了一下，这才接过笔。这笔怎么用？比如你在空中写一个斩字，将字引入剑身。瞎子当即拿起毛笔，想要在空中写字，但刚要下笔，手中的毛笔却好似千斤重一般。瞎子额头浮现出虚汗，一咬牙，艰难地写完了这个斩字。瞎子随后拿起杖剑，将那斩字引入剑身。忽然间，杖剑便沉了数倍。瞎子感受着剑鞘中传来的阵阵寒意。瞎子一刀挥出，半息之内，远处湖面上刀锋所指之处，炸起一道水幕，哗啦一声，无数水珠化为一缕青烟，消散在空气中。这笔竟然有附魔功能，果然神奇。时间尚早，不如我们乘船去湖里转转。我许久没来了，怪想这里的。好。第二日清晨，景丽来到湖心亭找梁根。真让你猜着了，他们找到了阿丽亚他们的住处，也知道了你在这里，他们准备要对你们动手了。知道了。你准备怎么做？我操！侠客笔怎么在你这儿？别人送我的。难不成是公主？梁哥，以后你我就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等您日后与公主掌控了大隋的天下，千万别忘了我啊！第3日午夜，雨下得格外大。张家府邸，老大张明海正在安排手下准备对瞎子他们动手。
不管动用多少人力物力，都要把杀害我儿的凶手及那2个孩子除掉。是。老大张明海话音刚落，一个戴着斗笠的人忽然走了进来。何人？张大人好差的记性，一直满京城的找在下，怎么这时反倒把在下忘了？张明海周身气息暴动，没曾想对方的胆子竟然这般大，直直找上了我。去杀了他！居然来送死！话音刚落，张明海全身真气爆裂，对着堂下的瞎子一拳轰出，狂暴的劲气直接将瞎子震退至院中。你就拿一根竹棍来挑战我这4品武夫！话完，张明海脸色一变，气血便如这院子中的瓢泼大雨直压而下，周遭的空气发出一声炸雷般的响动。竟然妄想跟4品武夫搏杀，不自量力！呵呵，4品就这点实力吗？既然你们残害百姓没人管，而且还想动阿丽亚他们，那么你和你府上的人就没有留在世上的必要了。清风剑法4式，飞溅山河，漫云天。瞎子仗剑以极快的剑锋撕裂空气，在张明海身上撕开了一道又一道口子。临死之前再告诉你一个秘密吧。什么秘密？最近我发现转转上的2手手机还挺划算的，我这台苹果12 Pro Max 只要2900，比新机便宜了3000，而且转转上的手机都经过多轮质检，品质有保障。一般的2手保修期都很短，但转转跟新品一样，直接保1年。上面的 iPad mini 6也只要2000多，我准备发了工资就去买一台。瞎子平静地转身，向着偏殿走去。大哥，大哥！老二张明德闻声慌忙跑来，一头撞见了对面的瞎子。你是什么人？忽的张明德后背直冒一层冷汗，瞎子带着一阵凌厉的剑锋，将仗剑直插他的眉心。脚步声继续响起，院内惊叫声也在此起彼伏的响起。老三张明山听见动静，甩开女眷，忙从床上爬起，正要冲出房门，一柄仗剑从门缝中间射了进来。张明山还没来得及反应，仗剑直接插入了他的胸口。好在他及时抓住了仗剑，剩下的一弹并没有全部插入。瞎子擦拭完仗剑，继续执行他早就定好的计划。此时此刻，整个张家大院被一片刀光剑影所笼盖，怒喊声、哀嚎声响彻天际。张家4兄弟接连倒在血泊之中，包括张家所有人。这场战斗来得快，去得也快。解个手，怎么这么久？顺道买了1壶酒。接下来准备去哪儿？接了一个送货的活，去广陵南国公府归还一批种子。只是半盏茶的功夫，一碗面吃完，大街上有人匆匆跑过。杀人了，杀人了！张家被灭门了。怎么回事？对了，替我跟钟大家道一声谢。喂，下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啊？有缘自会相见。从京城到广陵，陆路盘查的严，梁根现在是通缉犯，所以选择了水路。此刻刘玉月站在岸边，望着承载着梁根的船，莫名的想到，如果自己不是将来帝国的继承人，会不会跟他一起走，随心所欲四海为家？
船上的这群人都有案底，直接停靠广陵是不行的，只能停靠一个叫龟驼城的地方，再出发去广陵。10天后，船靠岸，上面的人纷纷下船后各自离开了，只有瞎子还站在岸边，没有着急离开。瞎兄弟，你还不走啊？不着急，等一个东西。草上飞是瞎子在船上认识的，此人会轻功，人实在，很快便和瞎子搞好了关系。船都开走了，你还等什么？一条蛇妖从瞎子上船后就一直跟在船后，很明显是奔着瞎子来的。既然如此，不如现在就解决他，省得日后麻烦。出来吧。过了片刻，一个人头蛇身的妖魔从水里走了上来，那狰狞的面孔差点把草上飞吓出尿来。你为什么跟着我？咱俩有仇。虾先生，我是书院的学生，钟大家放心不下你，派我来护送你到广陵。既然对方是书院之人，还是钟大家派来的，瞎子便应声答应。那便随你吧，只是你这个样子会吓到人的。龟驼城是一座小半岛，三面环水，进到里面随处可见有神龟造型的建筑，还有些人穿着奇奇怪怪的服饰。这里的人怎么都在跪拜一个老乌龟？那个是神龟教教主，在这里神龟教教主的权力甚至要大过当地的县令。如若在龟驼城有人不尊敬神龟，人头都要落地。官府不管，凡事都有两面性。神龟教虽然嚣张跋扈，但是他们对龟驼城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天色已晚，他们便找了一家客栈住下，掌柜给他们开了2间房。走进去，看到角落里供奉着神龟的神龛，颇为诡异。咱们龟驼城的规定，无论是外来的游客也好，还是本地的百姓，都要每日烧香供奉龟神老爷的神像。我要是不供他，他还会找我的麻烦不成？客人不要胡说，犯忌讳。告诉你们吧，一些外来游客也有不信不供奉的，最后都落不得一个好下场。瞎子有些没想到，这鬼神竟如此嚣张，不上香便取人性命，莫不是自己急着去广陵，真想会一会这个老乌龟。哼，我是儒家弟子，怎么能拜这种乌七八糟的野神？瞎子却是不甚在意，入乡随俗，保风调雨顺，与民同乐。瞎子手持3炷香，用侠客笔在上面写了平安2个字，便对着神龛像模像样的虚拜了3拜，保佑平平安安，无灾无难，万事如意。说完，将3炷香插入香炉当中。随后，瞎子明显感受到了体内的气息飘出去1缕。与此同时，神龟教乾坤府内的宝座上坐着一位青袍老者，青袍老者面目春风，正是这龟驼城中家家供奉的龟神。他修行数百年，寿元正值鼎盛。敬龟神爷。龟神爷，这就是前几日那个放了狂言、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小的已经将他咔嚓了，给龟神爷泄愤。这事干得不错，赏。谢神龟爷。平平安安，无灾无难，万事如意，万事如意，万事如意。话音刚落，神龟爷表情忽然一僵，紧接着一口血喷了出来，就像被一块烧红的烙铁烫了一下，疼得他满地打滚。堂下众妖皆是一惊。父亲，你怎么了？龟神被抬下休息去了，小乌龟和众妖拿出阴阳镜。一阵施法后，里面显示出了瞎子的模样。就是这个人在施法拜我父亲，跟我去杀了他，包括他身边所有人。是少主。少主，镜子里出现的人就是这个瞎子。哼，哪来的瞎子，居然对我父亲下这么重的手！我只是拜了拜龟神，上了炷香而已。少说废话，你上的香下了魔咒，现在我父亲都快不行了。你拿命来！呀！几个不成精的小妖而已。没想到一个瞎子居然有这么高深的武力，全部给我上，杀了他，一定要杀了他！勇敢牛牛，不怕困难，去吧！
作费劲。江湖悠悠，说话自在。哟，这小表情真精彩啊！你简直欺人太甚。不过你这手机居然拍摄得如此清晰。这华为 Mate 60 Pro 可是21世纪的高科技产品，可以放大50倍拍摄。你的小表情还不轻松拿捏？不得不说，这左下角领的就是香。不都说左下角是骗人的吗？现在很多人都被外面的假福利游戏吓怕了，但左下角这个我亲自验证过了。你上线要是看不到领取界面，可以直接卸载。你看我发货信息还在呢。那我现在去还能领吗？左下角准备了1万台华为 Mate 60 Pro 和苹果15 Pro， 还有5000台 iPad。都打包好放，左下角先链接了，先到先得哦。我不会玩游戏啊。这游戏简单，可以自动挂机升级，再培养个手冲领的孙悟空，升级还能更快。你就认准我左下角链接，3秒下载注册后上线就能看见领取界面，只要15天达到325级，苹果、华为任你选。那我现在就去领一个。我本只是想给你们一个教训，没想到你们自己过来送死，那我只能勉为其难的杀了你们。臭瞎子，你真当我是个菜鸟？这只小乌龟还挺厉害的。好了，该我了。一曲肝肠断，天涯何处觅知音？杀了这群不成精的小妖，瞎子知道待不下去了。临行前，他又给龟神上了3炷香，保佑一路平平安安，无灾无难。1天后，龟驼城传来消息说，神龟忽然暴毙了。经过10天的赶路，终于到达广陵府城外了。先生，前面就是广陵府了，我已经安全护送你到这里了，我先走一步。将来有缘再见了。多谢子明。虾兄弟，广陵府内城你我是很难进去的，我们就此别过吧。诺，这是一张悬赏令，你拿着，看你身手了得，一定能完成这个任务。广陵府外城有2大帮派，最近斗得死去活来。其中一个叫流星帮的帮主准备雇人杀了敌对老龙帮的帮主，于是瞎子就来到了这里。为了钱就搭上命，值吗？我不是为了钱，我是为了能进城。哈哈，咱俩目标倒是一样。我婆娘生了，我要回去看她。不消片刻，里屋走出来一个人，正是流星帮帮主马玉。你们俩都是我从茫茫人海中选出来的。不是一共就2个人来报名了，但是可惜杀手只能有1个。我去，我保证完成任务。瞎子正要说什么，价钱我只要1半。瞎子略一犹豫。钱我不要了，只要你把我送进内城就行。我再倒打你2两银子。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我说个屁啊！再说一句，待会这货都得把腰子搭上了。临走时，汉子冲瞎子一拱手：“兄弟，对不住了，只是我答应了婆娘，一定要回去看她和孩子。这是1两银子，就当请兄弟喝个酒。那便恭敬不如从命了。你叫什么？这钱明儿还你。在下铁柱，多谢兄弟。”第2日傍晚，瞎子拿着铁柱给的1两银子，和老牛美美的在面摊上吃了一顿。小二来2碗素面，多放葱花和香菜。哎呦，夏爷，您怎么在这儿呢？快跟我回去吧。来者正是流星帮帮主身边的军师白纸扇。怎么了？刺杀失败了，那汉子死了。瞎子想起了昨日说着要回去看婆媳和孩子的汉子，不免有些惋惜。老板，再来2份猪脚面，不要面，全要猪脚。老龙帮帮主曹广是个拳师，他每日都要沿着荷花塘的长亭走上几圈。今日走到荷花塘边，就远远看到一个戴着斗笠的人在拉二胡。曹广似乎完全不在意那人，自顾自地迈着脚步，但是他的眼睛却一直在观察对方的手。
那是一双练武的手。谁派来的？是不是流星帮？一个将死之人不需要知道太多。呵呵，昨天来了一个送死的，今天又来一个。小子，拿出你的看家本领来！流星帮兑现了诺言，用一艘小渔船将梁根送入了内城。夏爷，这是您的赏金。夏爷，您这是何意？昨天死去的汉子找到他家人，把这些钱给他老婆吧。爷，仗义。细细听来，呼声中带着一丝淡淡的失落和伤感，遗憾与惋惜。细细听下去，却又带着一丝倔强，仿佛在诉说着常人无法理解的苦涩。少爷，你怎么哭了？小兰，我们还有钱吗？还有一些是留给少爷买鞋子的。燕13接过半钱银子，却不是扔地上，而是郑重地放在梁根跟前。少爷，这钱无碍，旧鞋子还能穿一穿。一曲结束，有人起哄，梁根便又徐徐拉了起来。不一样的曲子拉出了不一样的心境。燕13就那么静静地站在那里，不知听了多少遍。姓名马良，寿命160，二泉映月等级3，进度16%，听风剑法进度91%，获得剑法4式飞剑山河漫云天。资质下品灵骨，获得命格白色命格勤能捕捉，青色命格一心一意。第二日，瞎子打听到了南国公府的位置，走在宽阔的大街上，忽地听见一阵破风声，一个圆形不足马眼大小的物件向他脸部急速飞来。瞎子转头望去，原来是几个富家公子哥在花月阁2楼带着几个花魁，用弹弓在戏耍行人。哎呦，燕少，那人身手不错。这个被称燕少的人名叫燕京阳，是南国公府的2公子，自是嚣张得很。花月阁的2楼传来花魁们的笑声，燕京阳脸上有些挂不住，这次上了2颗金珠子，手上多了几分力气。死瞎子，还不快把金珠子还给燕少！去告诉他这里是谁的地盘！话完，从楼上下来2个打手，走到瞎子跟前，抡起拳头砸向瞎子。死瞎子，以后别让我碰见！第二日是燕氏老太君寿诞，南国公府邸大摆宴席，瞎子带着扶桑树种子前来贺寿。又是一个来蹭吃蹭喝的乞丐，赶紧走！这时燕13和丫鬟被2夫人赶出来迎接客人，丫鬟小兰的脸上却满是不开心。少爷，这2夫人把我们赶出来接待客人，这摆明了就是在欺负你。无碍。怎么是你？先生定是不记得我了。在下燕13，昨日有幸听先生一曲，感同身受。咱们倒真是有缘分。哦，对了，先生您今日前来是有何事？燕公子在下是受了燕家之女燕寻所托，将扶桑树的种子还于燕家，不知可劳烦公子替在下禀报一声。燕13听后很是震惊，随后满口答应。这不就是那个死瞎子吗？他怎么来了？祖母，您看燕13他弄了一个乞丐进来给您添堵。这个13可真没点眼力见，就随他那个娘了。哼！ 13，这到底怎么回事？祖母，
这位虾先生说是受烟熏姑姑所托送扶桑树种子来的。此言一出，满堂皆惊。扶桑树乃是燕家的圣物，10余年前随着烟熏一起失踪了。这是真的。瞎子随后便将种子拿了出来。扶桑种子消失10余年，此刻再回南国公府，当真是一件轰动的大新闻了。老身本以为死后无颜面对列祖列宗，没曾想有朝一日还能再找回扶桑树。先生，请受老身一拜。老太君折煞晚辈了。先生，您是我燕家的恩人，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感激您才好啊。我只是为了完成友人的所托，老太君要谢，便谢那位把我引进门的13公子吧。13，你这件事做得不错。府里没给你月例吗？穿得这般破烂。谢父亲关心。先生，老身想知道烟熏现在已经。既然如此，先生便一定要在府中多留一些时日，也好让我们尽尽地主之谊。梁哥推迟不过，便只好答应在府中多留一段时日。第2日，南国公府湖边雅苑，吃过早餐后，瞎子正在观想修行，忽听敲门声传来。燕公子昨日帮了我一个忙，我也还燕公子2个字，如何？只上2字，好似带着一股摄人心魄的力量，让燕13心猛地一沉，只觉得眼前一片迷雾。燕13，你深入见己，早已无可救药，何苦为难自己？莫非你还对自己人生抱有一线希望？燕13心中猛地一震，胸口浊气翻涌，仿佛有什么东西想要从心底破土而出，却被一块又一块的巨石死死压住。燕13，你忘了你母亲对你的期盼，你忘了遭受过的不公，既无破釜沉舟的勇气，你便老老实实的接受自己的命运。每一句话都像是一把利剑，刺入了燕13的心脏，心中仿佛有一股热流在涌动。13，娘看不见你长大了，以后一个人要好好的活下去。你别跟我们一起玩，你不是我们燕家的人。少爷，你别哭，小兰会一直陪着你的。许久过后，万物归于沉寂。失败了！不！老子才不信什么命运，去特么的上天注定！半晌，燕13缓过神来，体内升起了一股奇妙的感觉，心结已破，他已踏入3品境。先生大恩无以为报，容13缓上几日，再向先生道谢。燕13体内真气翻滚，现在必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静心修行，稳固修为才是。于是先行告退了。第2日晚上，瞎子和老牛在酒楼里美美的饱餐了一顿，出来后走到一条又窄又偏僻的小巷子。草上飞，2个孩子见有人来了，小男孩吓得立马退到了姐姐的身后。不要怕，我跟你们父亲是朋友。瞎子扶起他，叫了数声，才勉强叫醒喝醉的草上飞。咦，你怎么也在这儿？你这是喝了多少啊？还带着孩子，就不怕出事啊？出事了更好，死了一了百了，比活着痛快。你家里还有什么人？还有娘亲。娘亲，我们回来了。屋内正中央摆放着一个大酒瓮，一个女人的头露在外面，双眼无神，嘴唇微动。杀了我，快杀了我！瞎子一愣，在这个世界居然还有人质。瞎子随后沉默了许久。娘，喝水。杀了我，求求你了。活不了多久了，估计也就这2天了。这怎么回事？我找到他的时候就这样了，他上街买菜的时候被一伙人给绑了去，我只抓到了2个跑腿的畜生，其他什么也不知道了。杀了我，求求你！女人的声音断断续续的传来，听得人心酸。他一直让我杀了他，让我给他一个解脱。把孩子带走，我给他一个痛快。你们先跟爹出去一下。
我送你。你还有钱吗？就剩1文钱了。1文也够了。哦，对了，还没跟你介绍我的职业。我是一个专业杀手，专业的。这钱就算作用金了，你的仇人我帮你处理。你要死的还是活的？活的，我要活的。活的得要2文钱。夏爷，您让我打听的事情已经打听到了。最近城内有一个帮派拐卖妇女，不过很奇怪，他们既没有卖到青楼换钱，也没有送出城去卖了，只是将他们的四肢。夏爷，有用得着的地方，您一句话。不用，谢谢。怎么就带回来一个？老大，这段时间风声紧，先带进去。此刻，一处昏暗的墙角，2根正和一个老头借着月色下着棋。从他的角度望去，似乎可以看到刚才发生的一切。最近丢失的妇女多，风声有些紧，不好抓。去手去脚。是。阿弥陀佛。碧青和尚的嘴角露出一丝慈祥的笑容，在他面前的根本不是什么佛像，而是5个酒瓮，其中4个酒瓮里各自装着一个没有了4肢的人。这个月只有5个，也不知道会不会耽误了师傅修行。我扶此杯。将军，你换新手机了，旧的呢？早卖了，我那台小米13放转转上回收了1900多呢。这价格还可以啊。像我换下来的旧手机、笔记本、相机啥的都会约转转工程师免费上门估价，价格满意现场打钱，特别靠谱。总之听我的，二手回收认准转转 APP 就对了。求求你，求求你放了我吧！我家里的小孩还等着我回去呢，求求你！希望你能挺得住。络腮胡早已习惯了，手起刀落，女子闭着眼，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然而却并没有鲜血溅出。这是飞剑。木鱼声停止，碧青和尚微微皱眉，霎时间飞剑狠狠地撞在他身上。阿弥陀佛。哎，我说你这个年轻人，下棋就下棋，手指老动来动去做什么？是不是有什么病了？没什么，正在跟一个畜生切磋切磋。不是说您。过了一会儿，大爷步步为营，眼看便要奠定胜局，大爷露出得意的笑容。年轻人还是太毛躁了。哎呀！不玩了。瞎子推开院门，大步走了进去。院子里横七竖八的躺着不少人，随后径直走入堂内，发现碧青和尚已经倒在血泊之中，浑身是血，任凭你金钟罩也抵挡不了飞剑的持续攻击。阁下是何人？不知与贫僧有何冤仇？有人花钱买你的命。多少钱？碧青和尚心中升起了希望，对方拿钱办事，那么自己也可以给他更多的钱来放了自己。
一文啊！一文。哞的一声，老牛看到酒瓮中的人，气愤地走到碧青和尚跟前，狠狠地给了他一脚。畜生牛都看不下去了，现在我问你答，说一句废话要你命，懂了吗？懂。你幕后的主使是谁？我师父，感业寺的主持。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为了长生。师父说，为了长生死1-2个人不算什么。老牛气愤的又给了碧青一脚，死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母亲，一个妻子，一个女儿，一个家庭。我的问题问完了，我饿了，厨房里应该有什么吃的，你要吃吗？碧青和尚以为瞎子是在与自己说话，心中顿时大喜，对方这是准备放过自己了。阿弥陀佛，施主果然慈悲。佛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苦海无涯，回头是岸。咱们有话好好说，诉诸于律法好不好？咱们都是文明人。被草上飞狠狠折磨了一番，碧青和尚凭借着强硬的体魄，居然还没有死。你是修佛的，我只知道儒家的修炼体系，你们佛家是什么体系？我师父不会放过你们的。你师父，放心吧，过几日我便把他送下去陪你。你到底是何方神圣？不是跟你说了吗？杀手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好了，现在我要送你下去了。这是从那个和尚怀里搜出来的，带着你的孩子走吧。这也太多了，还是你留着吧。死人的东西不能拿，否则对方会变成阿飘来找你的。明天早上就走吧，离开这里。为什么？帮我？这可不是帮你，咱俩是雇佣关系。谢谢你，梁哥。老牛，你写什么呢？作战计划。这么详细？老牛翻了个白眼，还不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于是老牛便全方位的给瞎子介绍了一下自己的作战计划。小子，你要从这里杀进去，嘎光小贼，然后再冲进主持的房间。你能先用剑法和他对战几百个回合，最后再……老牛正在给瞎子全方位介绍自己的进杀退计划，还附了一张地图。瞎子听得津津有味。感业寺老主持在房间里跳着诡异的舞步，他的寿元即将达到极限，死亡带来的恐惧让他入了魔道，希望以此达到长生。主持，怎么了？碧青师兄托我给您带个话。碧青，这小子还以为他出事了呢。碧青何在？你是？会有点头晕，那是正常的。怎么样，小子？我的计划用上了吗？算是用到了吧。屋里给你留饭了。老牛看着瞎子走进屋子，随后将自己写的几大篇计划书全部都吃进了肚子里，果然没用。燕13入3品境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整个南国公府。二夫人带着她的儿子燕京阳死不要脸的前来拜见瞎子，想让这个败家儿子也得个大造化。哼，让燕13那小子白白得了个那么大的造化，气死老娘了。娘，事已至此还能怎么办？都怪孩儿有眼无珠。无妨，那燕13不过是个遭燕家嫌弃、上不得台面的子孙，
你娘我是府中长士，这次来一定给你扳回一局。哎呦，冒昧打扰，还望先生莫要见怪。13，你怎么在这？见过婶婶，我是来谢谢先生的。原来是二夫人，有失远迎，勿怪勿怪。前几日老太君寿诞，抽不出时间来，这不，终于忙活完了。我儿子金阳一个劲的催我来，好好谢谢先生。先生是我家的恩人。二夫人这话说的，让瞎子险些都要信了，不愧是人精中的人精。先生，这便是我儿金阳，金阳还不快见过先生。金阳公子，你我可真是有缘分，这是咱们第3次见面了吧？哎呀，金阳想不到你与先生这般有缘。燕金阳听得嘴角抽搐，第1次见面就差点把瞎子给打了，第2次见面还数落燕13带来个乞丐，这下完了。金阳年轻不懂事，如若冒犯了先生，还望先生能够见谅。无碍无碍。先生，听说您给我家13解了心结，助他一步迈入3品境。先生，多亏了您，13才能解开心结，大恩大德，13永世难忘。我只是帮了你一个小忙，能有今天是你自己的不懈努力与坚持。先生谦虚了，先生大才。不瞒先生说，我家金阳半部3品，一直未能登堂入室，这次前来就是想请先生指点1、2。夫人过誉了，在下只是一介凡人，13公子纯粹是心魔所致，我只是稍加辅助。至于金阳公子，在下实在是能力有限，看不出金阳公子有甚心魔，还望夫人莫要见怪。这便是明明确确的拒绝了。二夫人和金阳的脸瞬间冷了下来，片刻后见势无果，二人便只好告辞了。林叔，你看这个瞎子的武功有几品？看不透。听说昨日大儒张太前来找那个瞎子，那瞎子竟然把燕13推荐给了张太。短短数日，他便从一个不待见的废材，忽然跃入3品境，日后还能得到大儒张太的指点，真是气煞我也。自从这个瞎子来了之后，燕13那小子就好运不断，他迟早要骑我头上。林叔，你说为什么会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命格不同。那若是他死了呢？燕13那小子毕竟是燕家子孙，可杀不得。我说的不是燕13，而是那个瞎子。先生，我敬您一杯，咱俩之前的恩怨就此一笔勾销。公子说笑了，咱俩何时来的恩怨，之前都是误会。先生宽宏大量。先生，那我便不绕弯子了。我与那燕13自幼有仇，他是我的一个心结。我若是要一念通达，继续走这条长生路，日后燕13定被我所杀。但是如今在先生有意无意的栽培下，燕13得了这么多的便宜，金阳实在是心烦气躁。倘若先生愿意从此不与燕13来往，那我南国公府自会对先生感恩戴德，金阳也会感激先生。瞎子听完愣了片刻，似乎怀疑自己听错了。那个精明的二夫人怎么会生出了这个玩意来？很是怀疑她并非二夫人亲生的。金阳公子与13公子的恩怨与在下并无任何干系，至于要断绝13公子的往来，恕在下不能接受这个无理的要求。瞎子已经说得很客气了，要是直白点说，你他娘的谁啊？老子跟谁交往，用你说3到4。我记得先生之前说过，自己并不是修行中人吧？不错。燕金阳盯着瞎子脸部的每一个细节，似乎在确定对方没有在撒谎。随后他负着手走出了亭子。瞎子愣了片刻，随后不由得一笑。原本以为这个燕金阳只是单纯的蠢，现在才发现错了。赐教。我自关山杀了他。赐教了。
你果真不是修行者，别怨我。他的手重重一握，铁链顿时发出令人胆寒的声音。别说是人了，就算是一头大象也会被碾得粉身碎骨。瞎子从幼年时积累的气，已经让龟息宫无比庞大，像是一颗炸弹自体内爆发。你是极品，走的是哪一门的路子？死人不需要知道那么多。我只想确认一下自己如今的实力在极品，以后遇见了炼气士也好知道极品要跑，极品可以揍他。看招！溜了。再动一下，这个拐杖会插进你的脑袋里。尸体交给你处理，理由你自己编一个，尽量合理一些。要不是看在南国公府的面子，今天你就死在这了。呵呵，但若是再发生一次这种事，我也不得不送你一程。哼。在南国公府待了几日，想来也是时候离开这里了。再蹭吃蹭喝就有些不礼貌了。先生放心，13定不会忘记先生的教诲。咱们有缘再会，说不定等下次见面，你已家庭美满。先生说笑了，13现在还未考虑婚配，也尚无心仪女子。往后的事谁能知晓？再说了，你用这个心玉找个喜欢的人，一点也不难。现在咱都城里面贤良淑德的单身美女都在上面寻觅良缘，你喜欢的那种温柔体贴的大家闺秀多得很，照片资料全都是美女本人真人认证过的，你就随便看随便挑，喜欢哪个直接就能语音视频。我这人嘴笨得很，不知道会不会瞧不上我。你放心，新遇上妹子多，男的少，美女都很主动的。你看这一会就有10来个美女抢着发消息，都是觉得你挺不错，想跟你认识下的。你直接去我左下角下一个看看，脱单肯定快得很。行，我去看看，劳烦先生了。行，那就在此告别吧。老牛，你说接下来咱们去哪儿？我可不想这么快就回安北四镇。那我们就去镇妖关吧。先前认识的那位顾西周说，那里古往今来只要是豪杰，都是要去看一看的。走，咱们就去镇妖关。瞎子和老牛一路向北直奔玉门关，走过多少路，见过多少人，他自己都记不清了。岁旦新年伊始，他们终于到了玉门关。烧饼，卖烧饼了。热乎的羊杂汤味，闻着热气腾腾的羊肉美食，让瞎子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老牛，今儿个我们大吃一顿，你快把钱拿出来。钱不都在你那里吗？钱怎么会在我这儿？不是你保管的吗？片刻后，过路的行人便看见一个傻子跟一头牛在街上吵了起来，说你是不是把咱们的钱给了哪个小母牛？你是不是背着我在外面找小母牛了？吵了一会儿，瞎子摸了摸身上，只剩下最后5文钱了。老牛，你喜欢吃什么？咱们只剩下5文钱了。我要吃烧饼。老板，2个烧饼。瞎子张大嘴巴，正要一口咬下去，这时一道人影忽地闪过，如同一阵风吹过，一口咬在了瞎子手里的烧饼上。死不要脸的，给我站住！对方一个转弯，眼看便要冲入一旁人流中，情急之下，瞎子直接将老牛举了起来。走你！谢谢你的烧饼，骚年。你给我过来，老子要掐死你！不就一个烧饼吗？至于吗？算我倒霉！哼！小兄弟，我看你骨骼惊奇，是练武之人吧？不瞒小兄弟说，我乃龙虎山道长，此次下山便是来寻找有缘人收做门下弟子。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入我龙虎山，成为首席大弟子？这里的武功秘籍随便你挑。不感兴趣。你跟我走，我便把这个能文养飞剑的仙葫芦送你。不如我给你介绍个徒弟吧。
哦，对了，你的门派一共有多少人？算上贫道河山门口那条大黄狗，一共是1个人。别走啊！你不是要给我介绍徒弟吗？这家有个小子叫秦始，顾西周说这个小子很有天赋，你不如收了他当弟子。多谢小兄弟了。多谢。今儿是拜神的日子，江云躲在家里，他蛮好奇神到底是什么模样。他爹从来都不敢带他去祭祀城隍老爷。姑娘在下是云游的行者，能否讨一杯水喝？大哥，你从哪里来？大隋。大隋是哪里呀？是一个很远的地方。哦，对了，这村子里的人呢？我找了许多家，怎么都没人在。今是拜神的日子，他们都去孝敬城隍老爷了。那你怎么不去？前些年，江云的堂姐便被城隍老爷掳去做了小妾，自那以后，江云便再也没见过她了。听人说已经死了。江云老爹得知了瞎子是云游者后，便把家里唯一的一点茶沫子拿了出来泡茶喝。爹，东西怎么没有给城隍老爷？城隍老爷今个不在，明天城隍老爷娶亲，再过去送礼。瞎子打算住1-2日再走，于是拿出了身上仅剩的2000银子。第2日，城隍老爷娶亲大摆宴席，瞎子和老牛跟着江老汉一起混进去吃席，也倒是没人注意到他们。祠堂内，泥塑的神像缓缓醒来，化为血肉之躯，随后缓缓走向中间一桌。今儿个大家一起喝个痛快！众人纷纷拿起酒杯敬酒，而那边的瞎子手里提着酒坛子，另一只手拿着筷子，不断的在桌子上扫荡，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吃了没多久，忽听那边传来嘈杂声，众人循声看去，只见一人被城隍老爷一脚踹飞了出去。娘的，没钱也就算了，你说说这几年都孝敬了老子啥，还他娘的跑这儿来蹭吃蹭喝。被城隍老爷踹飞的是吴老汉，早些年唯一的儿子，为了给城隍老爷建庙，被石头给砸死了。现在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哪里还有东西孝敬城隍爷？他死了！快抬走抬走，别扫了我们城隍老爷的兴。城隍老爷，您消消气。老子不发威，真当老子是好欺负的。你还有你傅三强，你他娘的把粮食偷偷埋在房后，别以为老子不知道。傅三强一听，脸色煞白，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一句话也不敢说。还有你张得开，你今年送来的粮食比去年少了1大半。城隍老爷，求求您，我娘病重，郎中说要多喝一些米粥，老饿着对病不好。哼，半截身子都要入土的老太婆，怎么你也想跟你娘一起去下面不成？赶紧把你缺的粮食补齐，否则你的下场和吴老汉一样。哼！教训完了几人，城隍爷又转过头，这次目光直勾勾地盯着江老汉，笑得很是阴森。江老汉，你家那女儿呢？怎么又没带出来？给老子上供，从来不敢带你女儿，别以为不知道你的小心思。等过些时日，你自己把女儿送过来。江老汉一下子像是失去了所有的力气，一屁股瘫坐在了地上。城隍爷杀鸡儆猴，目光扫视着众人，无人敢与其对视。没有交够数目的，限半月之内补齐，否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瞎子默默地喝了一口酒，站起身。与此同时，城隍爷也注意到了这个不属于村庄的凡人，眼睛死死地盯着他。你是何人？你又是什么东西？此言一出，在场的众人无不色变。城隍爷作威作福惯了，猛地来个人敢这样说他，城隍爷不由得勃然大怒。找死！火云掌。城隍爷愣住了，他这一巴掌呼上去，这牛不死，那也是半残。
怎么打在这老牛身上却毫无效果？城隍爷顿时火冒三丈，胸腔中爆发出一股巨大的力量，将香火之力凝结在手。无知的凡人，老夫这便送你去18层。还真是泥巴做的。羞羞的铁拳。你好好吃饭不行吗？掀什么桌子啊？谁给你惯的臭毛病？你妈没教过你不要浪费粮食吗？哼，本想着吃完了饭再收拾你，你怎么就这么欠揍？接着一拳又一拳，地面很快出现了一个大坑。城隍爷只在最开始发出了一声哀嚎，紧接着便没有了声息。这个在小山村作威作福了数十年的城隍爷就此殒命，周遭一片死寂。过了许久，不知谁喊了一声快跑，周围人惊恐的一哄而散。不要跟别人说是你带我来宴席的。再会。兰儿，我记得你来燕府的那一天，也是在这个时候。少爷，你还记得呀？怎么可能会忘？东西都带好了吗？该收拾的都收拾好了。主仆二人拎着行李，燕13将几个重的包裹都背在了自己身上。他们踏着夕阳离开了南国公府。喂，别闹！喂，别睡了！我操！哎呀妈呀，吓死我了！明明你才是妖怪，好吧？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然后是要想此路过，留下买路财。对对对，正好我饿了，你把钱交出来，吃的也行。熊大当即从怀里拿出一张烧饼，瞎子接过烧饼一撕两半，另一半得给老牛吃了起来。我叫马良，你叫什么？熊大。熊大怔了片刻，才反应过来自己是个熊妖。你把饼子还给俺，那是俺的午饭。有水吗？有些噎得慌。你当俺是什么？俺可是……熊大话还没说完，瞎子一掌打在树干上，只见一道细小的裂痕沿着树干迅速开裂。现在有水了吗？没有别的吃的了吗？你天天就吃这个？啊不，还有种的玉米和红薯，好吃吗？不太好吃。没有荤腥也不行啊。熊肉不知道好不好吃呢？俺可不好吃。逗你玩呢。这时，整座山都开始剧烈的摇晃起来，天空像是裂开了一道口子，大颗的雨点砸向地面。看样子只能在这儿休息一晚了。瞎子盘坐在石床上，体内力量缓缓升腾。瞎子能感觉到自己身体承载的气血已经到了极限。这些日子，他隐约察觉到了自己似乎要突破。青色命格一心一意，白色命格勤能捕捉，两种命格的属性因为二胡升级了的缘故，所以大幅提升。第二日，泥丸开，瞎子缓缓吐出一口热气，他感觉现在自己的身体充满了力量，让他有一种想要大战一场的冲动。要是熊肉和牛肉一起煮，那会不会好吃呢？俺的亲娘嘞，别吃我！我给你想想办法。是熊大呀，有什么事吗？小狐狸刚刚修炼成人没多久，看上去呆呆的。熊大觉得实在有些对不起朋友，但是为了保命也没办法。小狐狸，你家里还有吃的吗？我家才没有10包大米、5包地瓜干、1包熏肉和1袋面饼呢。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我不排斥
吃你们的东西，每人喝一口吧。不大一会儿，他们便觉得体内像是烧起来了一样。什么情况？完蛋了，酒里有毒。你杀我们还用得着毒酒吗？娘，我对不起你啊。不多时，熊大和小狐狸便盘腿而坐，等待死亡的降临。成了，俺熊大终于变强了。2日后，熊大从修炼中领悟到了更高的境界，而小狐狸也获得了不少的成长，这多亏了瞎子的酒葫芦。怎么回事？估计是大王又要化礁了。希望这一次能够顺利。化礁？我们这个山有个很厉害的老大，是一条蟒蛇，名叫张三。梁根倒是听过一些传言，入江为蛟，入海为龙，走礁往往都是洪水爆发之日。看样子只能等他走礁结束了。大王之前已经走过3次礁了，每一次失败都拿我们撒气。我奶奶和我娘就是被大王吃掉的。像小狐狸这种段位的小妖怪，自然不敢想着报仇之类不切实际的想法，能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希望他能走礁成功。大山深处，一小童手中拿着一座数寸高的山峰，晶莹剔透，山峰之中盘踞着一条极为细小的黑影。哈哈，我说张三，你怎么胆子还是这么小？放心吧，这次雷劫劈不到你的，我已经在周遭设下了阵法，大山内的所有生灵将会替你承受雷劫。霎时间，小蛇从小童手中的山峰上冲了出来，宛如一道流星，落在一旁的河水中，瞬间变成一条比碗口还粗的巨蟒。这巨蟒乃是小童从小养到大的宠物，只是因为业力背的太多，滥杀无辜，几次入江为礁都没有成功。这次若再不成功，他将万劫不复。这货化礁不会连累我们吧？巨蟒冲过了一片山谷，翻滚着向山下冲去，滔天洪湖水席卷而下，掀起千层巨浪。此刻巨蟒眼前出现了一座300余年的巨大拱桥，只要越过此桥，便可化身为礁。射！如金口预言，大山之外庞大的法阵缓缓转动，紧接着隐约可以看到大山深处一道道魂魄被牵引出来。借你们的业力一用，能为本座的小蛇抗住雷劫，也算你们的造化了。完了，这下完了，我们的魂魄要被拿走了。熊大哥哥，我是不是要死了？这次恐怕凶多吉少了。下一瞬间，巨蟒的身上亮起了一层奇异的光芒，巨蟒发出一声兴奋的喊叫，便要越过桥入江为礁。这下糟糕了！真他娘的倒霉！此小蛟龙本名为童子生，是一江之主蛟龙之子。这次不但自己的宠物小蛇化礁失败，连自己数百年的道行也几乎毁于一旦。至于具体是怎么回事，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究竟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错？当务之急还是早些回去休养才行。前方出现了脚步声，是一个人和一头牛。童子生擦了下嘴，苍蝇肉也是肉，随后化身为蛟，向瞎子他们游去。是你害死了我的2个小伙伴。瞎子并不知道童子生的存在，还以为他是那条化礁成功的小蛇呢。
很强啊！童子生微微一愣，只觉一股寒意袭来。对面这个瞎子绝非等闲之辈，想吃他有点难度。燕子穿云纵，呵呵，区区一介凡人也想和我过招？本来不关我的事，但是你害死了我的2个小伙伴，所以今天你必须得死。进来！果然是胶，不是几下便能解决的。瞎子再次使出绝杀，可对方皮糙肉厚，根本不是一时半会就能解决掉的。足足打了1炷香时间，2人打得昏天暗地，越战越远。这混蛋怎么这么难缠？2根越战越勇，体内泥丸秘藏给了他更多的回旋余地。如果没有开启泥丸秘藏，恐怕2根今天很难有取胜之道。你丫的臭瞎子，我跟你拼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让2根再次有了不一样的感受。老牛打扫战利品。蛟龙实在是太过巨大，2根用刀先挖出蛟龙胆，随后又割下了一些蛟龙肉，便带着老牛匆匆的跑了。谁也不知道会不会再冒出来一条。哎呦，这不是长青和尚吗？好久不见。阿弥陀佛，施主，你为何来这里？我要去镇妖关，一路上在闲溜达。镇妖关，此去镇妖关险象环生，最少需要1到2年的时间。慢慢走，总能走到的。说说你爸，你怎么来这儿了？贫僧奉师命，一路游历宣扬佛法，这就是贫僧的每日工作。你都有工作了，想来是混得不错，比我可强多了。朋友遍天下，走到哪里都不怕。2根有了这样的朋友，又可以过一段舒服的日子了。如果我没猜错，你这是在要饭？什么话这是？此乃化缘。今晚我们睡哪儿？以天为被，以地为床，我们都沦落到要饭了，那睡桥洞又有何妨？桥洞底下盖小被，躲在被子里面抹眼泪，抹完眼泪无所谓，逢人就说对对对。2根的泥丸虽然已门户打开，可也只是一个空架子。他略微估算了一下，以现在这个速度，要完全打开泥丸，至少需要10余年的时间。傻子，别跑！傻子！你跑啊！你跑个屁！为首的小子不由分说便上去一脚，随后又是一巴掌，被打的小子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去告诉你叔啊！你再去告诉你叔啊！哼，去把他绑在树上！住手！循声望去，只见伊哈拎着一根木棍，怒气冲冲地跑来。原本气势汹汹的那群小子见了他，立马慌了神色。你又来逞什么英雄？都给我揍他！完了，这下完了！哎，我没死呀，是你救了我！这是我唯一能卫星通话的华为手机，请你收下，以报救命之恩。不必，我在左下角领的有。我之前去左下角，连领取界面都没有，更别提领手机了。我看看。你的不是，我这个怎么可能领到手机？我在应用商店下载的，有官方认证的呀。你搞错了，我左下角的是不用下载的，点进去就能看到领取界面，官方专属福利链接，只有这才有。应用商店下载岂不是人人都能拿到？厂家又不傻，你看粉丝群里好多人都领到了。那怎么领？认准左下角专属福利链接，不用下载，上线就有领取界面，升级，苹果、华为轻松到手。那我试试去。左下角领的手机真的发货了，认准左下角就对了。他叫乐欢，小时候得过一场病，脑子出问题了，
所以经常被他们欺负。哼，那些家伙等我明天去好好教训他们。对了，你们在桥底下做什么？我们在下面睡觉。为什么要在那里睡觉？没钱。那正好去我家吧，要不是你，我刚才可能就要嘎掉了。盛情难却了。几人先把乐欢送回了家，随后伊哈便带着梁根他们回了家。你这个做来干什么？这个事情你还是不知道的好。你不会准备用这个弓去对付今天欺负乐欢的那些人吧？哼，他们不配，这是用来对付那些黑旗强盗的。原来寨子附近有一伙强盗，周边的几个寨子都害怕他们，每年都要贡献许多钱和东西。一群瓜怂，明明他们就只有几十个人，我们寨子里这么多人，根本不用怕他们的。可寨主爷爷想着息事宁人，那帮可恨的家伙却贪得无厌。那你们寨子里就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吗？有，以前有很多人，我爹以前还是巡逻兵的统领呢。那现在呢？现在就只有我和乐欢2个人了。别看我们2个人力量不可小视，有志气。上瑶寨残阳四血，黑旗肆虐，尸体七零八落地躺在地面，散发着恐怖的死亡气息。如此惨烈的一幕出现在寨子里，却没人敢出来阻止，甚至没有人敢露出不忍之色，他们都麻木地等待着自己的命运。寨子中10几个倒霉蛋被揪了出来，马上的黑旗弯弓搭箭。一轮齐射，几乎全部毙命。一个母亲紧紧捂住了孩子的眼睛，不让孩子看到自己的父亲被人杀死这一幕。3日，我最后再给3日，3日若还未筹齐，屠寨。黑旗们扬长而去，留下仍旧麻木的人群，呆呆地站在那里。隔壁上瑶寨被杀了几十号人，黑旗帮还放出话来，若是3日之内凑不齐，便要屠寨。能进祠堂的都是有些威望的，此刻皆是一脸愁容。上瑶寨离他们的寨子不算太远，到时一定会被波及。咱们寨子今年本就没多少粮食，大伙吃喝都成问题，哪儿还有东西给黑旗帮？即便是凑齐了，那下半年我们吃什么？那你说怎么办？不给，等着他们来屠寨。众人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了。不给粮食活不了，给了更加活不了。要不跑吧？跑不出去的。对面全是骑兵，咱们跑不过他们的，只有打。荒唐！祠堂岂是你一个娃娃能进来的？赶紧轰出去！当即便有2个汉子一左一右抓住了伊哈。你们宁可把希望寄托于虚无缥缈的逃跑，也不愿意反抗吗？懦夫，活该被人欺负！拖走，拖走！你屁股疼不疼？屁股疼算个屁！等那群强盗冲进来，咱们连命都没了。老大，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去找别人帮忙。这几个老顽固说不动。我让你胡言乱语，让你不听话。原来是白天的时候，伊哈带着乐欢挨家挨户的找人，想让更多的人加入他们的巡逻队来对抗黑旗帮。最后给伊哈的爷爷亲手将伊哈拎了回来。你是不是不想活了？你忘记你爹是怎么死的了？伊哈倒也硬气，屁股上全是红印子，愣是一声不吭。最后还是长青将愤怒的老人给劝了回去。我听说寨子里的人要准备逃去上府。一群懦夫，他们跑不过黑旗帮的，蠢货，无知。你若是面对那群家伙，真的有勇气反抗吗？当然了，他们不过是看着吓人而已。那咱俩打个赌，如果你真有那份勇气，我就帮你打跑那群黑旗，怎么样？伊哈上下看了看瞎子，伊哈知道梁根在哄他玩。我又不是小孩子，这个玩笑一点也不好笑。2日后，寨中的大部分人都同意了去上府先避避风头，于是，一群人在老寨主的带领下迅速撤离寨子。马蹄声，黑旗帮竟然来得这么快！不过转眼间的功夫，几十余匹黑旗便跑到了眼前。伊哈知道自己根本拦不住他们，为了给寨子里的人拖延时间，伊哈从背后拿出了弓箭。老大，老大！只见远处一道身影正快速地向这边跑来，这不是脑子坏掉的乐欢，还能有谁？哪儿来的小屁孩？好像是寨子里的人。喂，小子，你们寨子里的人是不是都跑了？把你给扔下了！哼，你们
你们别嚣张，等我老大来了，把你们都灭了。那你老大呢？我老大不在这儿，我得去找他了。你小子又是谁？老子是巡逻队的统领一哈。巡逻队？巡逻队不是几年前就被我们灭了吗？我父亲被你们杀了，我便是新一任统领。我记起来了，你父亲叫一峰是吧？可惜你们寨子里的人没把你们当英雄。既然你送上门了，那我只有将你送去你父亲那里了。去你娘的！老子和你拼了！老大，和他们拼了！哼，跟他爹一个德行。话音刚落，两支利箭破空而出，直奔伊哈和乐欢。小子，退后！小子，我这就送你去见你父亲。去你娘的！老大，跟他们拼了！黑旗首领发出一阵冷笑，举起手挥了挥，两支利箭破空而出，直奔伊哈和乐欢。小子，后退！还记得我跟你的约定吗？记得。现在我来履行约定了。阿弥陀佛，施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黑旗首领打量着突然出现的二人，一个是和尚，一个是瞎子，这两人在他眼里不成气候。你们是何人？施主已造杀孽太多，现在唯有放下屠刀，方有救赎之路。来吧，我送你们去救赎之路。见对方没有退步的意思，黑旗首领直接暴怒，杀了他们！你们两个后退！瞎子的拐杖瞬间化作一片刀幕，冲上来的敌人瞬间被刀光吞噬，有的被砍成两半，有的直接被撕裂。他们只觉剑气如惊涛骇浪，疯狂地吞噬着他们的灵魂。今天即使你们不出手，我也不会放过你们的。上，都给老子上！杀了他们！大天造化掌。长青和尚，这也太帅了，我得给他拍下来。大叔，此为何物？这是我刚在爱回收上买的二手 iPhone 14 Pro Max， 比新机便宜了4000多。真的吗？爱回收是专业回收手机的上市公司，他们家卖的二手手机都是自己回收的精选好货，官方质检，7天无理由退换，1年质保。总之，买卖二手手机，认准上市公司爱回收。那的确不错。大师，你不是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我放下了，求放过。施主能有这般领悟，贫僧很是欣慰。这个黑骑兵心中大喜，比起那个瞎子来说，这个和尚好说话多了。阿弥陀佛，贫僧这便送你去见佛祖，让你在佛祖身边得以修行。苏醒了，猎杀时刻。阿弥陀佛，无量功德。黑旗首领呼的一声大吼，一股气浪扩散开来，让在场的人都睁不开眼。本以为黑旗首领会发动猛攻，可让瞎子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黑旗首领竟一溜烟跑了。瞎子不由得一笑，轻念了一个字：去。酒葫芦中的飞剑化作一道长虹，如风如电飞掠而出。你们不多待几日吗？不了，还有路要走呢。大叔，你们俩可真厉害！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得像你们那般厉害？你也很厉害啊！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可不敢一人面对这么多强盗。乐欢也很勇敢。好了，回去吧，别让家里人担心了。大叔，你们一路慢走，记得回来看我们。一定。小子，有缘再会。瞎子拉着二胡，意念神游俯视大地，体内的气息流转，归息功进度94%，一股轻盈之气在瞎子的经脉之中游走。
阿弥陀佛，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施主能领悟到这般境界，实属不易。世风日下，牛风不谷啊！二人一牛站在崖边游目四顾，这一刻只觉心中豁然开朗，所有的杂念都烟消云散，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爽！阿弥陀佛！忽然老牛尿意上涌，率先站起身，风吹裤裆淡淡凉，开闸放水。老牛，你很逊哦，看我的！这样做是不对的，尿尿要掌握方法，才能尿得更远，尿得更高，尿出水平。待贫僧给你们演示一下。喂，你看见了吗？越过这座山之后，便能走出10万大山，看见沧海了。到了沧海，便能直奔云州，云州过后就是镇妖关了。此剑似乎是听懂了他的话，发出阵阵嗡鸣之声。忽然天降甘露，张松忍不住一喜，他抬起头，甘露正好洒在脸上。天降甘霖，怎么还带着一股怪味？张松正有些疑惑，下一瞬间，一道水柱喷洒在了他脸上。好他娘的尿骚味！张松点了点头，尿尿之人必定是上火了，应该多喝点菊花茶去火。山顶有一间客栈，这荒郊野岭的地方居然还有客栈。瞎子他们进去后，发现里面人还蛮多。哎呦，客官打哪儿来呀？阿弥陀佛，贫僧乃是大隋人士，途经此地，还望老板娘多多照佛。原来是2个雏儿，有趣有趣。老板娘，给我们上2个拿手菜。客官，您的茶喝完了，需要点一些什么吗？不需要了。客官，这儿的规矩，一盏茶只能待1炷香的时间。兄台若是不介意，跟我们凑一桌吧。大汉看了瞎子一眼，搬着凳子走了过去。小二见状也不好说什么了。多谢。走江湖的搭把手而已。施主是要去哪里？就在这儿，我来杀一个人。不多时，门外走进来一人，正是在山下被瞎子和长青浇了一脸甘露的张松。好酒好菜的端上来。哎呦，今天的客人还真不少。锦衣公子打量了一桌的2个道士，那2个道士一句话也不敢说，拱了拱手，仓皇地离开了客栈。什么乌七八糟的炼气士，哪儿跑过来的？你他娘的说谁呢？当即一人拍了桌子，只是话还没说完，便被同行的人给拦住了，耳语了几句。那人当即面色大变，沉默了2秒，颤颤巍巍地给锦衣公子行了一个礼，便和同伴走了。你一来，我客人全跑了。我补偿你就是了，你还不快滚！然而张松神色凛然，似乎是完全不惧怕对方。天下修士千千万，但是很少有修士愿意去惹剑修，而张松便是一名纯粹的剑修。看什么看，滚！张松一拍桌子，猛地站了起来，十分硬气地说道：“滚就滚！”真是能屈能伸啊！多谢2位，我吃饱了，我要等的人来了，谢谢你们的款待。李子敖吗？想向你讨教2招，去外面，别坏了这儿的规矩。就这样一拳打死了。妈呀，好强的武功！这人至少6品，不对，应该更强。瞎子躺在床榻上，久久不能入睡。白日的战斗带给他的震撼，不亚于一个纯情的小处男。某一日，突然找到了爸爸珍藏许久的碟片。这一夜，瞎子彻底失眠了。本来商定是第2日下午便走的，在临走时，老板娘忽然传来话，要单独见见长青。不会出什么事吧？往日无冤无仇，不会有什么危险的。我是怕他吃了你，我看到他的目光一直盯着你。阿弥陀佛，贫僧乃是出家之人，女人只会影响贫僧的念经速度。
客栈2楼，雅见那老板娘侧身躺在芙蓉榻上，身上散发着一股淡淡的幽香。这个施主，你找小僧有何事？小僧还要跟有人赶路呢。没事就不能找你了吗？春宵一刻值千金，你我还是早点。施主，小僧自幼入佛门，早已断了7情6欲，无心此事。当和尚多没趣，今晚我亲自教你玩一个打地鼠的游戏。施主，你要做什么？良久之后，瞎子在门外听着里面奇怪的动静，忍不住推开门。姑娘，放心，小僧会对你负责的。这个场面让瞎子一辈子都无法忘怀，这也太辣眼睛了。天空澄碧，茜云不染，远山寒带，和风送暖。2人1牛走在下山的道路上。我之前没做过什么奇怪的事情吧？瞎子想到那个被摧残的凳子，揉了揉被辣到的眼睛。没做什么奇怪的事。长青小心翼翼地提了提裤子，怎么忽然觉得自己下面好疼啊？哎呀！一晃半个月过去，2人1牛来到大顺府，眼前这周家乃是人尽皆知的当地首富。听说周家公子1年前得到了一个藏宝图，他便要准备出发去海上寻宝，为此高价造了一艘能横跨沧海的大船。开船在即，今天就是周公子广邀各路志同道合的豪杰，与他一起去寻那虚无缥缈的宝藏。一旁的瞎子听得清清楚楚，他们正要去云州，如若能搭上这条船，那是最好不过的了。我问你，你可懂这趟探险的意义是什么？那个是为了寻找宝藏。粗鄙，你连去探险的意义都不知道，不配成为本公子的伙伴。出去！边上很多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答不出个所以然来。我来打！你个瞎子，就别乱跑了，回去吧。来既是客，给些钱，再把人赶走。瞎子微微一愣，这就是有钱人见面打招呼的方式吗？周公子不是想知道探险的意义吗？那就是无任何意义。什么？小子，你胡说八道什么呢？轰走，轰走，赶紧轰走！探险并没有意义，真正的意义是在旅途中遇见的事，是在于自我的成长。兄弟，这安排还满意不？用不用我再去为你叫几个妹妹来？哟。便不用了，我只想早点上船。梁兄，已经一切准备妥当，后天我们就启程出发了。麻烦周兄了。梁兄，这颗灵石送与你。瞎子手掌一接触到这灵石，顿时感觉到一股温润之感传来。灵石散发着一种特殊的光泽，隐隐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流转。只是转眼间的功夫，一颗灵石便已被梁根吸取干净。看不出来，梁兄也是一名修士。并不是，其实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灵石的能量就转移到了我身上。要是梁兄喜欢，我便送你一些。那恭敬不如从命了。灵石既有当货币的作用，也有引气养生的功效。灵石还可以为修士提供蕴含的灵气。可是，瞎子吸收了灵石中的灵气，却能直接转化为力量。请问哪位是周公子？你是？你们2位兄弟也在啊？3月前，瞎子和长青在有一间客栈，目睹了温涛一拳打死了那位锦衣公子。没想到今儿个在这遇见了。我是。听闻周公子要去云州，我愿意贴身保护周公子。在下有梁兄，用不着你来保护，而且我已经找到小伙伴了，你请回吧。不如就带上他，我见他有些本领，兴许能帮上什么忙。多谢梁兄美言。那不如再加上我一个。这不巧了吗？大家都在客栈见过，也知道张松的一句滚就滚，
喊出了心中最后的倔强。哈哈，原来是从新剑客，想来这趟旅程不会太寂寞了，有的热闹了。这是什么奇怪的称呼？翌日，大船驶出码头，航向万里之外。楼船如一片芦苇，在海浪中穿行，又快又稳。老牛，过了沧海便是云州喽，咱们的路已经走到一半了。世界真大啊！你说咱们要是全走完，要用多长时间？没想到梁兄还有这样的远大志向，闲得无聊罢了。哦，对了，还没问张兄要去云州做什么？我去云州只是路过，在下要去镇妖关还一柄剑。瞎子只是笑了笑，并没有再多问。行走江湖，谁还没几段故事？温兄练的这是哪一派的拳法？哦，这是石卷门的擎天拳。那个，在下想跟温兄切磋切磋，不知温兄现在是几品？6品5夫。梁兄，我们以切磋为主，我只用2品如何？没问题。那接招吧。瞎子连续硬抗了3下，哪怕在诸多力量的加持下，瞎子还是被震退了8步。不错，梁兄，接下来我可不客气了。来吧！瞎子体内的气血像是被抽干净一般，恐怕需要数日才能恢复过来。梁兄果然厉害。交手中，温涛确定了对方不是修士，然而一个普通武人竟然逼得他最后不得不升到了3品才结束了战斗。等我吃些东西补充下体力，明天我们继续切磋。哈哈，好好。接下来半个月里都是相安无事，他们能看见的除了海便没有其他的了。大家最初的兴奋劲儿也逐渐过去了。真够无聊的，你们说咱们也遇不到点什么事，哪怕遇见个海盗也行了。顺利一些，你好像很不开心啊。什么都碰不见，怎么施展我那超群又牛逼的剑术？张松刚说完，雾蒙蒙的海面顿时乌云密布，顷刻间，海上一道电光划破天际，发出巨大的轰鸣声。起大风了！诸位快回船舱，当心被风刮进了海里。你不进去躲躲？下雨的时候总能让我想起他。啥？每当雨滴打在我身上时，总感觉是他在拥抱我。说人话。我腿抽筋了。阿弥陀佛，越是在这种时候，我们越要淡定。你能不能别抱着我家老牛了？我家老牛还没成亲呢。阿弥陀佛，贫僧不会水。大船像是喝醉了酒的人，摇摇晃晃，发出恐怖的嘎吱嘎吱声。周兄，你家这船结不结实？那自然是结实无比。大船被风浪摇得东倒西歪，可此刻船舱底部，周管家将事先准备好的火药安置在了船舱底部的一角。妮妮，爹会救你出来的。什么船要炸？老牛敢这么斩钉截铁地说出来，那就证明他的预言是对的。我们还剩下多少时间？2个时辰。2、1。老牛，你个坑爹货！轰的一声巨响，船上的人还没有反应过来，便被这一声巨响给打翻在了海里。
老牛，你在哪儿呢？现在怎么办？其他人不知道怎么样了。爆炸的一瞬间，瞎子只来得及护住离自己最近的老牛和周有才，可周有才现在也不知所踪。放眼望去，远处一个人影屹立在海中，全对着苍穹双臂一震，震得海水猛烈翻滚。那是温涛。梁兄，梁兄，救我！快救我！老牛，快划过去救他！此刻一道巨浪向着温涛涌来，千钧一发之际，使出浑身力量，对着巨浪就是一拳。温涛试着将这股巨浪打散，只是他的力量反而使得周遭海浪更加狂暴。温兄住手，快别打了！温兄退后！三个指字似乎抽干了瞎子的所有精气。万幸的是，他们借着这一块木板飘到了一处最近的小岛上。其他那些人不知道怎么样了。温兄，你海面上有没有发现什么人？人只找到一个，不过早就已经死了，其他的都不知道被巨浪卷哪儿去了。全死了，大概吧。船是被人炸了，有人要害你。啥？有人要害我？是，就为了杀我，炸了船，要害死这么多人。周有才这个从小在温室里长大的花朵，哪有经历过这些？此刻他不禁陷入了怀疑人生当中。接下来我们怎么办？总不能一直在这个小岛上吧？只能靠自己了。温兄、周兄，收集食物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放心，一定办妥。7日后，3人1牛才终于重新出发，划着瞎子做的简易独木舟，在海中游荡。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3人1牛在海面上整整漂泊了3个多月，最后在老牛的不懈努力下，他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云州，距离镇妖关又近了一步。这群王八蛋，老子都累成啥样了，也不等我一下！诸位父老乡亲，正所谓山在西来水在东，海水滔滔南北通。人走江湖交朋友，走到四方都相逢。船和钱都沉入了海底，现在只能用卖艺来混个饭钱。只见一个光着膀子的汉子躺在地上，身上压着一块厚厚的石板。堂堂6品武夫，竟然沦落到街头卖艺，温涛自然觉得有些有辱师门。这不就是胸口碎大石吗？我们都见过。就是，没什么好新鲜的。在这地界，南来北往的人很多，所以这些人也就见多识广，自然知道许多。错，我们这不是胸口碎大石，而是脑门碎大石。对，脑门碎大石，这我们也见过了，都见过了。我们还可以胯下碎大石，你们总没见过了吧？啊！温兄，你顶得住吗？来吧。温兄，今日过后，我带你好好轻松一番，体验我新发现的乐子。什么乐子？就是这个最近爆火的休闲游戏。你看啊，开局一只小粉猪，召唤出什么全看你选择，然后不断强化升级，最后通关能领超多奖励。最近出了很多新关卡，这关我玩了好几次都没过，不信你来试试。看着有点意思，在哪下载？不用下载，直接点左下角就能玩，估计你3关都过不去。温涛不愧是6品武夫，运起气来浑身硬得像铁一样。一旁的女人见了，眼神纷纷一变，这男人真强。这都是小意思，来，老牛给他们整个火。
天哪，这牛还能后空翻！再来一段，再来一段！观众话音刚落，老牛当即双腿站了起来，扭动着肚子跳起舞步来，大家纷纷喝彩，很快便吸引了更多的人观看。此刻不远处，茶摊上一个戴着斗笠的男人目光正盯着周有才，最后直到他们步入客栈，才缓缓离去。小二，桌子上的菜再全部重新上一份，吃，大家放开了吃。这是几辈子没吃过饭了。梁兄，周兄，在下要走了。温涛一拱手，他是要回师门的。到了云州这里，便跟瞎子他们分开了。山水有相逢，温兄一路走好，欢迎来石卷门找我。这就是江湖了，初出茅庐的侠士会遇见许多的人，随后便是即刻的分离。卖艺赚来的钱，吃饭花了一半，现在他们的钱只够开一间房了，所以只能2人1牛挤在一间屋子里过夜了。早些睡吧，明早还要赶路呢。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了，就在2楼左手边的第1间房。这小子真是命大，在海上还能活下来。哼，动手！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天。窗户被轻轻推开一条缝，黑衣人正欲要跳进去，忽的脖子一凉。有高手，快闪！不太平喽。翌日清晨，梁根准备先送周有才去周家在云州的分部，距离这有10余日的路程。虽然跟自己不顺路，可也总不能抛下周有才一个人不管。梁兄，你对我真好，你放心，等我回到家以后，一定报答你。你已经付过钱了。什么时候？那1袋子的零食。林中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忽然发现前面有个茶摊，正好可以喝口茶躲躲雨。小二，来3碗茶。来喽。二位这是打哪儿来？瞎子2根手指夹起1根1寸多长的筷子，中指一弹，啪的一声弹在了小二腰间，小二浑身一颤，跌倒在地。我可是2品修为，不怕不怕。看样子我们被人盯上了，还是赶路要紧。我自关山说是谁让你来杀我的？走吧，他是不会说的。人呢？往东面去了。轿前的那红衣女子手持一个龟壳，背上印着周有才的生辰8字，在手中不停地摇晃。公子是往西边去了。怎么可能？我明明看他们往东边去的。废物，被人算计了还不知道？追！梁根他们沿着羊肠小道一直走到了天黑，找到了一处破旧的庙宇。虽然破旧，但至少还能躲雨。来人了！公子，人找到了。杀了。还有1人，也一并杀了吗？有没有点职业操守？本公子说杀一个人就只杀一个人。马车内的公子义正言辞，3个黑衣人当即操起武器，向着周有才杀去。这小子本事倒是不小，看样子还需公子出手才行。哼，真乃一群废物！阁下是哪门哪派？无门无派。既然如此，奉劝你别多管闲事，可知我家公子的名讳？还望赐教。72路青莲剑，1点千里快哉风，你应该听说过吧？抱歉，没听说过。跟他说这些作甚？浪费口舌。年轻公子刚跨出马车，还没来得及拔剑，啪的一声，一道劲风袭来，
年轻公子身后的马车便已被炸得四分五裂。哈哈，看来常青教我的一层如来神掌果然能吓唬人。我自关山点酒72路青莲剑，一点千里快哉风，名气很响。这是我师傅的名号。哦，一般般。你是几品？三品。3品剑修？不是。看来使剑的也并非都是剑修，两根了然了。最关键的是知道了，现在自己打3品炼气时是将他摁着打。哼，真是废物一个。没想到你才是那个幕后的。你知道的太晚了。看剑。不堪一击。呀，是我二舅。信得过，信得过，信得过。哎呦，我那可爱的大外甥啊，可把二舅给吓死了。二舅，我差点就回不来了。一阵嘘寒问暖后，周有才便和瞎子告别了。瞎子拉着老牛融入街头，很快便消失在了人海当中。小朋友，发生什么事了？从孩子口中得知，原来他们一家人在山脚采蘑菇时，被山上洞内的一伙山贼洗劫了。孩子的母亲和父亲都被他们抓走了，生死不明。完了，一切都完了，这个家要散了。大叔，求求你，救救我父亲和娘亲！你在这照顾好奶奶，等我好消息。山上盘踞着一伙山贼，以一个名叫金眼虎的山贼为首。此人身怀绝技，擅长银针刺穴之术。周遭几个村庄都遭遇过他们的洗劫，官府也发出了通缉令。大哥，这些女人，瞧你小子那德行，狗肚子里装不了2两油。这些女人兄弟们一起享用。大当家英明，大当家太帅了。大当家，外面有人求见。何人？是个瞎子，看着挺豪横，说是跟大当家你是老相识。金眼虎回忆了一下，好像不认识什么瞎子，他倒要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敢闯自己的虎穴。让他进来。在下是从南面来的，已经有好些时日没吃饱饭了。哟呵，这小子还玩起手机来了，你过去看看。有人喜欢变娇修女？这不是刚出的新游戏《命运盛器》的女主蜜雪儿吗？看来你挺识货。你看，就是这个冯提莫代言的游戏里面的女主，一键便能换装，百种媚态任君欣赏，且有魅惑互动语音高品质音效，游戏人物全部使用3D 建模，均可360度无死角观赏英雄专属高燃战斗场景，拥有史无前例的超强打击感。哎呦，真不错，等会我也下个去玩。点击左下角下载就行了。慢着，不对呀，你他娘的胆子够肥的，敢来我们石头山蹭吃蹭喝。哈哈，兄台真是好气魄，不过气魄虽大，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本事了。说来惭愧，我也就对付你们这些小毛贼还行，要是你们这里有修士，我可能就要掂量掂量了。找死！别急，等我念完。金眼虎原名金大宝，巨野人，原在一户人家做长工，因看中了那户人家的妻子，随后将其先奸后杀。为了掩盖事情，又杀了他们全家，最后落草为寇。好，好，好，我今天就看看你到底长了几个脑袋。
我自关上酒，千秋皆幕后。老子今天跟你拼了！这可是你自找的，关门放牛！老牛一个闪现，啪的一声堵在了门口，外面的匪徒进不来，里面的出不去。今天这里的人一个也别想跑！还愣住做甚？杀了他！快杀了他！放眼望去，堂内刀光剑影，大概半盏茶的功夫，瞎子背着一个包裹走了出来。只见堂内横七竖八的躺着10余具尸体，正是大当家和几个头目。头目已经被我铲除了，你们赶紧回自己的家吧。多谢壮士相救，多谢壮士相救。是个瞎子。是的，县老爷心中了然，想来一定是这个瞎子从哪儿捡到了山贼的尸体，来这邀功来了。他娘的，老子刚要和三夫人打地鼠，让这货给搅黄了。你小子是不是？这个是金眼虎，这个是2当家张平，这是3当家赵一，合计一共72两纹银，就收你70两银子好了。众人看着地上的头颅，嘴角微微抽动。您这是搁这儿进货来了？好，敢问这位壮士尊姓大名？马良。看着地上的头颅，县老爷态度变得诚恳了许多，吩咐一旁的师爷要为梁根接风洗尘。没一会儿，一桌好酒好菜便备上来。多谢县老爷的款待。哪里，这是应该的。这时，忽然外面传来动静，原来是之前被瞎子救下来的女子回家后，百姓们听说了有好汉相救，这便纷纷拿着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来感谢这位好汉来了。好汉，请受老汉一拜。大爷不必如此多礼。好汉，你是不知道这群匪徒丧尽天良，就因为少交了钱，便把我儿子扒了皮，挂在村口威慑众人，简直禽兽不如啊！县太爷在一旁尴尬地笑了笑，走开了。半个时辰后，瞎子好不容易打发了这些人，正准备拿着这些鸡蛋猪肉离开时，被叫住了。壮士，我们老爷请您到后花园一叙，这边请。瞎子跟着下人来到后花园，夜深人静，却不见县老爷身影，却看见一位灰袍老者坐在庭内。报上名来，老夫手下不死无名之鬼，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为何想要杀我？阁下记性真差，刚刚在石头山上杀了老夫的徒子徒孙，现在便不认账了。小子，今日便让你死个明白。小子，今日便让你死个明白。玉。老者一愣，按理说对方早应该支撑不住，七窍流血才对，可这个瞎子怎么还稳稳地站在那里？呵呵，就这点能耐，我倒要看看是你的琴厉害，还是我的二胡厉害。一曲肝肠断，天涯何处觅知音？阁下，老朽乃是三节教的弟子，不如我们做个交易如何？好汉饶命啊！是他胁迫我的，跟我没关系。赏金还没给我呢。有。只要你肯放过我，这些金子都给你了。蠢货，结果了你！这些钱还不都是我们的？自从杀了那个县令后，匪徒、捉刀人、捕快
便蜂拥而至，瞎子变成了金灿灿的赏金。这一路走来，想要他头颅的数不胜数。下雨了，老牛，我们找个地方歇歇脚吧。哎呦，客官，进里面去点壶酒，暖暖身子吧。客官，快喝点酒暖暖身子。我怕你给我下毒。客官说笑了，我们这儿又不是黑店。呵呵，不要掩饰了，你们还真是不死心啊！2个月以来，这已经是第9次了。瞎子话一出，原本正喝酒的10余人沉默了下来，周遭瞬间一片寂静。没办法，阁下身手了得，我等也只能在此地设伏了。虽不光明正大，却也是无奈之举。老者乃是五虎断门刀的掌门人，3品武夫出手迅捷，这一刀劈下，幸亏瞎子及时躲闪，若是被砍中，连头带肩都要被劈下来不可。快用弩箭射死他！以后最好别让我再见到了，否则见一个杀一个。姓名马良，2拳映月等级3，进度30%，资质下品灵骨，燕子穿云纵达到50%，获得特殊效果，缩地成寸，1步跃5丈。黄色命格，君子不妄动，动必有道。人体6米，泥丸，进度20%。草丛里的莫非是张兄？哎呦，原来是梁兄。自从上次在海上遇险，瞎子以为张松就此葬身大海了，没想到这家伙命还真大。嘘寒了几句后，2人便一起踏上了去镇妖关的路。最后再问你一遍，愿不愿意做我的暖手小童？我愿意。吞吞吐吐的，太晚了。只见那男子手一推，女童便从空中掉了下去。这高度掉下来，那是九死一生。现在没事了，多谢公子相救。女童名唤小君，本是一个公子的婢女，结果在随公子去镇妖关的路上被人掳了去。小君说要去镇妖关找公子，正好与瞎子2人顺路，于是3人一牛一起上路了。向前看去，有一座古色古香的楼阁，上面写着文昌书院4个大字，3教把守在金门山通往镇妖关的必经之路。兄弟，我们快到镇妖关了。老牛，我们马上要到了。太好了，总算要到了。镇妖关与人间的路早被阻断，若想进入，只能坐上非洲进入。来往镇妖关的人络绎不绝，都在山头等着非洲承载他们进入镇妖关。这得排到什么时候啊？看没看到那个看门的老头？我跟他老熟人了，让他给咱们插个队，能行吗？什么叫能行吗？那是必须行的。哎，是我，给个面子，插个队行不行？不行，滚！得嘞。那个，他说天气变暖导致海面上涨，直接导致了海水的富营氧化，再加上漂浮物大量繁殖，消耗了水中的氧气，从而导致鱼类死亡，因此我们不能插队。听起来好有道理的样子。忽然天空一声巨响，缓缓飘来一团若隐若现的黑影，下一瞬间，黑影破开层层云雾，一方巨舟出现在了众人眼前，这就是通往镇妖关的非洲。上船了。
2个时辰后，非洲缓缓下降，再一次破开云雾，那座被称作天下第一雄关的镇妖关便呈现在了众人眼前。快点刷，外边的客人还等着呢！奶奶的，没钱还敢来这吃霸王餐？现在知道镇妖关的东西有多贵了吧？我特意挑了这家，就为了让你见识见识。滚！盘子一直刷到了后半夜才刷完，掌柜十分有人道的为梁根他们安排了睡觉的地方，并且告诉他们明后天接着刷。为了偿还饭钱，第2天瞎子趁着午休时来到剑仙街的一处万事阁，想接一点任务赚取零食。你是第一次来接任务，只能接出急的，并且需要留下1样物品做抵押。瞎子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装备，再看了看身旁的老牛。哦，这是我兄弟，我把我兄弟压在这儿行吗？死瞎子，你果然是我异父异母的好兄弟。最后梁根无奈，只得交了养剑葫芦。这时有2个人垂头丧气地走了进来。城南的案子我们实在查不出来，不仅剥人皮，还挖心脏，多半是个邪修。现在光是发现的尸体就有3具了。一旁的梁根听了一耳朵，没太在意，随后按照手中玉牌上的地址找到了委托人的住址。兄台，委托人的住址有点远，要不要我派人送一下你？不用，我有新的座驾。最近发财了，居然买新车了？哪有，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21款的特斯拉 Model 3，没想到只花了9万9，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这么便宜，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千万别错过了。半夜母猪为何频频惨叫？委托人名叫葛大力，是个养殖大户，只是最近家里养的老母猪不知为何在半夜频频发出惨叫，而且每隔几日便要失踪一只。有人看守便无事发生，但只要人不在，这种事便会再次发生。这事便交给我吧。天色也逐渐暗了下来，瞎子拿出一张宣纸，用侠客笔写了一个引字，随后贴在自己的脑门上，躲在猪圈一角隐藏气息。今夜母猪相安无事，并没有惨叫，就这样一夜过去了。一连几日，梁根都坚持不懈地守着。大胆小贼，放开那头母猪！燕子穿云纵，缩地成寸。说为什么要糟蹋黄花小母猪？我抬起头来。怎么是你，小狐狸？梁哥。小狐狸，你回来了！梁哥，怎么是你？你们不是被那蛟龙吸走了魂魄，怎么又活了？是被吸走了，可最后不知道是谁杀了那蛟龙，打碎了他手中的那座灵山，将我们都放了出来。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哦，对了，你这是受伤了。我们刚来到镇妖关，就遇见了一个道士，他大肆抓妖修炼，出手打伤了我。随后我和小狐狸就躲进了山洞。小狐狸时不时的抓些牲畜来给我补充气血，我们不是有意的。等我赚了钱，便把小母猪赔给他们。多大了还哭？还有你小狐狸，非得可着一家羊毛薅。人家也是第一次，没有经验吗？下一次会注意的。还有下一次啊！这纸只要贴上1天，也就基本好的差不多了。不过你们还是要跟我回去，向小母猪的主人道个歉，日后记得把钱还给他们。
随后，梁根带着他们来到了葛大力家。熊大和小狐狸给葛大力道了歉，并答应日后会把钱还回来。葛大力宽宏大量，不予追究。现在事情解决了，梁根去了万事阁，还了玉牌，兑换了15枚灵石。梁哥，这次太感谢你了，跟我回去，我请你吃一顿大餐，我还有老牛也要一起去。那恭敬不如从命了。借着月光，熊大看清了那人，正是那个伤了自己的老道士。只见那个老道士将一具尸体丢入坑内，随后重新掩埋好。梁哥，那个就是我跟你说的老道士，过去看看。因为泥土刚刚被填埋，所以很容易被挖开。待看清了里面横七竖八的尸体后，小狐狸的脸唰的一下变白了。这都是人的尸体，一共有6具之多。每一具尸体都被剥去了皮，就连心脏都没了，死状之惨，令人触目惊心。这么残忍，杀人还要诛心。梁哥，我们还是赶紧走吧，那个老道太可怕了。梁哥想起前几日去万事阁时那2个任务失败的2人讨论的事情，随后他们便将土重新埋了回去，离开了这里。翌日，梁哥早早起身，想再去万事阁那边看看关于这个剥皮的任务。兄弟，下次去带我一个呗。做什么？郑前辈，咱要去见个插件，到时候万众瞩目，总要换一身像样的行头吧。行，我正好相中了一个委托，一起去吧。午休时，梁哥带着张松再次来到万事阁，找到了那个接待员。这次任务完成的不错，你有没有兴趣再接难度更高一点的任务？比如这个九旬老太肚兜失窃之案。我听说城南连续有人失踪，被剥皮，还挖去了心脏。是有这事，不过你别想了，很多人都以失败告终。我有线索。什么？有线索？能否先带我去看看？娘的，这个混蛋竟然把尸体都埋这儿了！还不止，这个坟地周围被设了某种禁锢，一般的寻气术根本寻不到。先不要打草惊蛇，我们把这重新填埋好。话音刚落，一转头，瞥见从灌丛中突然走出来一个老道士。小李皱了皱眉，语气冰冷道：“我们是万事阁的人，道长要管好自己的嘴。”这件事你们俩也要保密。打断一下，刚才那个老道。放心，那老道不敢说出去的。不是，我是想说，那老道就是凶手。苍眸之下，已无众生。今日，一人一牛已身震万妖。万国大圣，那个老道就是凶手。追，别让他跑了。这货跑反了。2人追逐着，很快就跑出了树林，跑上了一片青草芬芳的山坡。可就在这时，小李忽然感觉脚下一空。你这样滚可快多了。那个老道士看上去很厉害的样子，我没有修为可能打不过他啊。他修为不高的，你别装算了，我加钱。得嘞，马上给你搞定他。小子，别找死！我告诉你，老子发起火来，连自己都怕。哦，那能否让我见识见识？这是你逼我的。接我一招天魔造化大阵。天魔造化大阵，好残暴的名字！出来吧，细雨！瞎子随即唤出飞剑细雨，一手握住仗剑，摆出了一个准备迎战的姿态。接招！特娘的，还一个声东击西！
这是何物？为何速度如此之快？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21款的特斯拉 Model 3，没想到只花了9万9，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这么便宜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千万别错过了。好小子，既然你不给我活路，那便怨不得我了。小子，今日你必死无疑。磨磨唧唧的，施法时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怎么了？我死了。直到失去意识，老道士估计都没有反应过来，这小子居然在自己施法的时候搞偷袭，太不讲武德了。你见过哪个刺客会等着法师放大招的？关键你摇大招的时间太长了。你见过哪个刺客会等着法师放大招的？关键你摇大招的时间太长了。老道士身体爆炸的威力足够惊人，周遭地面全部崩裂开来，他的身体早已化成了灰烬。怎么样了？瞎子只是简单的跟他阐述了一下自己如何跟老道士决斗的经过，其他闭口不谈。这他娘的都成了渣渣了，他有没有遗留下来什么东西？没有。可惜了。虽然老道士炸了，但是被他残害的尸体还留在坟内，足以证明他就是罪魁祸首。至于报酬，小李让梁根第2天来万事阁领取奖励。小甜心，怎么样了？你压制住符文碎片了吗？小甜心，好古怪的名字，这老道士果然好变态。已经压制住了。那就好，还以为你出事了呢。话说最近我的碎片异常活跃，搞得我好几日都心神不定。小甜心，你是用什么方法压制住碎片的？你也跟小甜心一样。要是装作没看见，容易引起怀疑。梁根联想到碎片的主人老道士将人剥皮挖心，估计就是为了压制符文碎片。用了某种秘法。哈哈，老规矩，告诉我是什么秘法，我用宝物来换。抱歉，秘法不外传。那没办法了。接着他们便又聊了起来，梁根化作小甜心，默默潜水，因此获得了不少有用的信息。碎片共有5块，只要能筹齐，便能得到一个完整的大道符文。顾西周说：“我是天罚之人，若能发挥体内6秘全部的力量，可以承载6个大道符文。如果每个大道符文有5块碎片，那么梁根现在已经筹齐1/30了。老牛，我们已经迈出成功的第1步了。”哟，大道符文，好东西啊！你也知道，东西是好，不过我好心提醒你一句，符文碎片有5块。每个得到碎片的人都想着其余4块集齐，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相互残杀。没错，所以你别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不然怎么死都不知道。谢谢你。不用谢我，单独的碎片没什么作用，就算你得到了完整的大道符文，也很难驾驭，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谢谢你的讲解，走，我请你吃饭去。走。第2日，梁根收到了万事阁的报酬，10枚中品灵石，30枚下品灵石，外加一个聚气丹。小军的公子来客栈吃饭，恰巧遇见了正在打工的小军。在知道事情的原委后，公子替他们3人还清了客栈里的债。多谢2位侠士出手相救，否则小军恐怕早已没了性命。随后，小军哭唧唧地跟梁根和张松道了别，便与自家公子一起离开了这里。还想着那丫头以后给我当童养媳呢，可惜了。长青，你怎么在这儿？
今儿个月亮真美。我喜欢过一个女子。你喜欢男人才稀奇嘞。他是一名剑客，也是我师傅，一个镇守镇妖关的剑客。他在九州游历的时候受了伤，遇见了我，便开始教我剑术。可惜我笨得要死。他跟我说，他父母都是在镇妖关战死的剑客，所以等他死后，剑也会插在手剑阁当中，那是他的荣耀。然后呢？那时候他揉着我的头说，等什么时候剑练好了再来镇妖关找他。可惜他教了一个笨徒弟，直到他战死在了镇妖关，我都没能练好剑。他遭人陷害，剑没能被插在手剑阁当中。既然这帮老家伙不讲理，那我就替师傅将此剑插入手剑阁当中。明日我张松将问剑镇妖关。师傅啊，你这个笨徒弟今天给你长脸了。给，这块魔剑士就送你了。这不是你的宝贝吗？这次插剑，我有可能回不来了。这个魔剑石就当做我们之间友谊的见证物吧。我替你收着吧，你回来再还给你。今日我张松问剑镇妖关，已经有1312载，没人敢在镇妖关问剑了。去，将此人打杀了，以儆效尤。这次我一定将你插入剑齿当中。然而剑光一闪，一股剑气已经逼到了他的头顶，仿佛离他的天灵盖只有几寸之遥。那人急忙闪开，不敢再阻拦。给老子破！真是大胆！这时一阵阵爆响之声不绝于耳，一道身影落在了剑阁之前。那人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气势逼人。阁下何故问剑？为了一个女人，唐轩，她是镇妖关的剑客，死了好多年了，估计也没人记得她。我今日来，便是将她的佩剑插入手剑阁当中。即是镇妖关的剑客，在镇妖关战死，佩剑理应入剑阁当中。他被人陷害了，你们说他是叛徒？若是其中有何隐情，镇妖关自会查清。阁下说他是被陷害的，可有证据？有，我有确凿证据。可你们一直让我回去等消息，我等了20年，断断续续来了镇妖关3次。抱歉，我等不及了。剑已出鞘，今日恩怨了。张松一剑挥出，风雷之声不绝于耳，剑光如旭日般越滚越大，一股无形的威压笼罩了全场。此刻御剑之上，正在观看局势的镇妖关代城主孔阳，看到张松如此厉害，嘴角露出了淡淡的苦笑。倒是个不错的小子，老夫去会会他。张松，
这个名字很陌生。没什么本事，在江湖上没混出名，见笑了。你若是能接老夫3招，今日可活。我今日便是来挑事的，你尽管放开打就是。狂妄，接招！苍蓝剑法，再来，点苍手。兄弟，这次一定行。我自断山点酒，千3招已出，常山老者看着张松，面色沉重，大袖一挥，转身离开了。可惜了。戴城主孔阳苦笑一声，飘然而去。飘出10余丈后，他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那张松踉踉跄跄地走上了守剑阁的台阶，可是短短数丈距离，竟让张松从一个生机勃勃的汉子变成了一个暮气沉沉的老人。他这是以兽为引，斗破苍穹，用生命换战力。阿弥陀佛，生也空来，死也空，生死如同一阵风，生如百花逢春好，死如黄叶飘苍穹。查下他口中说的那个女剑客，是，只是当真任他将剑插入剑阁当中呢？若是传出去，守剑阁的名声恐怕会受损。随他去吧。守剑阁万年来，剑池当中已有无数柄宝剑，佩剑入剑阁每10年一次，是镇妖关的大日子。而今天却很特殊，一个踉踉跄跄的身影闯入剑阁。虽然剑阁大阵地告破，可外面的无数修士都不敢踏入，只是远远地看着这个人。张松气喘吁吁地望着剑池，他艰难地笑了笑，举起剑，恍惚间他还是一个少年，仿佛自己无坚不摧，无所不能，任命自然可以。只是有的人偏偏要为自己寻一个结果。今日剑客张松持唐娟佩剑入剑阁。张松问剑镇妖关，最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被悬挂在城墙上，待人认领。这时，一个戴着斗笠的男人牵着一头老牛缓缓走了过来。兄弟，你的魔剑石我收下了。师傅啊，你这个笨徒弟今天给你长脸了。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出名了？一辈子就这么出名一次，还是临死的时候。阿弥陀佛，原来他不是怂，他是不敢死在别的地方。瞎子一边轻声念道，一边扛起张松。只是还没等他们走下城墙，路边已经被堵死了。数名佩剑少年用锐利的眼神死死盯着瞎子。麻烦让个路。兄弟，我会带你回去的。麻烦让个路。你是他什么人？是他过命的好兄弟。守剑阁对于镇妖关的剑修意味着是尊严，是荣誉。那又怎么样？喂，你这家伙是什么态度？你兄弟不仅践踏了前人的尊严，还让剑阁名声扫地。他人都已经死了。带着他去剑阁道歉。我兄弟没有逾越任何一条规矩，镇妖关问剑也是被允许的，没必要道歉。众人的眼神愈发凌厉，他们才不管瞎子的理由如何正当，不道歉是不会让他们走的。
你们这样会招来巡逻队的。放心，巡逻队已经被我们支走了。这么说，闹出多大的动静，巡逻队都不会来了。没错。既然你们是剑客，那便用手中的剑让我答应吧。兄弟，我虽然不像你这般厉害，可对付几个小屁孩是足够了。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了，接下来我就不客气了。一起上，拿下他！要孤枕的地里到晚9天，手举山川几远却不渡命数诡谲。长青，你在干嘛？想联系你，结果手机没信号。用这个吧。你的怎么是满格信号？这是我在左下角领的华为 P70 Ultra 全新国货，信号当然好。之前你说免费领手机，我去左下角下了没有啊？不可能，第一批粉丝都领到了。那我咋领不到？你下错了，从我左下角下载云上大陆试试，真能领最新款。有了，我还让他们预留了1万台苹果15 Pro Max 升级完成任务就能配套领。升级难吗？不难，左下角是极速链接整个手冲，搭配女仆助理自动挂机，升级就能快10倍，早升级早收获。真是，客服让我选手机型号了。瞎子和长青将张松埋在了一个依山傍水之地，风水不错。瞎子拿出自己仅剩的钱，给他买了一副棺材。也不知道说什么，一路走好，兄弟。阿弥陀佛，张兄，你是一条真正的汉子。夜晚，瞎子辗转反侧，没了张松的呼噜，他倒是有些不太习惯了，反而睡不着了。老牛，我们是时候该离开这里了。埋葬了张松后，瞎子便与长青道了别，和老牛一路继续游离。在一处寺院借宿时，却遇到了恐怖的事。小兄弟，为何不进来躲雨？刚才里面的和尚说要给很多钱才能进去，我身上没钱了。这雨还要下一阵子呢，进来吧，我去跟主持说。多谢。眼前这个男人名叫常健，是一个即将走马上任的地方县令，寺庙主持自然会给他面子。当真没有再多说什么，还给瞎子准备了一间禅房。老牛，明天天一亮，我们就继续赶路。不行，刚才水喝多了，我要先去上个茅房。此时此刻，寺院深处的一座偏殿中，一群僧人念着金刚伏魔咒。然而，他们面对的不是神像，而是一群被铜锁困住的男男女女。这些都是山下村庄里的百姓，此刻却无一例外，皆是神情麻木，眼神呆滞，仿佛是中了什么邪术一样。黑暗中，那个常见的家仆也提着裤子走了过来。张松那家伙睡觉时也是一直背着长剑。你换新手机了，旧的呢？换新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可方便了。全国近2000家门店，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我之前用了2年多的苹果14，还卖了3000多呢。靠谱吗？当然了，爱回收是上市公司，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平板、笔记本都可以放爱回收了。什么人？站住！黑脸汉子拔腿便追，他不知何时追进了寺庙的后院，隐约能听到稀稀疏疏的响声。黑脸汉子皱着眉头，疑惑地向着有亮光的房间内望去。一望之下，他吃了一惊。放眼望去，这5、6个美貌女子皆是神情呆滞，好似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紧接着，一阵古怪的声音响起，屋内忽然出现了一道道细小狭长的身影。待黑脸汉子看清，不由得头皮发麻，那是一条条手臂长短的蜈蚣。稍安勿躁！你抓我几把干什么？什么人？瞎子回到了禅房后，拿出符文碎片，和另外几个人联系了起来。
有人知道有一种能让人失去意识的蜈蚣吗？有一种叫千足蜈蚣的，它体内的能量能很好的帮助修士开拓六秘，完善内部。没错，而且千足蜈蚣可以用作药引子，有价无市。如果那些蜈蚣真是千足怪，那我岂不是赚大发了？瘟疫过后，整个村庄的人似乎被寺庙里的一种千足蜈蚣给控制了，他们失去了自我意识，仿佛都变成了提线木偶一样。我家老爷怀疑这个寺庙有猫腻，让我去附近衙门调集人手。呵呵，这事恐怕不是1、2个捕快就能解决的，我们还是等晚上再去看看吧。午夜，寺庙守夜的武僧明显比之前多了1倍不止。瞎子和黑脸汉子出现在了寺庙后院。今夜值守的武僧多了1倍不止，看样子今晚他们有动作。奶奶的，让我下去剁了他们！黑兄，别咋咋呼呼的，带我先去将这几个拿下。瞎子用极快的速度使出点穴手，将守夜的武僧全部定住。于是2人走到一处亮光的偏堂停下。这就是那些蜈蚣控制住了他们。这些只是小蜈蚣，看样子一定是有一条大的了。呵呵。此刻寺庙大殿当中，几个武僧拿着棍子，已经控制住了常见夫妇。滚开！我可是吏部任命的县令，你们要干什么？管你是什么狗屁县令，快说那个瞎子和黑脸在哪儿？你是在找我们？最近发财了，居然买新车了。哪有？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宝马3系，没想到只花了9万多，比新车便宜了15万多，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这么便宜，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上高价卖了。总之听我的，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快将他们一起控制住！非要逼我动手？多谢先生救命之恩。要谢就谢你自己吧。一报还一报，当时若不是常见好心邀请瞎子入寺，恐怕现在瞎子也救不了他们了。看来一时半会还完不了。快去把这里围住，一个也不要放跑了！大胆刁民，竟敢谋害我家老爷！这是你喊来的救兵？本官是吏部任命的县令，劝你们放弃抵抗，才有一线生机。你们还愣着做甚？把这些僧人都给我拿下！你们还真是自掘坟墓。寺庙里忽然响起了几声钟声，紧接着那些手持兵刃的捕快像是忽然失了神一般。这是后退，照顾好你夫人。黑脸兄，这可是你找来的援军。来吧，杂碎们！我自关山千秋，千秋的幕后，更有飞雪着于风云。没想就连捕快都已经被他们控制了。这都是一些小趴菜而已，还有一只更大的家伙呢。你们的主持在哪里？这边，这边。瞎子他们循声望去，只见一个小和尚在和他们招手，似乎要和他们说什么。你是这里的小和尚？
你又抓我疾病干什么？你难道没发现这个小和尚神智是清醒的吗？估计只有小孩才不会被蜈蚣给控制。你想告诉我们什么？你们是不是要找主持？我可以带你们去。想必你一定是这寺院里的主持吧？阿弥陀佛，施主可愿意听听老衲的故事？不愿意。哪儿那么多废话？我赶时间。老主持被瞎子一击毙命，直直的倒了下去。可倒下去没多久，老主持的身体就开始散发出黑色的气体，紧接着尸体幻化成了一条巨大无比的千足蜈蚣王。哎呀，我去！这老壁灯原来是一条蜈蚣王，难怪都被他给蛊惑了。虾兄，我们一起上！你且后退，这个东西交给我了。虾兄，小心他的毒液！呵呵，看我的！小小千足王不足挂齿，没想到虾兄的修为如此了得。这里就交给我打扫，你赶紧带着县令大人走吧。多谢虾兄弟的帮忙，感激不尽。客气了。你真以为我千足王就这么容易被你灭了吗？黑脸兄，这次你我一起上，将这个千足王给彻底灭了。杂碎，拿命来！偷袭！随着千足王的覆灭，千足王产下来的小蜈蚣都纷纷随之死去，杨庄村的百姓们又恢复了神智，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当中。这可是蜈蚣精大补的。虾兄，这个再补，我也喝不下呀。多谢先生拯救了杨庄村的百姓，我替他们谢谢你。县令大人不必客气，我都说了，要谢就谢你自己。哦。新年伊始，大隋突然发兵30万，兵分5路，朝着突厥人发起了全面的进攻，战争打得异常惨烈。你醒了，喝点酒暖暖身子。赵牧喝了一口后，觉得身体暖暖的，恢复了一些力气。在下小齐赵牧，多谢先生救命之恩。喂，你是大隋的军人吧？这是怎么了？长公主发兵30万，兵分5路，朝着突厥发起了全面进攻。突厥人生性蛮横，仗着强弓快马和我们打得不可开交。瞎子他们刚从镇妖关归来，对于发生的一切尚不知晓。现在这儿到处都是战场，突厥人已经将这里围住了。这时，一个身披铁甲的男子踉踉跄跄地走了过来。当他看到赵牧时，心里顿时一喜。我是总旗邓开，你们2位是？小旗赵牧参见总旗大人。他们所在的大隋军队被打散了，屁股后面又都是突厥兵，目前只有相互扶持，方能重回军队。总旗大人，这里有一人家。屋内只有一对母女，妇女拿着菜刀，惊恐地看着他们。瞎子扫了一眼，屋内就他们母女2人。小女孩瘦瘦小小的，只是手臂却缺了一只，显得极为可怜。求求你们别杀我们，
我们是大隋的士兵，不是坏人。随后，瞎子摸出了身上仅剩的一点碎银子，让妇人给他们做些吃的。不知何时才能联系上大部队？你可以用我这个联系试试看。你换新手机了，旧的呢？换新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可方便了。全国近2000家门店，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我之前用了2年多的华为 Mate 60，还卖了3000多呢。靠谱吗？当然了，爱回收是上市公司，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平板、笔记本都可以放爱回收了。大叔，你这个是什么？这叫二胡，见过吗？没见过，但是拉的可真好听。你的手臂怎么了？之前二德子叔带着突厥人来，我爹被他们杀害了。我反抗时划伤了一个人，他就把我的胳膊给砍了。真是一群畜生！这时，厨房里忽然传来嘈杂声，原来是邓开见色起意，一把抱住了正在做饭的女人，想要做出出格的事来。邓总旗，您这是做什么？做什么？没看到吗？总旗大人，这不太合规矩吧？合个屁规矩！到处都是突厥人，便宜谁也不能便宜他们。老子滚开！邓开哼了一声，便要将妇女拖进屋子里。就在这时，一个身影闪过，手腕忽然一紧，像是被钳子夹住了一样。娘的，要你多管闲事！我自关山千秋，千秋间，飞雪着于风云你还是死在战场上为好。你这种渣子就应该死在战场上。老牛去刨个坑埋了。死瞎子，又脏又累的活都丢给我去干。一个总旗，你说嘎就嘎。他遇见我，算他倒霉。你还好吧？多谢恩人相救，举手之劳罢了。就在这时，外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听上去有很多人往这边跑来。有人来了。是二德子叔带着突厥兵来了。就是带着突厥兵来你家，害死你父亲，还让你丢一条胳膊的那家伙。你们快躲起来吧，二德子叔很厉害的。二德子本是个街溜子，后来不知道怎么攀上了突厥人，在村里耀武扬威，欺负百姓，无人敢惹。这种畜生，你还管他叫叔做什么？出去和他们干了。稍安勿躁，我们先躲起来，看情况行事。这便是我说的张氏母女，家里男人已经死了。这几位是从前线来的大官，跟着军爷走。你们娘俩今后有好日子过了。那是随军营妓。最近发财了，居然买新车了。哪有，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宝马3系，没想到只花了9万多，比新车便宜了15万多，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这么便宜，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上高价卖了。总之听我的，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二德子，我可以跟你们走，求求你，能不能放过我女儿？你这臭婆娘，让你们去是带你们过好日子去，留你女儿在谁养活？那还不活活饿死了？张氏嘴唇哆嗦，眼神中满是怨毒，却是不敢发作。丈夫在的时候，这二德子曾经还是她丈夫的徒弟，如今却做出这样倒反天罡的事来。我跟你说，行，全听大人的话。二德子一边说着，一边将门关上。
突厥人便笑嘻嘻地走向张氏母女。畜生，我操你姥姥的！赵牧突然冲出来，将所有人都吓了一跳，紧跟着瞎子也冲了出来。只见剑光一闪，另外2个突厥兵的人头纷纷落地。自己人，大哥，我也是中原人。赵牧咬牙切齿气得不行，一把揪起二德子就是一阵乱踢，痛得二德子哭爹喊娘的跪地求饶。是娘，救救我！等不能先别打他了。这种欺师灭祖的家伙，你难道现在还要护着他？让我来，我要亲自手刃他，以祭我夫君在天之灵。在萨尔关，突厥人已经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在了结了二德子这个畜生后，瞎子准备和赵牧一起突围出去。大叔，你蹲下，眼睛快一些好。这是阿爹教我的，你的眼睛肯定会能好起来的。你以后要平平安安过上幸福的生活。你也平平安安的。抓住我的手！赵牧一愣，不明所以，但还是伸出手去，顿时一股温暖的感觉从手心之中传到周身。2人一扭走了大约能有7、8个时辰，瞎子突然止步，前方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是每剑破空之音。有敌情！一伙10多人组成的大隋散兵正在被突厥人追赶，一支又一支的箭矢在空中乱射，有人中箭倒地，有人负伤狂奔，场面乱成一团。21、22、23，瞎子默默数着，突厥人一共有25人，且没有形成阵型。如果这群大隋散兵回头反击的话，恐怕不会被打得这么惨。大隋兵逃疯了，这群突厥人也追疯了，根本没想到后面还会有敌人伏击他们。梁兄，借你那神器一用，我联系一下他们，叫他们别跑了，回头反击。上次不是这个呀，你换新的了，旧的呢？换新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可方便了，全国近2000家门店，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我之前用了2年多的华为 Mate 60，还卖了3000多呢，靠谱吗？当然了，爱回收是上市公司，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平板、笔记本都可以放爱回收了。突袭！有突厥人发现了倒在地上的伙伴，一转头正欲喊叫警示，一道剑光闪过，嘿嘿嘿嘿嘿嘿。都他娘的别跑了，跟他们拼了！另一边，瞎子已经以极快的速度解决了大部分的突厥士兵。看着剩下不多的突厥人，大隋的散兵们终于恢复了血性，吼叫着冲上前去。这次多亏了兄弟，敢问2位是哪个营下的？一个想回家的江湖人而已。小旗赵牧，周顺，叫我周大胡子就行。哦，对了，兄弟，准备接下来该怎么办？虽然瞎子和赵牧2人是一起的，但大胡子看得出来，这个牵着老牛的瞎子更厉害。收拢一下残兵，人多好突围。你们归营，我回家。我们这剩下的几个就全听兄弟吩咐了。此刻，一处村庄外围，突厥将领呼延灼带着一大群突厥兵正在为守一个村庄，却遇见了一个正要突围的大隋将领。
将军，你看，一个大隋将领想要突围出去。第二日依旧风雪交加，瞎子准备钓几条鱼，炖一锅鱼汤，让大家尝尝鲜。河神，你一定要给我和老牛一个面子呀！此刻，突厥将领呼延灼站在冰河的另一头，脸上挂着一抹淡淡的笑意，静静地望着瞎子。又抓到一只落单的，就你一个，你不也一样？去。飞剑细雨与光圈的碰撞给瞎子拖住了时间，眨眼间，瞎子已经跃到了冰河中央。有意思。这人到底是谁？单凭一把仗剑，居然能挡住我的飞剑？一曲肝肠断，天涯何处觅知音？我自不你到底是何人？此人不需要知道那么多。老牛，你现在和我的配合是越来越娴熟了。我老牛也不是好惹的。呼延灼死后，瞎子迅速对他进行了扒尸，获得一个小匣子，里面有大约10几枚飞剑。除此之外，还有2袋子品质不菲的灵石，还有1枚灵丹，还有一个破损的护身符。一切处理好后，队伍便重新出发。一路上看见了许多大隋士兵的尸体，这些都是想要逃出去的。咱们这几个人还不够，要多找一些人才行。他们又走了5、6日，瞎子他们这一伙人在林子中拢了20多人，继续又拢了很多散兵，最多的一批大概有300、400人，并且还有不断的从4面8方的散兵加入他们。瞎兄，你说的果然没错，咱们屁股后面跟着一大群突厥兵，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并不着急对付我们。猫追老鼠自然不会着急，他们这是想等我们人多后一网打尽。那我们怎么办？回头干他们！干！可我们这是在撤退啊！赵牧原本想说逃跑的，可又觉得有点不体面，换成了撤退。呵呵，兵败如山倒，现在突厥士兵估计不会想到我们还敢反攻。可我们图什么呢？告诉这群散兵跟着我们，能打胜仗更能活命。随后赵牧开始召集小队，可满打满算也只有25人愿意参加反攻，而跟在他们身后的突厥兵足有300余人，反攻人手不太够。只有25人愿意。有没有血性男儿愿意跟我去把后面那群突厥人给灭了？那一群溃兵只是冷漠地站着，没人愿意站出来。你们这群怂包，娘的一群软蛋子，后面就10几个突厥人把你们吓成这样。瞎子故意说少了后面的突厥人，在市井混迹多年，瞎子的骂人功夫还是可以的。你娘的，你再说一遍。呵呵，怎么骂你们不愿意听？有本事的跟我灭了后面那群突厥人。就你一个瞎子，今儿你要是能把爷打倒，爷就听你的。还有谁？就你们这个怂样，也是等死，还不如跟我杀了后面的突厥人，大家一起回家。先前那个被瞎子打倒在地的散兵踉跄地爬了起来，看了看瞎子，一咬牙，娘的，干了！早他娘的憋了一肚子气。很快便又走出来15人，
算上之前的25人，瞎子总共拢了40人。他们有的拿着弯弓，有的拿着长刀，埋伏在突厥人追击过来的路线上。敌袭！敌袭！等建设的差不多了，瞎子骑着老牛率先冲了上去。老牛像是一个移动的山丘，将眼前的突厥人要么撞飞，要么一脚踏死。不要乱，先杀了那个骑牛的。突厥将领话音刚落，瞎子从牛背上高高跃起，一杖劈下，直接将突厥将领的头颅给搬了架。这场战比想象中的容易得多，以损失了10人为代价，便击溃了300多名突厥士兵，并活捉1名突厥副将。接下来数日，瞎子又带着人组织了几次反攻，效果显著。不久后，他们变成了最大的一支溃军。赵牧望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再看向瞎子，眼神中满是敬佩。接下来陆陆续续击退了突厥斥候的多次攻击。终于在一个夜晚，他们到了萨尔关。可是现在萨尔关已经被突厥人给占领，现在唯一的办法便是强闯萨尔关，否则等后面大规模突厥部队赶到，那边真是没有希望突围了。多亏了你，我们才能走到现在。人多力量大，是多亏了大家团结在一起。明天，我们真的能赢吗？不好说，不过我知道，如果不试一试，我们肯定会输。对了，你家在哪儿的？安北4镇。二人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着，赵牧似乎十分紧张，小腿都在发抖。如果这次我能活着回去，就和妖妹结婚。一定可以，就看明天了。萨尔关在这驻扎着2000余人的突厥兵，只要击破这里，便能回到大隋军营。冲啊，嘎光他们！随着瞎子的一声怒吼，只见近1000名大隋散兵从黑暗的树丛中冲了出来，而梁根骑着老牛，挥舞着长戟，对着四周就是一阵乱砍，破石乱飞，树木折断，声势骇人。小心，是突厥人的剑阵。突厥的第2轮箭雨又要来了。老牛坐飞机。冲过去，咱们回家！这群拼死一搏的大隋溃兵操起兵器，在这一刻，他们显露出了一种一往无前的气概。这时，驻守此地的突厥将领启言怒吼着冲了出来，手中一把长矛，狠狠地劈在一个大隋士兵的头颅上。嘎光这些溃军！随着突厥将领启言的怒吼，突厥军队士气大振，而瞎子本着擒敌先擒王的法则，潜伏在人群中伺机而动。老牛上，干他！最近发财了，居然买新车了。哪有，这是我在瓜子2手车上买的宝马3系，没想到只花了9万多，比新车便宜了15万多，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这么便宜，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上高价卖了。总之听我的，买卖2手车上瓜子就对了。
二人就这样僵持着。梁根没想到突厥兵里面也有这般厉害的武夫。下手小心，胖要暗算你。破！我回不去了。兄弟，你要坚持住，我会带你回家的。回不去了。兄弟们，进攻！突厥兵被这溃军的气势都吓住了。就在这时，一个突厥副将喊道：“都愣着作甚？用你们手中的武器杀光这些大隋溃军！”你们还要反抗吗？这是你们将领纪言的头颅。话说大隋与突厥交战，因为判断失误，导致大隋第一战大败。眼看便要全军覆没时，却有一人带领着1000余名退兵力挽狂澜，冲出了突厥人的包围圈。北风呼啸，大隋军营内正中央坐着一个身穿铠甲的女人。刚刚视察完军营的她，满脸尘土，却按挂不住她那张绝美的脸庞。禀公主殿下，有一支残兵从萨尔关冲了出来。什么？萨尔关已经被突厥人包围，他们是如何冲出来的？属下不知，此刻他们正在营外听宣。参见公主殿下。不必多礼，你是有功之臣。其实这事跟我没什么关系，主要是虾兄的功劳。虾兄是哪位将士？他本名叫马良，并非军中将士。那他人呢？说是上茅房去了。殿下没有找到那位虾先生，估计是离开了，要去追吗？算了，你退下吧，去叫几位将军来有事商议。是，殿下。老牛，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干完了活不知道回家，跑这听一个瞎子拉曲，干脆你也瞎了得了。汉子名叫刘大栓，憨厚老实，是山村里唯一一个爱听瞎子拉曲的人。多谢。梁根的老家安北4镇，半年前大隋和突厥在那里打了场大仗，镇上的人跑的跑，死的死。于是梁根便和老牛告别了那个熟悉的地方，来到了这个小山村。老牛，咱们靠拉小曲赚不到几个钱，我得想办法去弄些钱来才行。爷们要弄点什么？当个东西。这东西哪儿来的？捡的。捡的。瞬间，掌柜双眼一眯，闪过一抹贪婪之色，便要招呼梁根进里屋详谈。来，跟我来，我们好好谈一下价格。上钩了。瞎子，这东西到底哪儿来的？你想做什么？我好怕。今儿个你不说出个所以然来，老子把你在这宰了都没人知道。20两银子，这事就算了，行不？20两，哟，看不出来你这个小子还挺有家底的。那给我吧。你小子找消失吧，你也不出去打听打听老子的名号。20两银子，您拿好。多谢。
甭跟我客气。喂，红浪漫客栈吗？给我留个桌，今晚我要去消费。你换新手机了，旧的呢？换新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可方便了。全国近2000家门店，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我之前用了2年多的华为 Mate 60，还卖了3000多呢。靠谱吗？当然了，爱回收是上市公司，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平板、笔记本都可以放爱回收了。有了这些钱，梁根找了一些村子里的人给自己帮忙盖房子，又给老牛买了几斤牛肉，因为盖房子监工的活老牛包了。都加把劲，盖完了给大家发工钱。你跟那个瞎子关系不是很好吗？他家造房子，你去跟他说说，干活带你一个。你能不能别一口一个瞎子，让人家听见了多不好。再说了，他那边人手也够了。让你去你就去，他之前在村口天天拉曲，你时不时的还给扔个大字，别以为我不知道。现在他有钱了，理应照顾你。刘大栓默默的没说话，虽然万般不情愿，还是抵不过自家婆娘的叨叨，最后磨磨蹭蹭的走到了梁根盖房子的地方。刘哥，你有事吗？没啥事，瞎溜达。正好我有事找刘哥，你看我家里要盖房子，人手不够，刘哥能不能给我搭把手？工钱1天2个大字。行。你自己看看你像个男人吗？哈，要能力没能力，要本事没本事。哼！刘哥，很快门开了，妇人正在炕上数落着自家汉子，见了梁根眼睛一亮。哎呦，是梁子。以前妇人见了梁根，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可今时不同往日，现在梁根那可是香饽饽，妇女亲切的一口一个梁子。家里炖了一些猪肉，给嫂子和孩子拿点。哎呦，你看你自己留着吃呗，一个人吃不完。那多谢梁子了。行，那我先走了。我送你。回去吧。谢谢。客气。你的曲子拉得真好。世道不太平，大隋在边关打仗，就连远在千里的小山村也不太平。听闻周遭几个县闹了匪患，这天刘大栓早早起床，和王老汉去镇子里办点事。离年关近了，这日子却不太平喽。年关了，老子没钱花，今儿拿出了钱就过去，拿不出钱便埋在这里吧。好说好说。你呢？只有这些了。2个子，那你就留下一条手臂吧。且慢，我这还有些，就替他给了吧。钱都给你了，干嘛还赶尽杀绝？娘的，给我上！王叔，这事别跟其他人说。暮色沉沉，12具尸体依次排开，正是先前刘大栓杀死的匪徒。魏武带着几个捕快赶到了这里。是他吗？是他。找了这么些年，总算是找到他了。只是这家伙的实力很强。不急，我自有办法。梁根正在修行，忽地感受到大道符文碎片的波动，群里有消息。有件事，谁能帮帮我？我要杀一个人，价格可议。什么人？一个本该死了的人。人在哪儿？什么修为？大隋永安县三水村。瞎子微微皱眉，三水村，这不正是自己现在所处的小山村吗？刘大栓正准备煮糊糊粥，用筷子一搅拌，跟水似的，一点也不糊。该来的还是来了。小栓，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他们都不愿意跟我玩。他们不愿意和你玩，我来和你玩。哦，对了，你这泥巴哪儿来的？用尿和的。梁叔，你娶我娘亲好不好？
我娶了你娘亲，那你父亲怎么办？不要那家伙了，他太没用了。不可以这么说，你父亲本来就是嘛，一点本事都没有。之前黑虎帮调戏我娘，我爹连个屁都不敢放一个，怂死了。刘小栓喋喋不休地跟瞎子抱怨着他的老爹。原来刘大栓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个十足的大软蛋子。能不能麻烦你明天帮我把婆娘和孩子送走？送到哪儿？送到省城，那里有我一个朋友。这是我全部家当了，钱你收着，你媳妇和孩子我帮你送出去。麻烦了。这么大早起来干嘛？往常凶巴巴的妇人，此刻只是沉默地坐在牛车里，神情凝重地望着自家汉子。拜托你了。您到省城等我，我过几天就去找你们。妇人盯着自家汉子的眼睛，欲言又止。放心。爹，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啊？爹处理点事，过几日便过去找你和你娘。哦，那我们在省城等你哦，一定要来哦。我和孩子等你。娘，我们为什么要走啊？平时能说会道、小嘴不停的妇人，这时候却是难得的沉默了下来。自从梁根得了张松给的魔剑时，杖刀和细雨飞剑都愈加锋利了不少。好帅呀！老牛，你先带他们母子走，我要去办点事。不用我送你吗？不用，我有新的座驾。你发财了，居然买新车了？哪有，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宝马3系，没想到只花了9万多，比新车便宜了15万多，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上高价卖了。总之听我的，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待家中妻儿离开后，刘大栓从土墙里取出一柄被破布包裹的长刀，还有一块大道符文碎片。出门走在村子有些泥泞的道上，有早起的村民跟他打招呼。刘大栓跟以往一样，只是点点头，走着走着，最后走到了山上，那里有3个人在等着他。来了，我终究还是躲不过你们。刘大栓人称腹刀牵牛，当年死在他手里的人不计其数，他不是在杀人，便是在杀人的路上。最后隐居三水村，娶妻生子，看着自家小子出生长大，听着婆娘在耳旁喋喋不休，这样美好的日子似乎已经让他忘记了自己的过去。哈哈，闲话少说，东西交出来，或许你能活。凭你们取不走。是吗？那就试试吧。这些东西等你死后会放在你坟头。同样话送给你。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刘大栓缓缓抬起头，鲜血已经模糊了他的视线。瞎子靠在一棵树上，这可怕而壮烈的一幕，仿佛跟他毫无关系。腹刀牵牛，这名字听起来蛮有味道的。原来符文碎片的群里共有5人，这腹刀牵牛就是其中一个从未说话且拥有碎片的人。我妻儿呢？不用担心，我家老牛会一直将他们送到省城。得到了妻儿安全的消息后，刘大栓挤出一丝笑容，拖着满身是伤的身子，一步一步地向着夕阳走去。我也算是罪有应得。你是什么人？跟你一样，一个寻找大道符文且平平无奇的江湖人罢了。到了9月份，流寇的攻势越来越猛，有要攻入县城的趋势。
据说今天上头派来了数位怀路书院的修士前来助阵。快看天空，书院的神仙来了！怀路书院警力见过诸位。怀路书院春秋下禅见过诸位。随着3道声音的响起，只见刺眼的天空之上，3人正御剑而来。随着在众人仰慕和敬佩的神色之中，警力啪叽一声，大头朝下从高高的天空摔了下来，大头朝下插在了地面上。快帮帮我！诸位，我们3位乃是怀路书院的学子，有我们在，区区流寇指日可平。咦！别看景力先生年轻，实际上战功赫赫。没错，我听说景力先生的大名，先生曾经斩杀过数百位大妖呢。在一声声虚假的赞美中，景力险些迷失了自己。终于周围的人逐渐相信了他的实力，毕竟从这么高的高度摔下来，没有摔死。嗖的一声，半空中他的那柄飞剑不偏不倚地落下，狠狠地扎在了他的脑袋上。哇的一声，众人纷纷一惊。师兄，救命啊！此刻人群顿时乱成一团，隐藏在人群中的敌国探子见了这一幕，暗自摇头，忍不住笑着离开了。我勒个豆，老子死了！你这倒霉货怎么也来黄泉路了？声音铿锵有力，暂时没什么大碍。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来这个给你，就当是你来帮忙的谢礼了。哇，华为 P70，你这从哪拿的？我左下角免费领的。免费领？真的假的？你看我这发货物流都还在呢。左下角除了有8000台华为 P70和5000台苹果16 Pro Max 配套送，全是正品新机。这么多福利，那我也要去抢。怎么我这没有领取界面呀？我看看，那因为活动火爆，库存不足，等我把手机数量拉满就有了。果然有领取界面了。那当然，还能骗你不成？只要是看到这个视频的观众都能去领，不过手机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点击左下角下载吧。春秋，不用挖坑了，师兄不会死了。什么？不死了？我白费力气挖了这么大的坑。朝廷准备怎么做？是老师派我过来处理此事的。哦，对了，话说兄弟你努力，把长公主娶了得了，让她回家养胎去。从此以后，咱哥俩统治天下，解决流寇这点小事，那不手到擒来。说正经的，你准备怎么办？随后景力将自己的进攻计划和瞎子说了一遍。说好了，我只是辅助，你是主攻。那是必须的，你想当主攻还不给你呢，哥才是主攻。哎呦我操！果然是一个逗逼啊！深夜，县城城外，流寇营帐内，几名流寇的统领齐聚一堂，正商议着进攻计划。将军，不好了！何事如此慌张？难道县城被攻破了？不是，是县城反攻了。啊！走水了，营地走水了。南无阿弥陀佛耶，波切多耶，波提耶多，阿弥利多佛毗，阿弥利多，悉达佛毗，阿弥利多。我自断山点酒，千秋皆入口，更有飞雪着于风云梦。我是千里故人。巴力，你的战力比较牛逼，你就和老牛一起把这几千流寇给清理了吧。凭什么是我？因为你战力比我强。那倒是。我他妈来了！就在警力他们接近大营的刹那，营中忽然窜出数道人影，拦住了他们的去路。果然是彝族的人在控制这群流寇。怀路书院的学子，我没想到你竟然蠢到会敢独自闯入大营。呵呵，我用人海战术都能淹死你了。呵呵，我警力何惧？好狂！此
此刻流寇中军大营，统帅叶豪看着外面的动静，似乎并没有放在心上。刚转身想走，啪的一声，一只手拍在了他的肩膀上。原来真是一族人在背后操控。老夫这吸心大法堪称修士的克星，无论你是武夫还是炼气士，下3品修士嘎嘎乱杀，甚至中3品修士老夫都不放在眼里。如此厉害的吗？遇见老夫算你倒霉，就等着被吸干体内灵气而死吧。这是怎么了？不出片刻，你体内的灵气便会被吸干净，这就是你的葬身之地。不要啊！绝望吧，发出绝望的声音吧。随着蛮夷使者的狂暴，瞎子被这恐怖的杀气笼罩，让人有一种窒息的压迫感。瞎子逐渐支撑不住，跌倒在地。这小子的心脉已断，估计已经吸得差不多了。这小子暂时还不能杀，活人比死人更有用。来人，将这小子冲击！不可能，他明明被我吸干净，怎么会这样？哈哈，我的演技不错吧？我是千里夫人，青山映白首。哇！金色传说！救命啊！瞎子拎着2个流寇首领的头颅，嘴里算着自己的报酬。原本说好自己打辅助，可现在看来，自己完全成了主攻。怎么样，兄弟？我看那个人和那只牛挺厉害的。是啊，那家伙一个人嘎了我们几百人，还有那只牛也挺厉害的。二人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起来。那流寇忽然一回头，注意到了梁根手中2个圆滚滚的东西。由于天色昏暗，他也没看清是什么。这是什么？没什么，2个草团罢了。我操！这是我们统帅和使者。说的没错。兄弟，不用麻烦你，我自己来。娘的，你死哪儿去了？还不快来帮帮我们！看好了，你们的老大已经死了，想活命的赶紧伏地投降。是统帅，没错。另一个是使者。拿来吧你！伏地不杀。拿起你们的武器，杀了他们，为老大报仇！龙卷风摧毁停车场！这只老牛这么厉害的吗？我家老牛跟着我修炼，现在是相当的厉害。老牛，这个丹药还是给你吃吧。兄弟，走，我请你吃蟹黄面。哈哈，好，要再来5斤牛肉。原本说好我打辅助，结果现在又帮你杀了幕后主使，我给你算一下我的工钱。我和你的交情还要收费啊？要不我请你吃碗面算了。滚，打发叫花子呢。这老牛是怎么了？退后，老牛，这是要幻化人形了。
妈呀，这是……为了你这点破功绩，老子差点把牛命丢了！你居然想用1碗破面来打发我们？可爱牛，我没说不给。老牛，先放开他，让我跟他好好算一下。剩下我会去京城找你要的。兄弟，谢谢你，还给我留了一条兜裆布。随着流寇被平定，县城又恢复了往日的安定，日子过得很快。再1个月就要过年了，瞎子打算和老牛上京去找锦鲤讨债。你手上的就是阿丽亚写给你的信。大叔，听锦鲤师兄说你现在在三水城，阿丽亚很想你，所以就给你写信了。哦，对了，大叔，听他们说我现在已经算是炼气士了。阿丽亚现在很努力，等阿丽亚厉害了，就可以给大叔治眼睛了。姓名马良，寿命300。破300岁了，老牛，咱的寿命到300岁了。你说仙人能活多少岁？会不会以后这世界就剩下咱俩了？本牛才不关心仙人能活多少岁，你他娘的能不能给加点工资？加，必须加！而且我还给你准备了年终福利。你换新手机了，旧的呢？换新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可方便了。全国近2000家门店，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我之前用了2年多的苹果14，还卖了3000多呢，靠谱吗？当然了，爱回收是上市公司，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平板、笔记本都可以放爱回收了。赶紧把这牛肉包子吃了，吃完我们就出发。快一些，别被那妖女追上了！不行了，杜州气息太弱了，找个地方先歇息一下吧。你看前面有座破庙，衣服都打湿了，去哪儿弄点木材取火呀？我这儿有。谁？几人本能性的拔刀抽剑，全身绷紧。片刻后，黑暗中有一个身影摆了摆手，随即火光升起。别激动，大家都是来躲雨的。几人警惕地打量了瞎子一眼，听他说话平缓温和，又见对方是个瞎子，于是都收回了手中的刀剑。杜州脉象太弱了，再这样下去，我怕他支撑不了多久了。现在还是尽快找个郎中吧。诸位，这便是缘分，你们要找郎中，便在这里遇见在下了。莫非先生是郎中？还望先生救我兄弟性命，无论什么要求，先生尽管提便是。医者仁心，救人是本分，但钱还是要收的。鬼门13针。梁根的这套针法下来，杜周的额头上已经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虽然身体还有些虚弱，但是他的真气已经可以自如地运转了。多谢先生相救。无碍，我再给你开一套药方，平时要多注意休息，切记之后半月莫要行房。随后几人向梁根拱手道谢，又按照约定付了银子，获得医者仁心，经验加20。老牛，我们可以吃兔肉了。哎呀，太棒了！瞎子和老牛一路追去，老牛循着小兔子的气息，很快便抓住了这只兔子。别挣扎了，接受你的命运吧。哎呦，一次遇见2只。他是不是想要拿胡萝卜来换这只白兔啊？应该是这个意思。瞎子略一犹豫，伸手接过了萝卜，灰兔子一喜，连忙又给瞎子磕了2个头。瞎子收了胡萝卜后，满意的点点头。哈哈，可以烤兔肉吃了。你们怎么不讲信用呢？这样吧，你带我们去找更多的萝卜，我就放过你们。只要你们放了我们，这些全是你们的。
糊涂，把你俩都吃了，这些胡萝卜不还都是我们的？哈哈，逗你们玩呢！记住了，这世界上最坏的便是人了，以后别轻信强者给的承诺。受了你哥的几个头，不让你吃亏。虾先生，虾先生，你们还有什么事吗？这块胡萝卜你们带上。哦，对了，谢谢你的那本功法秘籍，这套衣服送你了。这衣服是哪儿来的？不要问，反正这套衣服大有来头。那就多谢了。老牛，这套衣服看上去不错。是不错，你换上试试。呐。此刻破庙内，红衣女妖已经找上了门，几人纷纷抽出了刀剑，可他们打心里并不想面对这样的女妖。你们俩保护杜周和那个瞎子。大哥，那个瞎子和那头牛刚才出去了。也罢，你们退后。大哥，你没事吧？妖女，是我们一见。手举山川积怨，却不渡命数诡谲。何惧这绝境回旋？你们这些人真是好大的胆子，连什么地方都没搞清楚，竟然就敢来惹老娘！今天老娘就让你死个痛快！我自断山点酒，千秋。何方修士敢在此地放肆？妈的，这是什么玩意？没什么，只是一只牛罢了。一只牛这么厉害？再来！梁哥，还是交给我吧。你先休息一会，这次让我来。好强！你知道的太晚了。老牛，最后一击交给你了。没问题。走。哎呦，跑得倒挺快。真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两位真是厉害啊！没什么，我还是先给你们疗伤，疗完伤我们也该出发了。多谢先生相救。等几人恢复了一些后，瞎子带着老牛先行离开了，来到了一座非常富裕繁华的小镇。瞎子和老牛悠闲地在县城转悠，想着吃点早餐，却见到大街上的百姓都是穿金戴银，十分富庶。这县城里难不成有金矿吗？这些东西我都没点啊。客官，您放心吃，这都是我们掌柜送的。白送的。小二不停地给瞎子介绍桌面上的佳肴，听得瞎子一脸茫然，有一种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我们吃好，可要走了。这真的不要钱？真不要钱？那就谢谢了。此刻一处山洞中，红衣女妖踉踉跄跄地回到了洞府，她双臂尽断，体内气息凌乱，五脏六腑皆是受损。那人法力高超，定是某派的弟子，不过还好咱们甩开了他们。洞内还有血石吗？没有了，我让人去县城里寻一寻，问问最近有没有陌生人来。尽快。放心吧。原来这山上的妖怪和县城内的百姓达成了协议，每当有人经过县城，百姓们便好吃好喝供应着，随即将他们骗到这些妖怪家门口，成为他们的食物。
而百姓们也能得到相应的报酬。瞎子和老牛酒足饭饱后，想找个旅店住下，绕着绕着，忽然走到一处小巷，就见一群男人在巷子口的一户人家门口排成一排，正等着走进去。这是在做什么？外来人，跟我来。院子中央有一个笼子里关着一个衣不遮体的女人，旁边围着几个男人，一个男人正在笼子里面陆战呢。这是兄弟，你外来的，让你先来。救救我！我是镇虎山张真人的女儿，救我！你要什么，我父亲都会给你的。兄弟，别听他胡说，这女人脑子有问题。娘的，又不长记性是吧？看我不打死你！这女子是拐来的。兄弟，出门在外少管一些闲事，否则容易挨打。我爹也说过，他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出门在外，遇见了什么事躲着点，即使你看不惯，心中不爽，也要忍住。哈哈，这就对了，你爹还挺上道的。是啊，他能指望一个瞎子做什么呢？但是我从来都不听我爹的话。干了，兄弟们！老牛护驾。老牛护驾。不错，没有白给你买牛肉干。来吧，我们说说报仇的事情。女人叫张环玉，是镇虎山张真人的女儿。2年前，她路过此地，被城中百姓暗算，后来发生的事情让她永生难忘。杀！我要杀光他们！杀光他们！随后梁根叠了一个纸鹤，用侠客笔在上面写了几个字，又加了一根女人的头发，随后放飞，纸鹤便带着张环玉的头发飞往镇虎山。娘的，狼心狗肺的东西，我们供你吃供你喝，你竟然帮着别人对付我们！就是你小子还有没有点良心？没有，在下是个杀手，杀手只认钱。娘的，甭跟他废话，干死他！别打死了，要活的。山上的红衣女妖正好需要血食。大胆，竟敢在我云和县闹事！长云道长，道友，为何无故伤人？是他们先要打我的，我这算是正当防卫。道友，这些村民也是被山上的红衣女妖给蛊惑，孰能无果？村民无辜，为何要痛下杀手？老道士啊，老道士，你说这些村民无辜，那请问被他们害死的其他人就不无辜了？你眼睁睁看着他们作恶，现在又要为他们出头，你是不是也被那女妖蛊惑了？你这虚伪的嘴脸，我要拍下来给大家看看。你换新手机了，旧的呢？换新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可方便了。全国近2000家门店，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我之前用了2年多的苹果14，还卖了3000多呢，靠谱吗？当然了，爱回收是上市公司，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平板、笔记本都可以放爱回收了。道友，你已犯下杀孽，如今又出言不逊，那便怪不得老夫了。就是道长，嘎了这小子。送你一首藏头诗：草色悠悠路漫漫，泥或水来物相伴。马驰原野心所向，笔漏草庐独偷欢。长云道长沉默了片刻，似在思索这首藏头诗的意思。片刻后，神色更加愤怒。去，给这位道友一些教训。是，师父。在下冲子虚。来吧，老东西，到你了。金二哥，我看你很不顺眼，我要打死你。
你还别说，那个夏先生手艺真没得说，要是能见上他一面，该多好啊！到时候得好好感谢感谢人家，这些日子没少照顾咱们。你们以为那位仙人是那么好见到的呀？快看，那是什么？射！破！这。普高万灵，土地之灵，左射右击，不得忘经。射！长云道长错估了瞎子的实力，此刻终于明白了，有时候替人出头是容易丢小命的。土地爷快现身！何人敢在此地闹事？没空和你们墨迹。土地公也算是领教了这一人一牛的厉害，不敢再多待，连忙身躯一沉，重新扎入了地下。没事，我只是出来溜达溜达。3日后，张真人便带着一队人匆匆赶到了云河县，与失踪2年的女儿再次重逢了。多谢阁下出手相救，救小女一命。在下只是拿钱办事，各取所需罢了，实在担不起真人如此大礼。无论如何，这份恩情我镇虎山张家记下了。若是日后有需要，阁下尽可来我镇虎山。走得匆忙，这里面仅有1000余枚灵石，还有若干丹药，实在是拿不出手，还望阁下莫要嫌弃。这还是梁根第一次见储物戒，小小的戒子能装很多物品，不过梁根却并没有表现出一副乡巴佬的模样。那便多谢真人了。梁根得了报酬之后，当日便离开了云河县，在半路遇到了那4人。先生等一等，早一些离开云河县吧。先生，让我们赶紧离开这里，恐怕这云河县很快要变天了。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云河县燃起了熊熊大火，无边无际的火焰吞噬了整个县城。你们都该死！这次得到了足1000余枚灵石，瞎子和老牛可以从灵石聚气丹气血丹中吸取力量，余下的东西可以去京城换取灵石。几天后，他们终于到达了京城。瞎子和老牛到达京城后，就去找锦鲤讨债，可这家伙一直躲着不肯见他们，最后瞎子他们在后门逮住了他。兄弟，这个事情我要跟你解释一下。老子来京城找了你3次，都说你不在，原来你是故意躲着我们。要不是我在后门堵你，还真找不到你人了。兄弟，听我跟你狡辩。听我跟你说，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也知道我不是差事的人，只是现在手头有点紧。无碍，你只要忍一忍就过去了。别这样，你能不能让老牛别挖了？我看着害怕。差不多了。不要啊！有钱，兄弟，我有钱。话说，你是不是听到什么消息了？什么消息？你女人打了胜仗，要回京城的消息，所以你才来京城跟她再续前缘。听说再不久，她便要新皇登基了。他会是一个好皇帝的。走，今晚哥安排你。你们2个真不是东西，在里面快活，让我在门口干等。牛哥接着，这是我偷偷给你带的牛肉干，算你小子有点良心。梁先生，这边公主有请。有劳了。
这些年你都在做什么？梁根回忆了一下，自从自己从京城出发，这一路上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一时之间似乎不知道从哪开始讲起。发生了好多事，你呢？我也是，好多，有时候觉得蛮累。说起来最轻松的时候，还是跟你在落水城的时候。梁根笑而不语，不知不觉间，两人聊了很久，聊到了过去，聊到了现在。我可能要当皇帝了。听说了，要提前恭喜你了。我该走了。再见。你会是一个好皇帝的，加油！谢谢你。瞎子深情地看着刘云月，口中有话却不敢说出口。片刻后，瞎子转身离去了，颀长的背影在月色下显得格外洒脱。梁哥，你永远在我心里。半月后，老皇帝在慈宁宫去世，长公主刘云月顺利登基为皇。在百官的注视下，刘云月穿着龙袍，一步步登上皇位。吾皇万岁万岁万岁！刘云月微微一晃神，然而那魔恍然只停留了片刻，便化作了肃然与淡漠。大叔，我想死你了。好了，现在都是大姑娘了，别哭了。相比起阿丽亚，赵灵儿就显得镇定许多，一头秀发衬得她肌肤雪白。只不过看到梁根后，她满脸通红。大叔，这个小胖子是我跟班，他叫胖俊。我好想你啊，牛牛。阿丽亚，我也好想你。古人相逢总是让人开心的，最好的相遇便是久别重逢。大叔，灵儿，快一点，那边有杂耍。怎么了？心不在焉的？没什么，就是好久没来这么热闹的地方了。哦，对了，你现在是什么品阶了？儒家一品巅峰。没想到你现在这般厉害了，以后可要罩着大叔哦。走慢点，先生和灵儿被甩在身后了。你个小屁孩懂什么？他们正在说悄悄话呢。来京城本来就是找锦鲤讨债的，顺便看望一下阿丽亚他们。现在人也看到了，钱也拿到了，心爱的人也登基做了皇帝，是时候该离开这里了。老牛，我们剩下的灵石也都修炼完了，我们该换个地方了。现在也不知道去哪里赚取灵石来修炼。听说了吗？龙虎山要举行开山仪式了。龙虎山不是早已经衰败了吗？毕竟底蕴还在。我可听说这次老天师招了一个很有天赋的弟子。再有天赋也没用，要想再恢复曾经的辉煌，至少也要再等个100年。谁有龙虎山新弟子的消息，我出200灵石。200灵石？要什么消息？什么都行。老牛，我们出发龙虎山。出发。第二日，瞎子和老牛默默地离开了京城，离开这个不属于他们的地方。他们一路向着龙虎山行前。呀呼！死瞎子，能不能慢一点？我快跟不上了。那我们去前面那破庙休息一晚再走。天晚了，在这儿避避风，不知可否打扰到诸位了。其中3个男的有些警惕，当看到梁根是个瞎子，并且只有1人时，这种警惕心便消减了大半。没事，我们也是来这儿休息一晚的。
大叔，你是准备去哪儿？我就是出来溜达溜达，走到哪儿算哪儿。那你的眼睛？不碍事，这个世界这么大，我想到处去转转。大叔，你真乐观。一群人一边吃着烤串，一边讲着各自的故事，欢声笑语入耳。梁根在心中感叹一句：年轻真好。尔等为何扰我清静？是那座神像活了，这是神明显灵了。我等无意扰仙人清修，若是仙人介意，我等这便离开。外面风雨已至，尔等便在此安心住下了。多谢仙人。此刻仙人的目光微微一扫，随即落在秦显身上。那明媚皓齿，身段纤细，看得仙人吞了一下口水。根骨不凡，你可愿随本座修行，踏入长生之路？凡人终归是凡人，短短数十载光阴，丫头，你现在觉得自己年轻，可是10年、20年之后，你会衰老，最后变成老太婆。如果你踏入修行之路，你将会青春永驻。秦喜儿此刻也明显是被说动了，而其他几人看向他的目光不由得带着几分羡慕。这简直就是小说世界中的场景。本座再问一遍，你可否愿意？我愿。这烤鱼真香。喂，大叔别吃了，仙人降世了。确实装的挺像一回事。大叔，你说什么？别瞎说。在下与阁下并无冤仇，本不愿意插手此事，只是这几个年轻人心性善良，毕竟也和我一起吃过烤串，还望阁下高抬贵手。瞎子话已经说得很客气了，这仙人装神弄鬼，又要点名秦喜儿，他的坏心思用屁股都能想得出来。大胆！跪什么跪，都起来！装神弄鬼的，找死！就你这等级，还轮不到我开大。原来是一只黄皮子。秦喜儿等人呆愣愣地站在原地，此时他们才明白过来，原来所谓的仙人不过是一只黄鼠狼精。哇，大叔你好厉害！大叔，你怎么知道他是妖怪的？大叔，你是仙人吗？你会腾云驾雾吗？你会72变吗？看那是什么？哎，大叔呢？他跑了。道长，您看我。夫人，贫道一向喜欢直言不讳。道长且说，我承受得住。我可以尝试一下手感吗？现在的社会人心太复杂，都说了贫道喜欢直言不讳，还打我。哇不得了！哟呵，是你小子！见过老天师。当初在玉门关一剑，这老道士抢了瞎子的一块烧饼，二人因此结缘。最后，老道士还把养剑葫芦送给了瞎子。走，跟贫道回龙虎山。这就是贫道的龙虎山，够气派吧？气派得很。呀，石先生，你怎么来这里了？听说你们龙虎山要举行开山仪式，特地来见识见识。我去准备今天的晚饭。秦时，你带着臭小子好好转一转。是，师傅。你师傅教你什么了？就教了我一招。就一招？这壁灯不会就这一招吧？先生，您看，这便是白玉京了，咱们龙虎山最厉害的地方。远远看去，那宝塔就像是一柄倒悬的利剑，直插云霄。白玉京乃是龙虎山的圣地，正因为有了它，此地才能镇压一切法术，无坚不摧，难以撼动。这么神奇，我可以进去看看吗？我们进不去的。师傅说白玉京一直在等一个有缘人。虽然进不去，但我们可以凑近一些看看。
臭小子，快开饭了，还在这干嘛呢？秦时带我来看看白玉京，但不敢走近，怕出事。出事？出什么事？难不成你小子能把我龙虎山弄塌了不成？还是算了，我真怕出事。我累个豆，今儿个必须让你去看一看，我就不信你过去能咋地了。我就说吧，什么屁事都没有。放心吧，这白玉京。我就说吧，什么屁事都没有。果然出事了。师傅现在怎么办？能怎么办？快跑啊！师傅，那白玉京飞起来了，还朝着我们飞来。老道士转头一看，只见巨大的白玉京拔地而起，闪烁着光芒，正朝着他们飞来。他追我们干什么？谁知道？好像不是在追我，是在追你呀！啊！妈的，还以为是追我的。完了，这臭小子完了！白玉京这是要压死他呀！我就说怕出事吧，这不能怪我。你个臭小子，居然！又怎么了？如此精彩的剧情，当然得用好的设备观看。苹果16正式发售，大家不想高价买，可以去租着试试。在人人租 APP 上租，只要官网价5.99折，十分划算。除了手机，还能租相机、游戏机，啥都能租。租东西就找人人租，万物皆可租，省钱上人人租。坏消息是，龙虎山成了一片废墟。好消息是，瞎子成了白玉京的主人。这白玉京一旦被放出来，周遭之地便能禁止一切包括中三品在内修士的术法。那什么，事已至此，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我干了。现在别说开山仪式了，他们爷俩从今以后住哪儿都是问题。天师，这不能怪我啊，是他自己追上来的。你这臭小子，你一来就没好事，你还我龙虎山，你还我白玉京。最后为了表达自己的歉意，瞎子将自己身上的灵石全部留给了老道士，又表示自己一定想办法解决此事。灵了。随后才和老牛下山离去。让你嘴欠！师傅，现在抽自己也没用了。他奶奶的，这么多年了，一个龙虎山弟子都没能打开，却被一个外人给拿了去。这都是命啊！梁哥，这次上山没想到你白嫖了一个宝物，还把人家的山门给拆了，是不是有些过分了？那还用说？不过白嫖真爽。话说回来，我们现在去哪儿搞灵石呢？去蜀山那边的幻剑阁看看。出发。什么人？等了你们好久了。周天、刘木棍、张主良，还有轿子里坐的那位山神之子李三郎最值钱了。你一个人便值300灵石，不枉我在这儿等了你们1个多月。就他一个人，公子小心为上。常山老者的经验告诉他，一个瞎子敢在这儿堵他们，绝非是一个常人。怕什么？这一路上都让我憋屈死了，让我来会一会这小子。公子还是让属下先试试他的身手。不要废话了，请赐教。我去，什么玩意？李三郎吃了一惊后，随即露出不屑的表情，正欲施展土遁之术。
妈的，土遁之术失效了，还愣着做甚？都来拉我上去！有他在，所有的剑都能收起。这些都是通缉要犯，身上都是背着很多人命。不过几人身上倒是富裕，尤其那个山神之子李三郎，在他身上搜出了很多金叶子，还有各种成色不错的宝物。由于他们都被压成了肉酱，最后只能将几个人的手指拿去请赏了。老牛，今儿个收获不小。老牛，今儿个我们可以吃一顿好的了。呀哎妈呀，太棒了！蜀山幻剑阁号称中州第一剑派，瞎子他们是2个月前来到蜀山，成了蜀山的一名门客，在幻剑阁接任务换取奖励。老牛为我护法，请你吃牛肉干。我看他娘的，今天谁敢动我兄弟？这口酒敬道家天尊，这口酒敬佛陀，这口酒敬自由，敬死亡。几个时辰后，周遭的空气中夹杂着或大或小类似爆炸的声音，紧接着又是一声更大的爆炸声，茅草屋顶被掀翻了。这货不会走火入魔了吧？导演，我操了！瞎子周身都黏糊糊的，可是却感觉无比舒畅，体内的力量已经快要到爆炸的地步。姓名马良，寿命450岁，2拳映月等级10000%，资质下品灵骨，听风剑法进度94%，气息锁定进度75%，修炼心法涅槃经，已经获得宝物细雨飞剑、养剑葫芦、扶桑剑、魔剑石、白玉晶、侠客笔。老牛，虽然咱们现在已经是吃面必须加2个蛋的人了，但是也不能太过于骄傲，做人要低调。说起来一套套的，那你答应我的牛肉干呢？吃啥牛肉干？吃点粥就行了。去你丫的！蜀山公厨，瞎子给老牛点了一锅牛肉，又点了一些凉菜，一人1牛1壶酒，正满意的吃着。你是马良？是我。吃完饭外面见。好。看，那个瞎子来了。在下五台南刘云武，今日之事还望包涵。理解。五台南没落，为了获得修行资源，刘云武只得放下自己名门正派掌门的身份，投身蜀山，成了一名门客。今日又要为了这些门客共同的利益来对付瞎子。只要你退出蜀山门客，放弃那些奖励，我便放过你。要是我说不呢？神霄驱雷，这老头实力非同一般啊！得罪了。有他在。没想到年纪轻轻修为如此了得，看样子不拿出看家本领是不行了。小子，还不快快御剑与我决斗！你以为我没有飞剑吗？我在问剑长生里便可御剑空战。看在你是五台南掌门，今日就放过你，希望以后不要再来找我麻烦，否则……是，不敢。请问你是马良吗？我是。怎么了？我是小琼峰的弟子秦妙妙，他们都说你厉害，我这儿有个任务，你要接吗？你进来吧，说说你任务的具体情况。
这次的历练，我想要去南疆巫蛊之地历练，寻找蛇玉果，这是1000灵石，作为这次任务的报酬。1000太少了，你还是去问问别人吧。只要你肯去，我愿意。你愿意什么？我愿意分你一半的蛇玉果，作为剩下的报酬。我还以为什么呢？成交。主峰是整个蜀山最高的一座山峰，此刻数百名蜀山弟子聚集在广场上。小琼峰参加这次历练的只有不到10名弟子，秦妙妙便在其中。随着宗主的一声令下，所有弟子向着非洲走去，前往不同的历练地点。非洲平稳地行驶在半空中，上面的几个蜀山弟子都在闭目修行，而瞎子正懒洋洋地靠在老牛身上打着瞌睡。嘿，你会拉二胡？我吃饭的家伙，可以拉给我听吗？乖，小朋友，其他人都在打坐修行呢，明儿个再给你拉。你才是小朋友，你全家都是小朋友。本座是蜀山的长老，道号清风。原来是清风长老，得罪。太无聊了，你拉二胡给我听呗。他们都在修行中。你以为他们是什么人？如果二胡之音就能扰乱他们的心神，便就此离开蜀山吧。这个瞎子哪儿来的？好像是秦妙妙请来的门客。还有谁在坚持？只剩下林雪师姐了。算了，莫要硬挺。恭喜宿主，2拳映月等级达到1万分之8900，寿命460。你这个门客是来捣乱的吧？把我们所有人的修行都打乱了。来，和我比划比划。打得爽的3弟御剑修仙放置星座，问剑长生，点击左下角，御剑正道，近在咫尺。3日后，一行人到达了此次的历练之地。巫蛊之地被一层灰暗色的气体笼罩，到处充满着死亡的气息。这里便是巫蛊之地，多余的废话我就不说了。想必你们来之前也打听过这里的危险性。谨遵师叔之命。进去吧。随着队伍的深入，周遭时不时响起一些奇怪的叫声，那都是隐藏在暗处的毒兽，亦或则是毒虫。枯木螳螂，是个很好的药材。三叶菜籽花，不错。华龙木树皮还带有毒的，不错。这小子感情是来这里淘货了。师兄，随他去吧。师妹后退，让我来对付他。好剑法。自然，林雪师姐可是通天峰峰主的女儿，天赋异禀呢。我自关山老牛做飞机。不错，这野兽的皮也能值几个钱。妈呀，没想到这只老牛也这么蛮横。队伍越往里走，分道扬镳的人便越多，最后只剩下林雪、司徒雷、秦妙妙等几人。就是这里了，
地图上说的摄心地，若是心智不坚定、修为不足的人，怕是会承受不住。我师兄说，他们上一次经过这里，队伍里便有一个弟子被影响心智，对同伴出了手。喂，那个侠门客，要不你留在这里吧？万一你待会被影响了心智，对我们出手，我可不会对你手下留情的。喂，随便你怎么处置。罢了，良言难劝，该死鬼。一行人开始走进摄心地，这次换成了瞎子打头，这样即便他出事了，也好能快速的解决他。而梁根并不在意，大步走了进去，连走了数步也没什么事情发生。看起来这摄心地也就这样。喵喵，你跟在我后面。谢谢司徒师兄。我先进去。喵喵，你看师兄厉害不？下一秒，忽然司徒雷身子后仰，双手着地，肚子高高抬起，身子一扭一挺，一夹乱一吸，同时喉咙里发出嗷嗷嗷的声音，开始四处窜。行走的丧尸，夏先生，快救救我师兄！这可是要收钱的。要多少尽管开口，我师兄有私房钱。我怎么了？司徒雷看着周围的人，看自己的眼神都有些奇怪，心里很是疑惑，刚才发生了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林雪师姐，我刚才没发生什么，你只是晕了过去。真的吗？真的。穿过摄心地，林雪和另外几人要向西去，而秦妙妙等人向东行，向着地图上标识的铁盆谷所在而去。他们越走越深，越走越险，此地岔路极多，又错综复杂，像是一座大迷宫。苗苗，你知道南疆的人都会下什么蛊吗？不知道。他们都会一种叫……司徒雷正滔滔不绝地讲着南疆的历史文化，唰的一声，一阵锐利的剑鸣之声响起，紧接着一道剑光如同毒蛇一般从司徒雷身后劈来。司徒雷反应很快，没错，方才那一剑的寒光便是出自瞎子之手。我操，你他娘的要谋杀我吗？师兄，你错怪虾先生了，他是替你杀了那条巨蟒，不然你走在前面可要倒霉了。这位兄弟，是我错怪你了，还请勿怪。没事，下不为例。哼，这巨蟒太狡猾了，居然躲在树上想暗算我。这蛇肉可是好东西，滋补得很。那个虾兄弟，他叫马良。哦，马良兄弟，你今儿个救了我，我敬你一杯。没事，反正我是收费救人的。又过了2日，他们找到了地图上所标注的地点。然而，这一区域的蛇玉果早已被人给摘走了。看样子我运气不太好。没关系，我们还可以去别的地方找找，说不准除了蛇玉果，还能找到其他的草药呢。之后的报酬我会还给你的，原本说好的分一半给你，看来没事，这次来我收获也不小。那既然如此，咱们便暂时分开吧，我还有一些事情。诸位保重。真敞亮。先前老牛查看了那张秦妙妙的地图，意外的让他发现了一种名为心灵草的所在地，同样是价值不菲。老牛，快点！这次要是赚了，回去给你弄个牛肉火锅。巫蛊之地位于南疆深山密林之处，此地充满着死亡的气息，看不见一丝阳光，就像是一片死寂之地。老牛，快点！这次要是赚了，给你记头功。坐稳了。前方有人在斗法，林雪手持长剑，吞云吐雾，飘洒轻快。然而好虎也架不住群狼，围攻林雪的足有5、6人，个个都是好手。他们配合得当，林雪身上很快便多出了数道口子。这次围杀林雪的目的便是报复蜀山，没有什么比杀了通天峰峰主之女更加能令蜀山震怒的了。梁哥，你看，林雪脚下那片地便是我们要寻的草药之处，可惜也被人摘走了。
那个尚未出手的巫师修为大概在4品，他的气息没有外露，所以并不好判定他是否隐藏了实力。再等一等。你们可知道我是谁？知道，来此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你。巫师毒虫的这一击并没有对他造成太大的伤害，但附着在其中的毒气很快便侵蚀了林雪的身体。你又买新手机了？你旧的呢？换新当天旧手机我就放爱回收卖了，可方便了，全国近2000家门店，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我之前用了2年多的苹果14还卖了2000多呢，靠谱吗？当然了，爱回收是上市公司，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平板、笔记本都可以放爱回收了。还有帮手？是你。多管闲事，看来阁下对自己的实力很有自信。7个人我可能打不过，不过带他逃跑的本事还是有的。拦住他！吃我一记！瞎子丢出白玉晶，紧接着一座巨大的宝塔从天而降，重重地砸向巫师所在的地面。妈的，还好我反应快，这一砸下来，绝对能把人砸成肉酱。再吃我一老牛！这都尼玛的是什么招数？接下来到我了。还想跑？龙卷风摧毁停车场！通天风风主之女林雪在巫蛊之地遭遇了袭击，敌人对她痛下杀手，在危急时刻，瞎子出手相助，救下了她。阿弥陀了个佛，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无论是人还是牛，都要堂堂正正以诚待人。所以老牛上，帮他把毒吸出来啊！妈的，你小子还真会忽悠牛！哎呀，好苦啊！老牛帮林雪将毒吸出来后，他顿时觉得身体舒服多了，原本冰凉的四肢也逐渐回暖，竟然感觉到一股气息在体内流转。把你储物戒中的星灵草拿走了，其他的东西没有动，就算是救你一命的报酬了。林雪缓缓抬头，她依稀记得就是那个瞎子和那头老牛出手相助。不仅如此，她还发现肩膀有被人吸吮过的痕迹。这个瞎子还挺有趣的。老牛不就是帮他把毒吸出来吗？至于伤心这么久吗？牛我不干净了，以后还怎么混？别的母牛该怎么看我？老牛别难过了，回去请你吃牛肉干。此次巫蛊之地历练，蜀山弟子们都顺利完成了任务。为了表达谢意，清风长老将瞎子和老牛安排在了蜀山药厂工作。梁哥，我说林雪，你给他们泡茶，这脸干嘛这么红？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了？没什么。清风师叔，我先走了。这林雪是怎么了？哦，对了，以后这片草药厂就归你管了，可要好好看着哦。还请清风长老放心。所以说，做什么事都要有后台，有了清风长老这个后台，瞎子和老牛也算是成功入职蜀山了。哪里跑？老牛抓住他！去你丫的！哎呦卧槽，谁砸我？让你再偷灵草！大哥，我不敢了。
你小子老实点！捅我屁股干嘛？我可是一只正经茶。蜀山的冬天格外寒冷，于是瞎子和老牛挖了一个大池子，就这样一人一牛一茶，便在月光下静静地泡着热水澡。司徒雷，你怎么来了？梁兄，我这是来找你有事的。现在有一个任务，报酬丰厚，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说来听听。山下的县城当中，最近不知道从哪冒出了一座庙宇，名气很大，吸引了不少人。据传来消息说，这庙宇里供奉的却不是什么正经神仙。哼，他们真当蜀山没人了。这就是你说的那座寺庙。梁兄，待会儿我先进去用摄神令将他逼出来，你想办法将这些普通人的注意力吸引走。老牛，进去后你给那些人整个火。没问题。庙内挤满了人，所有人都跪在地上，手中捧着一本经文，一遍又一遍地念着往生咒之类的话。爹，你看，那个牛在后空翻。男孩的父亲顺着孩子手指的方向望去，瞬间惊呆了，竟然真的有一头牛在后空翻，简直不可思议。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老牛，再给他们来一个倒立行走，金鸡独立，仰卧起坐。哼，看在你给本牛吃牛肉干的份上，牛我忍了。射！原来是蜀山弟子。妖怪受死！哪里跑？梁哥，你怎么看？要不要追？观看精彩的影片需要一台好的设备，转转上的2手手机就很划算。我这苹果14只花了2800，比新款便宜了2000多。最近又在他家买了台联想小新 A24，也才1700多，办公看剧都很流畅。关键是转转官方验的数码产品都经过多轮检测，跟新机一样，支持1年质保。买2手上转转就对了。两道身影在竹林中惊出，一前一后，他逃，他追，他插翅难飞。很快，司徒雷便追上了那妖怪。小小蜀山弟子也敢与本妖对抗，今天我就了结了你！佛山无影脚！我操！哪来的牲口这么厉害？我尼玛，敢叫我牲口？看你是不想活了！老牛，这货交给我了。行。妈的，还车轮战了，老子和你们拼了！听风剑法7式，见效9天，杨浮尘。见信如晤，还记得我们的3年之约吗？我已经在路上了，你赶紧的。3年之约，哎呀，我差点把这个事给忘了。瞎子依稀记得，他们邀约共赴江南，在江南重逢。锦鲤信上说自己正在赶往江南的路上，在江南与瞎子会面。走，我们去江南。江南。随后，一人一牛一黄皮踏上了去江南的路。坐船吗？多少钱？到灵城府50个大字。走。不多时，船上又登上了2个人，一个人腰挂长刀的武人，另一个是妇女，2人是夫妻关系。滚过去！哟呵，木有其人。接着。这是怎么了？诸位，何
何苦做人？做人多不快乐，不如随我做了这个野鬼，好生快活。我呸！这时，船开始剧烈摇晃，五人一个踉跄，差点摔下船去。可夫人就没那么幸运，被水浪卷了出去，眼看着便要落入水中，忽的一道身影出现。夫人，你没事吧？无碍。静。送你往生极乐，也算结个善缘。我自断山点酒，千秋这钱我就拿回去了，就当做救你们的酬劳。多谢先生相救。原来他是一位高手。1个月后，瞎子他们顺利的来到了江南，按照约定的时间赶到了黄鹤楼。好多天没吃牛肉了，今天必须要点个牛肉火锅吃吃。牛哥，再给我点一份鸭肠。随便点，我请客。卖面条楼刚出锅的打卤面，谁要啊？马良，怎么是你？长青，你怎么也在这儿，还卖着面条？哈哈，我们还真是有缘分啊！为了庆祝我们的重逢，大家随便吃，这顿小僧请客。那行，先给我来20碗面条，5斤牛肉啊！吃这么多？没事，我们先垫吧2口，等晚上再吃正式的那一顿。晚上江边升起了篝火，警力也如约而至，3人1牛1黄皮，整整喝了1晚上。天刚露出鱼肚白，东边的地平线泛起了一丝丝亮。卧槽，什么味道？这是谁的短裤？那好像是小僧的裤衩。警力这次来江南是有任务在身的，所以要在江南待上一段时间。反正闲着无聊，瞎子就陪着他看房子。看你们这么英俊，看见没？这里只要半价。好，就这里好了。便宜，呵呵，晚上就知道了。这里为什么这么便宜？不会闹鬼吧？瞎说什么呢？是我太英俊了，所以给我半价。希望今晚不会发生什么事。卧槽，不会真有鬼吧？看到这里口渴了，这么好看的视频边喝边看更过瘾。我刚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娃哈哈 AD 钙奶，含有牛奶，含有维生素 A、维生素 D、钙，酸酸甜甜有营养，4瓶不到9块9，好喝又便宜，而且现在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买到就是赚到。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而且刷到我视频的粉丝有福了，我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多专属优惠，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白衣女鬼爬了一半，忽然发现不对劲，3人1牛正直勾勾地望着她，似乎在看动物园里表演杂耍的猴子。剧情不对吧？他们怎么见我不跑？感谢大自然的馈赠，不好意思，打扰了。别跑！警力大喝一声，手诀一掐，那女鬼顿时便动弹不得。哎呦，还是个厉鬼！阿弥陀佛，这便让贫僧超度了他吧。且慢，长得倒是蛮漂亮的，你是怎么死的？女鬼本是县城一个普通农户人家的女儿，因长相漂亮，被一个锦衣公子强行掳回府中。府中还有很多女子都是被掳来的，百般玩弄，最后他们受尽折磨死了，便埋在井中。娘的，那个畜生祸害了多少黄花大闺女！那个锦衣公子简直就是畜生，他常常将喜欢的女子投入湖中喂养大鳄，简直畜生不如。既然老天爷不收拾这个混蛋，那咱哥仨去给他点教训。你们俩同意不？小僧同意。那就干他！这个坏事做透的锦衣公子名叫李寻花。今夜，这位大名鼎鼎的阔少刚潇洒完从烟花楼里出来。娘的，这什么鬼天气？来时好好的，回去就下雨了。
干嘛停下了？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是什么人？他是定远侯之子，不能杀，揍他可以。别打了！哎呀，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长青，你在干嘛？还不动手？小僧心地善良，有点下不去手。这种畜生有什么下不去手的？愣着干嘛？还不赶紧过来踹两脚！此刻长青脑海里浮现出那些被残害女子的画面，深吸了一口气。阿弥陀佛，李兄景兄，你们俩说的果真没错。二人都愣住了，方才几人说话都是用的传音，而长青现在却直接说了出来。要是让这个阔少听见声音，还知道他们叫什么，等他回去，那不是完蛋了？完了，小僧说出来了，他可是定远侯之子，现在怎么办？不要慌，让我想想。施主，阿弥陀佛，既然被你听到了，贫僧只好送你去见佛祖了。你又买新手机了，旧的呢？换新当天旧手机我就放爱回收卖了，可方便了，全国近2000家门店，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我之前用了2年多的苹果14还卖了2000多呢。靠谱吗？当然了，爱回收是上市公司，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平板、笔记本都可以放爱回收了。这一巴掌下去，阔少直接被送去见了佛祖。紧接着，长青念念有词，封住了阔少的三魂七魄，手中法诀变化，以3昧经之法催动体内的火焰之息，手掌中心喷出一团火焰，吞噬了阔少的尸体。很快，地上只剩下一滩灰烬。好了，好个屁！他可是定远侯之子，我们来只是教训他一顿，你倒好，直接让他人间消失了。这家伙知道的太多了。瞎子，现在我们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各回各家，逃吧！事情闹大了，如果被人发现定远侯的小侯爷被人杀了，那肯定会闹得满城风雨。趁着现在还无人发现，当即3人便在月色下分了别。金帆良物，豪兴不浅，他日江湖相逢，再当杯酒言欢，咱们就此别过。 3人朝着不同的方向而去。瞎子、老牛、闰土，他们一直沿着小路走。俗话说得好，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于是3个月后，一人一牛一黄皮子到达了一个名叫鄂南的小镇，买了一个破旧茅草屋，住了下来。金儿哥，我抓了一只大鼠妖，牛哥要不要来一口？算了吧，我还是吃牛肉吧。开门，快开门！敢拿耗子就不敢开门了吗？这是谁找上门来了？为了一只耗子上门来算账，是不是你拿人家耗子了？没有啊。哼，可否进来说？外面天冷，屋里有热茶。请用。别以为这点东西就能让仙子我原谅你。这是用来招待你的，免费吃。免费吃。不要以为给我吃的，我就会原谅你。不知在下是如何得罪了仙子。你们抢了仙子我的耗子，那只耗子仙子我已经跟他打了许多场了，眼看着就要拿下了。是在下朋友做的不周到，向仙子赔罪了。看样子你也是个讲理的。这些是给仙子的赔偿。这个又是什么？瞎子注意到橘猫的身上有些伤口，气息也不稳，估摸这是跟鼠妖打斗时留下的伤。一夜过后，老牛看着篮子里的小女童，白白净净的脸庞，柔柔细细的肌肤，小小的鼻梁下面嘴角微微上扬。这橘猫居然是这么一个可爱的小女童变的。仙子我原谅你们了。仙子慢走。瞎子话音刚落，就听见窗外吧唧一声，向外一看，只见橘猫四仰八叉的摔在地上，糕点也散落了一地。仙子，你没事吧？闲来无事，吃过了早饭，瞎子便在市集找了个舒服的角落，拉起了二胡。
一曲于心，暗淡尘世喜怒哀乐，不知不觉，地上便有了许多钱币。对不起，我不知道你过得这么惨，这些糕点还给你。二胡是二胡，在下的日子并不苦。哎，这是一门手艺，吃饭的手艺。猫猫仙子吃饭了吗？还没有。那不如去我家中吃个饭，算是赔罪。好啊。猫猫仙子的名字是什么？名字？仙子不需要名字。那猫猫仙子家住何处呀？猫猫仙子没有家，猫猫仙子四海为家。回到破茅草屋，瞎子简单的做了3个菜，橘猫低着头，双脚捧着饭碗吃着。给，用筷子吃更方便。仙子不会用这东西。猫猫仙子可以变成人形，就像老牛一样。一定要拿筷子吃吗？是的。仙子很想吃，但是不会用这个东西。那就慢慢学。说完，梁根就给他演示筷子的用法。猫猫仙子不断的变换着用力的方向，许久之后，才终于吃上了一口热乎乎的饭菜。仙子现在学会了用筷了，那就多吃点，这些都是你的。牛哥，我还没吃饱呢。你吃个屁！猫猫仙子筷子越用越熟练，到最后风卷残云般的扫干净了桌子上的食物。吃多了对身体不好。吃得饱一点，接下来几天还饿就不看了。猫猫仙子经常挨饿吗？猫猫仙子没想过去别人家里偷吃吗？按理说，一只成精的猫怎么着也不会挨饿，何况是在人口繁多的城市中。仙子是不会偷吃的。猫猫仙子若不嫌弃，可以常来这儿吃饭。真的吗？真的，仙子的饭量并不大，无非就是多添一双筷子罢了。好。自那之后，橘猫便一天一次的前来吃饭，吃完道了谢。这日，瞎子炖了一锅鱼汤，弄了一份凉拌牛肉。算算时间，橘猫也差不多要来了。给你们的。这是老鼠，可以用来爆炒老鼠，香得很呢。橘猫也觉得这几天的白吃白喝有些不太好意思，所以今儿特意抓了只老鼠给瞎子他们带来。我只抓到了一只。猫猫仙子自己留着吃吧。你们不喜欢吃老鼠吗？我们一般是不会吃的。明天就不要来这儿吃饭了。仙子知道了。听了梁根说的话，猫猫仙子心里想着是自己太能吃了，遭人家烦了，于是吃了2口放下筷子，便要告辞离去。只是还没等他开口，便听梁根说：“今儿要搬家了，明儿要去新家吃饭。”呀，原来是要搬家了，不是讨厌我。若是猫猫仙子不嫌弃的话，可以搬来一起住。仙子不白住，仙子可以帮忙搬家，仙子还会捉老鼠。于是当日下午，梁根他们便搬离了茅草屋。新房子是本地修士刘麻子帮着一起找的，梁根也不好意思让他白帮忙。晚上的时候弄了一顿丰盛的火锅。听说了吗？妖族马上要进攻腾冲城了。刘麻子酒过半巡，喋喋不休地讲述着自己在腾冲城的所见之事。可能是酒喝得多了，说话也不利索，最后眼皮一垂，便迷迷糊糊地倒在了桌子上。腾冲城是什么地方？一个边塞小城。哦，对了，你叫我猫猫仙子，那我叫你什么呢？旁人一般管我叫先生。哦，先生，他应该叫什么？叫他牛牛就好。叫我牛牛哥，叫他阿黄哥。牛牛哥，阿黄哥。晚上睡觉时，梁根给橘猫准备了一个篮筐，篮筐是自己编的，里面有一块布，当做了被子。你有自己喜欢的人吗？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人，先生喜欢的那位。
他肩负重任，身不由己。不说他了，猫猫仙子以后就跟我们一起住。仙子会捉老鼠，不会白住的。我知道。错什么事了吗？猫猫仙子昨晚睡得可好？睡得可香了。吃过早饭，闰土说要去本地的书院看看，就先行出门了。于是瞎子带着猫猫仙子和老牛闲来无事去街上转悠转悠。别打了！哎呀，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在我的场子出千，胆子不小啊！饶命！是我一时糊涂，以后再也不敢了。按照规矩赔10倍，赔不起就用一条手来还。看场子的人叫张二，为本地恶男的张老爷做事，心狠手毒，一手短刀更是出神入化。看你小子也没钱，去将他的一条手给剁了。啊！两兄。你朋友在我场子出千，按照规矩，要么10倍赔偿，要么卸一条手臂。两兄，你救救我！大恩大德，永世难忘。该赔多少？那张二说了一个数。瞎子不失礼貌地笑了笑，犹豫片刻，心想着刘麻子这人小错虽有，却在大是大非上分明，在恶男也是瞎子唯一的朋友。我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在还清我的这些钱之前，要听我使唤，可否？没问题。哼，要你做好人，现在我们的存款都被你花光了，连饭都快吃不起了。是该寻个挣钱的法子了。仙子可以捉老鼠赚钱，猫猫仙子可以不用赚钱。先生，我自有法子。翌日，一处方室当中，一只橘猫叼着3只硕大的老鼠走进了当铺。有人吗？听说你们这能换钱？是，足下要换什么？只有这些老鼠，原本有4只，因为太饿了，所以我吃了1只。啊，我们这里不收老鼠的。猫猫仙子无奈只好将几只老鼠收走，摇着尾巴去了另一家当铺。半个时辰后，仙子叼着老鼠，神情失落地走在街上。猫猫仙子辛苦了。仙子没有赚到钱，现在很没用。赚不到钱，并不代表猫猫仙子没用。那以后仙子少吃一些。先生和你牛哥会赚很多的钱。张家在恶男树大根深，占据一方。张二被张家老爷子救过，为其卖命。张二，有个事你去办一下。10年前那只身怀秘宝的猫妖，你可还记得？记得，他不是已经死了吗？有消息，这猫妖还有一子嗣。我想这秘宝会不会在这个子嗣身上？你去办一下，记得要悄悄办。明白。进入7月，天气逐渐热起来，一人一猫走进了一家茶馆，点了一壶茶和一些开胃小菜，听着说书人口若悬河。他说的刘云月是谁？很漂亮吗？跟仙子一样漂亮。足下这桌茶，我们家小姐请了。素不相识，无功不受禄。足下客气，不过是一桌茶水罢了。足下的猫好生漂亮。实不相瞒，我家小姐爱猫如命，今日见了足下的猫，一见倾心，不知足下可愿意割爱？自然是不会让足下白舍一只猫的。我家小姐愿出500两。500两，如果只是吃喝，普通家庭1年的消费大概在2两银子左右，买一只猫出手就是500两，当真阔绰。足下误会了，这只猫不是在下所属，不过算是住在一起的邻居罢了。仙子值这么多钱吗？是在下失礼了，原来足下也是修行中人，这猫也是一只灵猫。那人说完便回了2楼，和那女子儿语了几句，又走了下来。我们家小姐说，不知道500灵时可否买下这只猫。方才在下已经说了，猫仙子不是在下所属，谈不上买卖。
1000灵石如何？不，1500灵石，不能再多了。猫猫仙子吃饱了没？足下，可知我家小姐姓甚名谁？不知。我家小姐乃是鄂南王家长女，在鄂南能与王家匹敌的，恐怕也就只有张家了。父亲与我说，最近有消息，10年前那只身怀秘宝的猫妖可能留有子嗣。我看那只橘猫真的可爱，若真是那猫妖的子嗣，自然为好；若不是，得一个这么漂亮的小猫也不错。请小姐归家稍等片刻，尽量温和一些，闹出人命就不好了。在下知晓。在茶馆耽搁的时间太久了，瞎子他们加快了脚步，不然待会回家后，老牛又要碎碎念了。足下2000灵石，外加王家的面子，不知可否将这猫卖与我家小姐？在下先前说过了，猫猫仙子不属于在下。那就恕在下无礼了。我自断山点酒，千秋的路后，曾有飞雪。我千里故人，青山迎白首，年少有节。在下不想和王家结仇，这次只是对你的小小惩戒，希望不要再来打扰我们。又过了几日，这日一早，猫猫仙子抱着一个圆球，乖巧地坐在镜子前，梁根正在给她编着头发。仙子的头发还没有编好吗？猫猫仙子的头发很难编，仙子不想编头发了。编完头发，猫猫仙子会更好看哦。好吧。介绍一下，老夫是王府管家孙全武，这位是老夫的弟子。有何事？我家小姐任性，我这位徒弟无礼，老朽这下赔罪了。容在下多问一句，先生，这猫是从别处带来的，还是这猫本就在鄂南？猫猫仙子本就在鄂南。先生可能有所不知，鄂南曾经有过一只猫妖偷了我家的秘宝，而后这只猫妖被人杀死，秘宝也没了下落。如今据说这猫妖的后代出现，我等正在寻找，不知道先生的这只猫儿是否就是那只猫？在下也不知。那不知可否容我等将此猫带回，等查出了结果，再将此猫还给先生？恐怕不行。10年前，鄂南出现了一只猫妖，它身上携带的秘宝让无数人为之着迷。在一场争夺战中，秘宝随着猫妖死亡而消失。10年后，猫妖的子嗣出现在了鄂南城。我等只是将猫带回去，等查出结果，自然会将猫送还给先生。恐怕不行。为何？仙子不会愿意跟你们走的。何况阁下与我扯谎，我又怎能放心将猫猫仙子交于阁下？猫猫仙子不愿意跟你们走，你们都是坏人。没听见仙子说的话吗？好了，不废话了，阁下茶也喝完了，那请离开吧。此刻，王家大公子带着几百手下，早已将瞎子所住的屋子外围的水泄不通。在下有礼了。孙管家可是6境炼气士，居然被他这么随意地丢出了屋外。如实告诉先生，这份秘宝我们王家势在必得。如果我们王家倾巢而出，先生可抵得住？我也如实告诉阁下，若是现在在下还年轻，而等待人杀上门来，在下果断不会坐在这里与阁下多费口舌。若是下一次阁下带更多的人来，那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王家大公子盯着瞎子的那双苍眸，明明看他的眼神很平静，但却能让他感到震慑，一种直觉让他感受到了一股无形的杀意。梁哥，你用这么好的手机看剧啊？如此精彩的剧情，当然得用个好的设备观看。苹果16正式发售，大家不想高价买可以去租着试试。在人人租 APP 上租，只要官网价5.99折，十分划算。除了手机还能租相机、游戏机，啥都能租。租东西就找人人租，万物皆可租，省钱上人人租。
等等！身后传来瞎子的声音，大公子脸色猛然一变，身体顿时紧绷了起来。阁下的面前还没有付吧？慢点吃，你看你都变成一只大花猫了。毛毛仙子本来就是猫，这些鸡腿都是你的，慢点吃，没人跟你抢。哦对了，他们还会再来吗？应该会吧。毛毛仙子不想跟他们走，他们都是坏人。梁哥，要不要在家中布一个阵法，省得这帮人再来找麻烦？这是个好办法。猫妖秘法的事情闹得满城风雨，人人都想得到秘法，不少修士怀着别有用心的目的前去窥视。不知道为什么，等他们一走进去，就好像是走进了迷宫当中，在里面绕了3天3夜，结果仍然一无所获。可越是这样，人们越是相信这一定是那只传闻猫妖的子嗣。是时候该离开这里了。猫猫仙子想跟我们一起走吗？去别的地方吗？别的地方会有老鼠吗？有很多。猫猫仙子会捉老鼠赚钱。猫猫仙子即使不会捉老鼠，也会做许多事情。瞎子看着猫，倒是来了一些兴趣。这猫身上真的有传说中的秘宝，明明一副蠢呆呆的模样，不过念头转瞬即逝，却是没有多的思索。秘宝与否与我何干？几日后的某一天，忽然幻阵缓缓消失，露出了小院本来的面貌。众多修士纷纷一惊，还以为自己眼花了。可仅在片刻之间，无数修士冲进了小院，里里外外翻了个遍，却没见一个人影。好凉快，这茶和先生泡的不一样。凉茶不是茶叶，虽然叫凉茶，但实际上里面是没有茶叶成分的。先生泡的茶也好喝。鄂南城外，瞎子他们走到一处凉亭前停了下来，里面坐着的是3人：王家家主、张家家主，还有一位是朝廷派驻此地的节度使。阁下且用茶。瞎子没有说话，只是拐杖中的杖剑忽然出鞘。仅是瞬间，其余坐着的2人纷纷面色一变，手摸向了身后的佩剑。也就在同时，周遭的林子中窜出来数十名手持弩箭之人，毫不怀疑，下一秒便要将瞎子射成筛子。这就是请我喝茶的态度。让先生见笑了。可短短片刻的功夫，从在场的几人变成了10几个，紧接着是100多号人，越来越多，不断有修士惊出鄂南城，人数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正在增长，成千上万人聚在一起，黑压压的一片。除了里面坐的王张2大势力，看那边飞虎堂和刘英帮的人也来了。这场面8辈子都看不见。仙子有些害怕。有我牛哥在，不用怕。毛毛仙子不要害怕，牛哥不会让你受一点伤害的。那先生阵法着实高明，可若是我等不惧生死与先生搏命，不知先生如何应对？今日此番秘宝，我等势在必得。为了一个猫儿搞这么大阵仗，看来我不交出来，今儿个我们是走不了了。2位家主何必多费口舌？你们若不上，我飞虎帮先上了，到时候秘宝可是我飞虎帮的了。请便。先生，不要害怕，有先生在。老大，这种等级的货色就不用你出手了，我闰土就能搞定。小心为上。小小一只黄皮子，竟然也敢口出狂言！拿命来！起来！废物一个，连一个黄皮子都搞不定，还想要秘宝？起来！妈的，居然搞偷袭！闰土退后，老子要撞死他！起来！妈的，居然能和本牛打个平手！看来不用点手段是不行了。火山无影脚。牛哥好厉害！好厉害的鸟！
没想到先生的手下都如此厉害，那不妨和老朽过招如何？让本牛来就行了。老牛退后，这王家家主品阶很高，你不是他的对手。老子可不怕他。牛牛哥，听先生的话。哼。泰山压顶。梁哥小心！泰山压顶。梁哥小心！老牛，你疯了！牛牛哥，一定要顶住呀！一座不行，那就再来一座，看你是否能顶得住。梁哥，你快闪开！我快顶不住了。老牛，快扔掉！这仙山是扔不掉的，他会直到将你们埋进土里。我等好言相劝，你却仍然一意孤行，那就别怪我等手下无情。牛牛哥，你的脚没事，不就断了一个脚吗？这老牛居然能破我的仙山阵法！尔等既然不想交出猫妖来，那老夫就陪你们操练操练。操练你爷爷的！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法宝？妈的，就你有宝物，让你也尝尝被压进土里的感觉。先生，切勿动手，他乃恶男王家。不要啊！都给我上！杀了他们，替我父亲报仇！不允许再欺负我家先生和牛牛哥、闰土哥了！给我滚开！猫仙子，你干嘛呀？老牛，保护好仙子！非要来送死，那我就成全你们！一曲肝肠断，天涯何处觅知音？我自断山点酒，千秋。你想干什么？不想干嘛，就想问你，现在你王家还想要这只猫了吗？猫可以不要了，但这个仇一定要报。那请问张家家主，你现在还要这只猫吗？张家主，我看还是算了吧。也罢，我张家不会再要这只猫了。那就好。老牛，咱们走，回去我给你结账。老夫得不到的，谁也别想得到。拿命来！下辈子不要再这么执念了。就这样，恶男猫妖的事情随着两大势力的陨落也逐渐消散，瞎子他们也准备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了。闰土，你真的打算潜心修炼了吗？闰土哥，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
闰土，没了你，我老牛晚上会睡不着觉的。我也舍不得你们，可我已经决定了，等有缘我们还会再见的。那我们出发，目的地旺角。一曲终了，似乎是过了一生这般漫长。在不远处，有条小船缓缓飘来，船上坐着一个人。有理了，阁下好。先生，你看他好像不是人。让阁下见笑了。喂，敢问阁下姓名？忘了，在这片海上漂流了太久，许多事情都忘记了。阁下当真有趣，不知可否上船一叙？在下的大道碎片，却是隔着好远便感受到了足下怀中的大道碎片。在下便是碎片群中的小甜甜，敢问阁下是？快乐的大男孩。哈哈，相知多年，今日却是第一次见面，不知阁下为何漂泊在这片海域？我也是为了求得长生而被迫囚禁于此。原来快乐的大男孩为了求得长生，抛妻弃子，然而没想到获得长生的代价，竟是他终生不能离开这片海。我既已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却对阁下一无所知。我的故事说起来很长。瞎子讲述着自己的故事，从安北4镇救公主，入大漠，南下书院，又如何得到符文碎片，那一件件一桩桩的故事都未曾让瞎子忘记。这世界当真是好不公平，我毕生所求，阁下却不费吹灰之力便能得到。人道渺渺，天道茫茫，虽已离道多年，在下却还想最后试一试。不后悔。以求道生，为求道死，有忧何惧？阁下好气魄，那便一招定胜负，如何？虽已离道多年，在下却还想最后再试一试。那便一招定胜负。反来！阁下果然好身手，我输给你了。见笑了。最后送一句话：长生路上尽尸骸，好自为之吧。先生，这个人也真是可怜，为了求得长生，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不说他了，前面便是雍州，到了那里得先赚点盘缠才行。猫猫仙子会捉老鼠。不用猫猫仙子捉老鼠，牛牛哥会养你。牛牛哥真好。2天后，瞎子一行人到达了雍州，第一件事就是摆摊赚钱。一家这猫儿，猫儿怎么了？之前有个鼠妖十分猖獗，不知你家猫儿能否出手？当然报酬也是相当丰厚的。仙子很会抓老鼠。哎呦，那鼠妖十分厉害，你可抓得住？仙子什么样的老鼠都能抓得住。那太好了，我来具体说说这个情况。没想到出来雍州城就接到一个大单子，猫猫仙子信心十足，可梁哥儿还是有些不放心。这一次我不出力，只提供信息支持，到时候成了分我一点钱就行。这事包在我身上了。你吃饱了吗？你在玩什么？闲着没事玩玩游戏。那橘猫在抓老鼠，你倒还挺有闲心的。这玩意是什么呀？我这正用自己擅长的赵云冲榜1呢，我把所有资源都升到满级，称霸3国还不是简简单单。确定没氪金吗？当然，左下角上线就送1000连抽，每10连必出神魔武将，首日 VIP 无免费送，第2天还能自选价值648的95资质卡，还有超多福利码，主打零氪轻松玩。那我再试玩下。这时，吱吱吱吱的老鼠声音不断的从阴暗角落中传来。过了一会儿，一道黑影窜出，橘猫重新出现。
仙子抓了很多老鼠，仙子可抓到那鼠妖了？没看见那鼠妖出现。角落中有老鼠聚集起来，似乎是要奔着这面而来。猫儿听见老鼠声，便又迅速窜了过去。估计鼠妖今天没出现，明儿再来吧。这些老鼠不可以拿来换钱吗？这些老鼠都没有道行，只有那只鼠妖可以换钱。唉，你牛哥在做晚饭，我们该回家了。赚到钱了！仙子没遇到鼠妖，没能换到钱。我家仙子最厉害了，今儿没遇见，明天仙子继续抓，一定要抓到那只大鼠妖。等牛哥，仙子一定抓到它。肚子饿了，老牛，晚饭好了没？催什么催？没看见我正在做吗？此刻，黑暗中传来稀稀疏疏的嘈杂声，老鼠大军聚集在墙角，并且沿着墙角一路往上攀爬。显然是因为之前橘猫去猎杀老鼠，而被这群老鼠记恨上了，找到了家的位置，报仇而来。咱家的小猫捕老鼠很厉害啊！那可不，除了会捉老鼠，便什么也不会什么了。至少它可爱。与此同时，远处传来更多的老鼠声音，越来越多的老鼠从四面八方像潮水一般涌来。老鼠太多了，仙子抓不过来了。擒贼先擒王。仙子找到他们老大的位置了。黑暗中的鼠妖虽然有一些道行，可是面对天敌，终究还是有着几分胆怯，更何况是一只成了精的猫。这次看你还往哪跑！眼看着鼠妖要被橘猫拿下了，忽然周围的老鼠见了这一幕，似乎又得到了鼠妖的命令，一拥而上，企图淹没猫。溜了！居然敢偷袭本仙子，看我怎么抓住你！仙子慢点！一小一大，一前一后飞速奔走，跑出了3条街。鼠妖一回头，看见橘猫正紧紧追着，顿时吓了一跳。仙子果然厉害，这下我们又有盘缠了。快我！仙子太厉害了，不但会写字，武力值也很高。这个鼠妖是不是能换很多钱？是的，可以换很多。有了钱，我们又可以上路了。听说你徒弟燕13即将问泉什刹海，我们这么久没见了，就相约什刹海吧。什刹海。老牛，这苍鹰是你的朋友吗？哈哈，他是我的朋友，我给他讲述了咱们的故事，他就非要给我们当牛做马。先生，前方是哪啦？前方就是什刹海，位于中州南部，与世隔绝的岛屿之上。先生，我们是不是马上就能见到你的徒弟啦？是的。前方便到了人家护山大阵的界限，我们先找个好位置观战吧。一人一牛一猫找了一个观战的好位置。瞎子抬头看了下时间，当初约定好了，顾西周也要来凑一凑这个热闹。仙子饿了，吃个饼子垫吧。里头还有很多好吃的呢。那是留给客人的。客人什么时候到？
大概一会就到了。围炉煮茶热气升腾，却也是巧了。到了鼎沸的时候，一道青光自天边划过，随后重重落地。嘿嘿，好他娘的，许久未见了。在下如约而来。老牛有没有想我？给，这是酱牛肉，你的最爱。哎呦，谢谢老顾。这猫是啥情况？偶然遇见，与在下同行。哦，都这么晚了，燕13这小子怎么还没来？要不你打电话问问。我来打个电话给他。您好。咦，他关机了。算了，还是边喝茶边等他吧。你换新手机了，旧的呢？换新当天旧手机我就放爱回收卖了，他们家全国近2000家门店，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我之前用了很久的苹果13还卖了2000多呢。爱回收是上市公司，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平板、笔记本都可以放爱回收回收了。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曾想燕13这小子竟然坐上福玉山门主的位置，你小子在背后没少出力吧？也没出多少，能当上门主更多的是靠他自己。对于燕13，梁根是抱了很大的期许，在对方迫近的关键时刻助其突破。福玉山山门门主燕13前来问权。即使不能杀了燕13，也要把他拦在山门之外。然而，无论冲上前多少弟子，权意如虹便会忽然而至。燕13一拳下去，别说人和物了，方圆10余丈的场地都被拳风吹得4分5裂。大胆鼠辈，居然敢问权什刹海，找死！进来！关海峰，峰主天魁星祭出本命飞剑，牵引大阵将燕13包裹得严严实实，只要他一动，似乎便能将燕13撕裂。什刹海可不是谁都能来挑战的。再说最后一次，上路！想要闯祖师爷祠堂，休想！给我死！人云之下，老夫便是最强！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强！此时此刻，一道破空之音响起，天空中，什刹海主人云山真人的法相金身手持一把巨剑，以闪电般的速度劈向燕13。快召集宗门所有弟子前来应战！很快，天空中多了无数御剑而来的什刹海弟子，他们准备群起攻之。3息内还留在此地者，4呼，1息，2息，3息，晚了。什刹海主人云山真人法相金身被这一击之下，法相金身化为了虚无，他倒在祖师祠堂，试着站起身继续迎战。哈哈，燕13这小子我喜欢。这边也看完了，顾兄之后准备去哪儿？哈哈，还没想好。哦，对了，你应该现在去见一见你徒弟。我会亲自去福玉山看他的。走了，戏也看完了，老友也见到了，下次见了。要好生照顾这只猫。梁哥，
你现在真的不去见你徒弟吗？现在不方便。走，我们去福玉山。那里老鼠多吗？仙子好久没吃到老鼠了。那里老鼠多得很。中州福玉山虽是新起的山门，没有多少底蕴，不过如今风头正盛，今日福玉山门主燕13灭什刹海的消息早已传开了。前面便是福玉山了。没看到吗？乞丐与牲口不得入内。你们这群狗眼看人低的家伙，你们可知道这位是谁？就是，你们可知先生是谁？我管他是谁，来我们宗门撒野就不行？还不快滚！身为福玉山宗门的祖师爷，瞎子是第一次入福玉山门。被打了！哎呀，被打了！被打了！别打了！让你狗眼看人低！你敢动手，看来是不想活了。都等着，老子去摇人！放肆！弟子燕13拜见先生。哎，又不是过年过节的，行什么大礼？你们几个也不看看这位是谁？他是我们宗主的师傅，可是我们福玉山的祖师爷，都给我跪下！还不赶紧认错！祖师爷、牛爷爷、猫奶奶，是我们眼拙，没认出你们来，我们错了。该打！居然叫你牛爷爷为牲口！哼！先生，不知者无罪，还是放过他们吧。那就放过他们吧。还不快滚！仙子是不是饿了？来，别客气。姑啊，有奶茶和薯条，都是我喜欢吃的。今晚吃，不够再叫人送些过来。这么多好吃的，也要花不少钱吧？我这都是在美团上买的，反正也花不了多少钱。像我都用美团团购团，听说最近在搞活动，吃喝玩乐团购低至9块9，团咖啡、奶茶、汉堡、薯条都是9块9起。在美团上搜特价，团9.9就能团，吃喝玩乐就用美团团购，店好多，省好多。你也快去瞅瞅。等等，先生，你怎么来了？这些年您和老牛行踪莫测，没人知晓您去了哪。去了其他大洲转累了，便想着回来了。先生可知不久前我闻全什刹海了？你的事情我都知晓了。什刹海的时候，我便在旁边看着呢。什么？那先生当时怎地不现身一见？今天不就见到了吗？也是。宗主，今天是第2届收徒大会，需要你过去主持。没看到祖师爷在吗？大会取消。去吧，现在你是宗主，很多事都要你去操心，为师在这随便转转。先生在此多待些时日，弟子好好陪陪您。燕13当了宗主，果然气度非凡了。燕13也已开山立派，我也不用再担心他了。走，我们回蜀山。是马良师兄吗？正是在下。我们都是通天峰的弟子。蜀山通天峰前任峰主叛逃，而后由清风长老接管了通天峰。谁知他整天就知道喝酒睡大觉，后来闰土去了，就帮着重整了通天峰。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所谓何事？有妖魔作乱，杀死了很多百姓。我等正准备前去镇压，恰巧遇见了你们。妖魔？他们在大隋境内？不是，是他州的一个小国，龙脉外泄，引得一些邪修和妖魔争夺。那皇后本是蜀山的旁支弟子，托人向蜀山求援。原来如此，那正好，我跟你们去一趟，解决了此事，一道再回蜀山。有师兄相助，自然再好不过了。最终到了中州外的一处岛国之上，当靠近小岛那一刻，就感知到周遭有多少邪恶气息隐藏在深处，有妖魔，有邪修，或者其他门派弟子。此刻小岛之上乱作一团。瞎子施展法眼，探查着所谓地下的龙脉，在他双瞳中，这座小岛的山川河流全部联系了起来，仿佛一道道细小的经线，这便是一国之气运所在——龙脉。此国虽小，却已有800载的历史。
怪不得会吸引诸多宵小之辈。温如玉抬头四处看了一眼，暗自咂舌，光是上3境的修士便来了不下一手之数，更不用说还有这群大妖魔了。梁师兄，先带我给他们一个警告。奉掌门之命，蜀山弟子前来驰援，镇压妖魔，保护龙脉。尔等速速离去，若是还留在此地，一律格杀勿论。中州蜀山威名赫赫，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原本在此地厮杀的妖魔修士顿时离开了一半，谁也没这个胆量跟蜀山拼一拼。当然也有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了。不过是蜀山的修士，又不是蜀山的掌门来了，慌什么？就是，我等众人齐聚在此，一时半会儿蜀山也奈何不了我们。放肆！梁师兄，空中的妖魔就劳烦你了。客气。蜀山弟子，所有诸妖。温如玉一马当先冲破禁锢，撞入那团黑雾当中，与妖魔邪修厮杀在了一起。坐稳了。蜀山之外，他州一个小国龙脉外泄，引得一些妖魔邪修前来争夺，瞎子与蜀山弟子前来支援。坐稳了。老牛坐飞机。一场屠杀之后，原本盘踞上方的诸多势力再也没了方才的气势。瞎子微微皱眉，施展法眼，透过层层屏障盯着皇宫中的老皇帝。以龙脉为中心，整个国家的山川河流联系在了一起。有些不对劲，我本以为是妖魔入侵导致王朝气运衰减，原来是这老皇帝布了一座大阵来吸收日月星辰之力，来为自己续命。所以就也导致了龙脉外泄，才引得这么多妖魔前来。呵呵，还去蜀山求救兵，当真是好谋划。身为一国之君，为以自己私利，不惜牺牲王朝大半气运，害得无数百姓命丧妖手，真是可恶。剑鸣之音常响，此刻仗剑变得足有1000丈之高，许多还在与蜀山弟子厮杀的妖魔都下意识地抬头看去，只见巨剑悬于顶上，似乎随时都会俯冲而下，这让众多妖魔以为这一剑是冲他们而来。难道是冲我们来的？这气势有些不对劲啊！就在众多妖魔邪修心中犯嘀咕的时候，一道破空之音响起，剑光已然从高高的天空砍向地面，可落下的方向却并不是冲着他们，而是直插某处山巅。梁哥，对面大妖也太多了，打不过来了，你要想想办法才行。那我马上打电话叫支援。你用的这是什么法宝？竟然能摇人！新领的华为 Mate 70昆仑玻璃防水耐摔。怎么领？左下角年底狂欢，准备了一批新款华为 Mate 70和苹果16 Pro Max 大派送，注册升级就能领。骗人的吧？放心，左下角是国验的，官方正品直邮。我领的苹果也发货了，我试试。还真有啊！快冲吧，早领早享受。老牛上法诀，祈福。老牛口中一道射令之后，将流失的龙脉之气引导重新灌入龙脉之下。与此同时，地面上2只大妖合力逼得一名蜀山弟子引爆了金丹后，抬头看向瞎子那边。趁着这个瞎子实力尚可，虚灭了这个锐利无双的剑修，我们几个一起上，杀了他们！随后，瞎子施展法眼，眼盯着皇宫深处，可还是慢了一些。只见那位白发苍苍的老皇帝坐在阵眼之中，源源不断地吸收着气运，眼睁睁地看着这位老皇帝的头发由白转黑，容颜逐渐变得年轻。寡人成了，寡人成了。那个老家伙怎么处理？按照规矩，
世俗皇帝我等不能随意处置，而且即使是他死了，那大半气运也会随之消散。先生，可是蜀山弟子，寡人有礼了。此番前来相助，辛苦诸位了。陛下当心！你别以为你是蜀山弟子，修为通天，便可为所欲为。寡人乃是正统皇帝，受儒家圣人庇佑。呵呵，真有趣。若是儒家圣人知道了你的所作所为，不知该作何感想？那也轮不到你指手画脚。你身为儒家弟子，本该心怀天下，既已是首席供奉，又为何助纣为虐？识君之路，担君之忧。妇孺。你敢？我是皇帝，你。皇帝瞪着眼，身子一软倒在了地上。他并没有死，而是被挑断了四肢。无数百姓为你这几十年的寿命陪葬，此后这方宫殿便是你后半辈子的容身之处，也会是你的葬身之地。这方宫殿便是你今后的葬身之处。梁哥，快出来！那群大妖想要联合起来对付我们。老皇帝一废，龙脉便四处外泄。目前那群大妖和邪修，只有联合起来灭了这群蜀山弟子，才能霸占这一方。这怎么回事？这一国气运正在流失。老皇帝已经被我废了，我不想看着黎民百姓被这老家伙祸害完。师兄，你这么做，蜀山那边可不好交代。师姐，你看下面的妖魔邪修开始摆阵法了。只见地面上的妖魔和邪修摆开莲花大阵，想要用尽毕生修为一击来歼灭蜀山弟子。他们想要一击歼灭我们。蜀山弟子听令，大阵摆起。天地护我，凌天阵开！师兄，你真不打算去蜀山了？暂时不去了，等我游历完了想去的时候，自然就去了。这件事不算小，我打电话帮你问下，看蜀山那边怎么处理这事。清风峰主说也摆不平此事，等事情平息了，我再回蜀山。你最近又换新手机了，以前那个旧的呢？换新当天旧手机我就放爱回收卖了，他们家全国近2000家门店，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我之前用了很久的苹果13卖了2000多呢。爱回收是上市公司，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平板、笔记本都可以放爱回收回收了。师兄，那我们就此别过了。我似乎感应到了雪山那头的符文碎片。那边有老鼠吗？有洞老鼠，哈哈。那我们就出发大雪山。都小心点，翻过这座小山，便是东部雪原最高的山脉了。快看，前方有一个茅草屋。走，咱们去借宿一晚。你们是？在下马良，云游到此。大雪封山了，不知可否在贵宝地借宿一宿？进来吧。老先生，你是一个人住在这边吗？
我还有一个女儿，半年前被怎么了？老先生，不远处的那座山上是不是有个神祠？是有，你怎么知道的？哦，对了，我忘了，你是修行之人，应该能感受得到。你女儿是不是和那个神祠有关？那是此地的山神，他是国舅爷大顺皇帝的亲戚，他死后官府为他立庙建祠。他活着不是什么好鸟，死了之后更不是个东西。每年官府都要为他献祭那些无辜的少女，可怜了我的女儿。这个山神真不是个东西。不说这个了，烤兔肉要熟了。第二日，依旧小雪纷飞，瞎子他们一行人向着神祠的方向前行。走到半山腰，便远远的能看见那富丽堂皇的山神庙了。到了，我们在此地休息一下，再进去吧。东河山土地拜见仙长。这个土地公不是傻子，虽然看着瞎子身着单薄，可气质非凡，定不是常人。仙长不敢当。不知尊驾降临我东河山所为何事？想向你打听个事。在下一路前来，听闻当地山神口碑不佳，却不知是真是假。这……犹豫片刻后，土地公将实话和瞎子说了一遍。在下知晓了，多谢土地公。看来那个山神是不想当了。溜了。一行人继续前行，最后走进了香烟袅袅的庙中。山神的神龛高达数丈，耸立中央。此番前来，有话问山神：何方宵小，敢在此嚣张？山神为何不以寻常样貌见人？与你何干？神龛中的山神望着瞎子一行人，他丝毫不惧，毕竟他是武官下马，文官下轿，皇帝册封的又是国舅爷。既然不敢现身，那我就不客气了。小小之辈，找死！小小之辈，找死！你是何方神圣？只是一个拉二胡的瞎子而已。虽你作恶多端，毕竟你也是皇帝册封的山神，就留你一条小命，希望你日后别再祸害人。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这种货色是不会悔改的。什么人？看来他们来者不善，带我去收拾他们。老牛，先退下。想必这些就是东部雪原最后的一支蛮人部族了。这个东西可以做衣服，比你们身上穿的暖和。蛮族巨人看了看脚下的布，又看了看瞎子，便拿起那块布仔细摸了摸，随后嘴里又说着什么，却又听不懂。随后那个蛮族人嗷嗷地叫了2声，再配合手上的动作，让瞎子明白了他的意思，那就是跟着他们走。这群蛮人的意思是让我们跟着他们走。他们不会吃了我们吧？据我所知，他们只会吃野兽，不会吃人的。那我和仙子不是人啊？他们也不吃牛和猫的。一行人走了差不多2个时辰，终于到达了蛮人的部落。你是中原人？你会说中原话？是的。你们来这儿做什么？溜达，瞎溜达。整个蛮人部落也就首领能懂几句简单中原话，于是瞎子便又从储物戒中拿出了一些东西来和他们交换。先生，
你的储物间里啥时候藏了这么多好吃的？哈哈，我知道猫猫仙子嘴馋，所以给你带的。啊，这么好吃的东西一定很贵吧？不贵，我这都是在美团上买的，反正也花不了多少钱。像我都用美团团购团，听说最近在搞活动，吃喝玩乐团购低至9块9，团咖啡、奶茶、汉堡、薯条都是9.9元起。在美团上搜特价团9.9就能团，吃喝玩乐就用美团团购，店好多省好多，你也快去瞅瞅。见了这些东西，蛮人们眼前一亮，纷纷凑了上来，左瞧瞧右看看，都没见过这样的宝贝。我们之间可以做交换。蛮人们完全明白了瞎子的意思，于是瞎子和老牛开始摆摊，蛮人们各自拿着自己的宝贝前来做交换。瞎子他们在部落里成了客人，首领为他们安排了一个帐篷住下。第二日清晨，外面传来滴滴的说话声。你是不是也要来换东西？我这还有茶叶罐以及一些其他的东西。小女孩摇了摇头，随后放下东西，伸手拉着瞎子的手往另一个方向走去，最后走进了边缘的一顶帐篷内。原来这个小女孩是要我救这个疾病缠身的女人。她应该是你娘亲吧？虽然她病得很重，不过你放心，我会尽量医治她的。经过瞎子的一番针灸后，第二日，那蛮族女人的气色果然好了不少。昨天还奄奄一息，今日居然能坐起来了。你要多做一些好吃的给你娘亲，这样她会好得更快。瞎子在蛮族部落里救人的消息传开了，从原先对他有敌意，到现在成了救命恩人。蛮族人现在是把他们当成了真正的贵宾一样。瞎子他们在这里也待了1个多月了，仙子和小女孩也成了好朋友。不过，终究他们还是要走的。今日一别，可能今后再无机会相见。先生，一路平平安安。有缘还会相见的。这是我绣的布球送你。这苍蝇去哪儿了？这么冷的天，估计在哪个山洞里烤火吧。天气恶劣，我还是派一些人送你们出山吧。那就多谢了。积存不知数千年的雪山竟然轰然崩塌，白色的巨浪从山顶奔腾而下，眼看就要将它们全部吞没。蛮人们哪里见过这等场面，大眼瞪着小眼都惊呆了。原来是瞎子抗住了这一击，要不然这里几个人要全军覆没。你们送得很远了，可以回去了。等这群蛮人回到部落之后，将几天前梁根如何施展法术抵御了雪崩的事情一宣扬，整个部落炸开了锅。最后这位族长甚至不惜花费一番精力，为这一人一牛一猫雕刻了泥身，当作某种信仰祭拜。暴风雪呼呼地刮着，无法再继续前行，于是一人一牛一猫便找了个山洞躲了起来。哎，有人来了，一个穿着跟仙子一样漂亮的女人过来了。跟仙子一样漂亮的女人？这里怎么会有其他的人呢？仙子嗅到了其他的味道，是个妖精。族下从何而来？中州。小女涂山雅，涂山狐族，今日外出游玩，经过此处，敢问族下这是要去哪儿？我们要往东走，不知是何地界？乃是一片洞天福地。当真？先生是要去洞天福地？小女不才，却也是洞天福地的5方掌管之一。先生若是想去，小女子可以给先生做个引荐人。可？先生稍等一下，我先打个电话问问能否让你们进去。
先生，刚才我打电话询问了，你们可以进入洞天福地。多谢姑娘了。你又换新手机了，旧的呢？换新当天旧手机，我就放爱回收卖了。他们家全国近2000家门店，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我之前用了很久的苹果13还卖了2000多呢。爱回收是上市公司，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平板、笔记本都可以放爱回收回收了。女子施展飞举之术，不到半日的功夫，他们便到了涂山崖口中所谓的洞天福地入口。这便是洞天福地的入口了。这住人地方，怎么入口就和珠子一般大小？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待我施法，带你们进入福地。先生，牛牛哥，你们怎么消失不见了？仙子，你的脚踩到我们了。仙子怎么没变小？我们已经到了洞天福地。至于这只猫没有变小，多半是因为它修行不够。原来如此。猫儿趴伏着身子，看着平日在自己眼中超级无敌巨无霸的牛牛，此刻都没有自己手掌大。再看看梁根便更小了。牛牛变小牛牛了，先生变小先生了。仙子，你可别把我当老鼠吃了。他这样子能进去吗？怕是不行，容我施法试试看。随着涂山雅向洞天福地内部走去，很快便看见了一个小镇，小桥流水，石板巷陌。先生觉得如何？跟在下想的不太一样，却又该是如此。先生喜欢便好，这些日子先生便可住在此地，还请先生莫坏了此地的规矩。一定。那便不打扰先生了。这里很美，我们可以在这待一段时间吗？怕是不能的，一个萝卜一个坑，咱们如果住下了，会占了他人位置。敢问足下可是马良先生？是我，足下是在下旅游，我乃是一名教书先生，早就听闻先生与神牛的大名，今日有幸一见。吕先生客气，在下虽无多财力，不过请先生喝一杯茶还是可以的。这边请。仙子想要出去玩会儿，去吧，但是不要跑得太远。那你是谁家的？我是辽先生家的。你这身衣服好漂亮。那漂亮吧？那我们一起玩吧。那。于是猫猫仙子便这样加入到了他们的队伍中。这边瞎子和旅游聊得尽兴，得知瞎子刚来还没住处，便毫不犹豫地邀请他们到自己的住处，瞎子便也顺势答应了。先生若是觉得有什么不妥之处，给我说即可。不敢再劳烦吕先生。先生莫要客气，时候不早了，先生便歇息吧。怎么，别人不愿意跟仙子玩？那便是被别人欺负了。那是怎么了？仙子抬起头，将布球放在炕上。瞎子看了一眼这个球，很快便认出来了。这不是仙子的布球吗？我记得仙子临走时把它送给了蛮族部落的小姑娘。可是现在这个布球到了这里，仙子怎么找到它的？在那些孩子手里。瞎子微微挑眉，心中想到了几种可能。仙子打听了这个球是他们哪儿得来的，他说是他父亲给他带回来的。待明天先生去问问就知道了。1日过后，瞎子向旅游打听到了那小姑娘家住处，说明了来历，便让他们进去了。在下王谢，不知先生来此有何贵干？
这布球本是我家仙子赠送给友人的。昨日与王先生家中的孩童游玩，无意中发现了这个布球。听闻这布球是王先生带回来的，不知道王先生是从何处找到的这个球？我记得是在山中偶然间找到的，看着有趣，便随手捡了回来。实是不知是先生的东西，得罪无碍。即使如此，那便不打扰了。主子，不会有麻烦吧？这个瞎子可是小有名气。有什么麻烦？一桩小事罢了。这世上存有一块大道符文，只要集齐5块符文碎片，就有机会天下无敌。这位名为马良的穿越者集齐了其中3块，他的每一次大开杀戒都是迫不得已。先生可问清楚了？还没有。先生若是无事，不如跟在下去逛逛这个小镇。旅游为梁根介绍起小镇的构造来。小镇深处洞天福地之中，创始者乃是佛陀。不过后来又有几方势力共同添砖加瓦，才有了小镇今天的模样。这位是阴阳家术士，对术数的造诣极深。看那个在钓鱼的老头，乃是玄宗派的大能。这对男女是华天大宗门的弟子，一个个看上去平平无奇，可都是深不可测。消息来了，那小女孩死了。那个小女孩真的死了吗？先生，你一定要替他们报仇。一定。好在倒不是整个部族的人死了，不过保守估计那些蛮人被杀了大半。仙子在这里等着，先生去就来。足下怎么又来了？劳烦通报一下你家家主。那容在下前去禀报。先生，这是特意为你准备的，不用客气。哈哈，本来晚上我也要好好出去吃一顿，现在看到你给我准备这么多美食，王家主，我们初次见面你就这么客气？反正也花不了多少钱，像我都用美团团购团。听说最近在搞活动，吃喝玩乐团购低至9块9，团咖啡奶茶都低至9块9，在美团上搜特价团9.9，或点评论区链接就能团。吃喝玩乐就用美团团购，店好多，省好多，你也快去瞅瞅。没曾想先生这么快便又来了。足下背后势力通天，在福地重修行，无缘无故的杀一些蛮人作甚？是在下的疏忽，没曾想那些蛮人当中竟有先生的朋友，一切的损失，在下都愿意赔偿。足下还未回答我的问题。先生说笑了，再怎么说，他们不过是一些蛮人罢了。先生，你不会因为这几个蛮人，便要在下偿命吧？看样子先生真有此意，那在杀我之前，先生可否愿意跟在下去这小镇里转一转，如何？离开王府，他们便一路前行。夜晚的街上格外安静，而瞎子和老牛默默地跟在他身后。先生可会魂游大法？在下不会。这丹药可助先生魂魄出体。请随我来。二人的魂魄来到一户人家，透过窗户看到屋内是一个老头。瞎子记得那个老头是白天在河边钓鱼的那个。只见那老头从罐子里取出一团类似面筋一样的东西，仔细一看，才发现这面筋上有人的五官、四肢、身体却不是人，而是被诡异的压缩扭曲成一个小团。这是一种秘法，将蛮人的魂魄封在其中，因为蛮人的魂魄坚毅，用此法炼制便像是牛肉一般劲道，十分美味。对于修士来说大补，许多修士都喜好这一口。先生若有兴趣，我还可以带先生去这小镇的地下世界转一转。阴阳颠倒，
如果说小镇是阳，那么这里毫无疑问便属阴。小镇中心那颗蕴有机缘之气的神奇之树的根须下面，再往下，再往下，一直往下，那便是被蛮人尸体填满的深渊。那里有无数蛮人的尸骸，一双双手高高伸起，似是要拼命的向上寻求活路一样。其实洞天福地之所以能架得住这么多股势力，这么多人千年来不断的啃噬，即便是擎天之山，怕也要被啃噬殆尽。无非便是这下面铺着累累白骨，以整个东部雪原的生机，换取这安宁的小镇罢了。比起他们的罪孽，王某人我的罪不过是9牛1毛罢了。先生真要为此事杀王某人，王某人伏诛便是。只是有一言想要问先生，不知先生能否解答？问便是。若是一人做不可饶恕之恶，如何？杀之。那若是一群人呢？王谢的意思是，此地乃是各方势力共同营造的局面，换一句话说，也是各方权衡利弊，默许了这所作所为。我知晓先生修为深不可测，只是这一次牵扯甚大，先生可还要坚持自己心中所想？先生，你一定要替他们报仇。是的，既是白骨铸就之地，毁了也无妨。好魄力，但愿先生真的能够做到。我在九泉之下静候先生的佳音。看着眼前王字的供奉符消散，五方掌管之一的涂山雅微微一怔。王家出变故了，是有人攀升境界，故意在破坏小镇内的规矩。果然是他。仙子的好朋友就这样没了。先生，先生会给你讨回公道的。梁先生，为何要无故破坏小镇规矩？足下心中清楚，就此收手如何？如何收手？散去此方福地。在下不是圣人，要是大开杀戒，不能做到公平决断。此话一出，在场的修士心里咯噔一下，眼前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瞎子，居然能这样狂妄。给你们1日的时间，速速离开这里。1日后留下的，到时候别怪我刀剑无眼。就算你有天大的本事，但是我们这里有这么多高阶修士，还怕你一人不成？看来你们不需要1日的时间。小子，还不快快与我操练一番，尝尝我烈焰之怒的威力吧！就这还想和我单挑？谁给你的胆子？你怎么这么强？我要叫人。你这技能2流，用的手机也2流。今年该换新款了，我领的华为 Mate 70都到手几天了。如何领？就在左下角，厂商福利升级，准备了一批新款华为 Mate 70和苹果16不限量大派送，注册上线升级就能领。很难领到吧？挂机升级快得很，认准我左下角专属福利链接，手机轻松到手。还有谁？玄武门向先生讨教。进来！恭喜达到等级，请确认收货地址，我们将尽快送达。刚刚在左下角完成任务，填完地址，这么快就发货了？当然快了，只要看到这个视频链接，就能参与领手机的活动，由我严格把关，今天内下载还送包邮到家。要不你们一起上吧，省得我一个个的打。好狂的口气！那个佝偻着身子的钓鱼老头手掌一摊，随即将一颗金丹服下，在金丹的加持下，自身8境一跃升至9境。小子，来！
究竟就这么点本事吗？你是何方怪物？你就为了那一个不求，不惜毁了这一方福地。福地，就算是福地，这也是吃人的福地。呵呵，不要也罢。你经过了我们的同意吗？我不需要谁同意，谁动了我的朋友，谁就要死。一起上，将这个狂妄自大的家伙杀了。一曲肝肠断，天涯何处觅知音？我自关山定秋，千秋皆入喉，更有飞雪着。谢先生不杀之恩，你自己能醒悟，走出这片邪恶之地，我自然不会动你。那这片洞天福地，先生怎么处理？灭之。旅游要和先生告别了，咱们有缘再见。这一路行来，见识满满，收获满满，是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息一段时间了。于是，一人一牛一猫便来到了相隔千里之外的大安王朝，一个叫燕州的地方。此处便是城中最便宜的房子了。这样的房子才100文，的确便宜，那便成交了。爽快。以后便要住这里了吗？一段时间是要住这里的，根据我们以后要赚的钱而定。仙子会赚钱？呵呵，那我们便看仙子的了。仙子先去抓老鼠了，早点回来。先生也要早点睡。翌日清晨，老牛做了白米粥，一人一牛一猫正准备吃早饭，瞎子却看着仙子有些奇怪。仙子怎么了？没怎么。仙子昨天抓老鼠不顺利吗？很顺利。那怎么会受伤？那个，他们说那里是他们的地盘，不让仙子抓老鼠。真的很过分，就算不让仙子抓，怎么可以把仙子打成这样？仙子告诉我他们是谁，我便去找他们谈谈。猫的事情你不要管了，安心吃饭吧，仙子会解决的。记得不要乱跑出去花钱了。于是仙子趁着夜色又一次出发了。只是等梁根隔了1日再见到猫儿的时候，发现猫儿身上的伤痕增多了不少，2次战斗的失败让猫儿受了不少打击。于是这一晚，梁根看见猫儿用一包牛肉干，气势汹汹地带着老牛出了门。第2日，梁根打算去就近的城隍庙转转，却在半路遇见了同样出门在外的猫猫仙子。猫猫仙子，仙子。傲天，你看那个人为什么叫你猫猫仙子？我不知道，我不认识他，我们快走吧。傍晚，梁根回到家，发现仙子已经回来了，正在准备晚饭。先生这么看着仙子做什么？仙子说呢。那个，今天的晚饭吃油饼和小鱼汤。仙子什么时候改名叫傲天了？猫傲天。猫傲天是牛牛给仙子起的名字，说是这个名字听起来凶悍一些。还有别的称呼吗？还有大名猫傲天，江湖狂暴大猫王。仙子怎么赚了这么多钱？都是抓老鼠赚的，还有其他小伙伴一起帮着抓老鼠，抓到老鼠拿了赏钱分给他们些。哦，对了，这也是牛牛教仙子的。这个老牛真是的。老牛呢？牛牛哥出去玩啦，
要不我打电话让他回来。你赶紧让他回来，我有事找他。他没接电话。算了，咦，你又换新手机了，旧的呢？换新当天，旧手机我就放爱回收卖了。他们家全国近2000家门店，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我之前用了很久的苹果13还卖了2000多呢。爱回收是上市公司，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平板、笔记本都可以放爱回收啦。这烟筑城的老鼠抓都抓不完，我还听说这里有一只大老鼠。大老鼠，那劳烦仙子去打听一下。包在我身上了。此刻敲门声响起，是一个40多岁书生模样的人，看样子是这里的邻居。在下方有财，有礼了。有礼，足下前来有何事？梁兄，可知你这个屋子不太平，先前几个租客住2天就搬走了。这些日子我看梁兄宅中很平静，想必梁兄定不是寻常人。方兄想要说什么，不妨直说。是这样的，方某有一事相求。最近我遇见了一件怪事。什么怪事？夜晚的时候，我家大门总会咚咚作响。第一次响起的时候，我还以为是谁敲我家门，然而一打开门，门外什么也没有，我便没有太在意。可是接连几日都是这样，而且愈加频繁了。是敲门鬼，若是再晚几日，方兄恐怕是小命不保。梁兄救我！莫怕，想必今夜他还要来敲门。在下身边的童儿是除妖高手。这小女童居然能除妖。瞎子说了一番自己的计策后，让方有才安心的回家，晚上定将此事摆平。这一晚，方有才夫妇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在卧房中竖起耳朵听着门外的动静，直到深夜，咚咚咚的敲门声骤然响起。过了一会儿，外面的声音消失了，方有才趴在门边仔细地听着外面的动静。这时，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响起：“事情解决啦，你们安心睡觉吧。哦，对了，记得明天来先生家里结账。”自从梁根帮方有才解决了此事，这事便传开了。随后有很多人慕名而来，瞎子盘坐掐指，不一会儿功夫就帮助4个人解决了困惑。来说说你有什么困惑？前月以来，我家厨子说老有菜肴糕点不翼而飞，本来没太在意，就想着可能是被谁偷吃了。可谁成想过了一些时日，就连门前银两和珠宝首饰都忽然消失了。忽然消失了？忽然消失了。在下知晓了，容在下前去看看。有劳先生了。先生那天说的事情，仙子已经打听到了。仙子说来听听。仙子发动了全城的猫，结果果然发现不对劲，娘娘庙里的娘娘是一只大老鼠。哦，仙子闻到了她身上的鼠味了，而且娘娘庙里还有许多其他的老鼠，一个个都很厉害。辛苦仙子了。哦，对了，还有这里的妖鬼特别多，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就是这里了。就是他。狗子见猫会说话，吓了一跳，下意识扭头便要跑，猫不顾分说的，立马追了上去，随后扭打在了一起。起初面对猫的王八拳，狗子还能有所抵抗，可是很快猫施展法术，便将狗子击败，摁在了地上摩擦。别打他了，求求你们了。贸然打扰，还望勿怪。你是道士？在下不是道士，不过确实有人来请在下捉妖。那便请进来吧。虽然只有一条街之隔，可是老妇人的屋子却是跟那富贵妇人的屋子有着云泥之别。屋内简陋，还望先生莫要见怪。无碍。看样子夫人是知晓这条狗的不凡之处。可知他经常盗窃邻居的财物。那妇人家太过分了，
看着我们家人丁单薄，便强占了我们家的地，害得我们连口饭都吃不起，而他们衣服穿不完，食物吃不完，我只不过拿了一点点多余的东西。大黄，看样子老妇人是知晓这条狗的不凡之处，也知道它经常盗窃邻居的财物。哼，那家太过分了！看着我们家人丁单薄，便强占了我们的良田，害得我们连饭都吃不起了。大黄是我在路边捡的，后来家道中落，穷困潦倒，便只能替人绣花为生。只是年纪大了，便也做不动了，所以常常好几日不吃饭。有一日醒来，便见床边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食物，老朽还以为是神仙显灵了，最后才知道是我家大黄做的。大黄做的这些事情全都是为了老朽我，先生切莫怪罪大黄，您要罚便罚老朽吧。我们没错，凭什么要罚我们？我不过是偷了一些吃的喝的罢了。那些珠宝首饰呢？我不过是给他们藏到了他们家后院，让他们找不到。哼，谁让他们良心那么坏？当初要是没我家主人，他们家女主人早就死在荒郊野外了，不报恩就罢了，甚至还反咬一口。法眼之下，梁根知晓这个大黄没有说谎，又问到了珠宝首饰藏匿之处。此事在下了解了，这便告辞。那此事，在下会妥善处理，告辞。先生，如何？珠宝没有丢失，便在院中。妇人忙让下人去寻，果然寻到了丢失的珠宝首饰。先生果然是高人。哦，对了，那偷珠宝的到底是什么妖怪？不是妖怪，是神灵。神灵？夫人可曾做过什么亏心之事？这……夫人可曾用不正当的手段夺取过他人的良田？先生是如何知晓的？是神灵告诉在下的。神灵还说下一次取的便不是珠宝首饰了，而是夫人的性命。先生救我，救我！倒是好办，夫人将之前掠取的良田尽数还给对方，且要郑重道歉，取得对方原谅，否则1月后必死。我一定照办，一定照办。还望夫人要遵守此约，在下告辞。那个富贵夫人愣在原地，半晌才反应过来，忙让丫鬟准备银两去老夫人家赔礼道歉。年关将至，燕州城又下雪了，一人一牛一猫走在街上，瞎子抬起头感受着冬日的风雪，便是觉得有某些大事情要发生。今夜我们便要突袭娘娘庙，彻底铲除燕州城的鼠患。仙子已经交代好了，有劳仙子了，也有劳诸位了。进宫的时间定在今晚。具体的作战计划是，梁根和老牛去擒拿法力深不可测的娘娘，群猫则去清除埋伏在娘娘庙中的大量鼠妖。娘娘法力无边，会保佑你。可是在下没有钱了。没钱闪一边去。没钱就不能得到娘娘的庇护了吗？哪儿那么多废话？没钱后面一边凉快去。不过是一只臭老鼠罢了，装神弄鬼的，还不快快现出原形！哪来的宵小之辈？坏本妖好事，拿命来！求仙人放过我！你为何来燕州？小妖是被吸引而来的。被什么吸引而来？小妖也说不清楚，只是预感大隋即将大乱，且此地距离镇妖关非常近。你是说镇妖关即将要发生大乱？仙爷爷，小妖也只是预感而已，至于其他，真是一概不知啊。起来吧！你们这种害人的妖怪，活着只会祸害百姓。
还真是意外。镇妖关烽火台，夜幕之下，一群守关的将士正在巡逻。突然，关外砰的一声巨响，将士们纷纷看向关外的黑色之地。滴血，滴血！不好了，不好了！将军，妖族进攻镇妖关了！时隔数千年，妖族又开始大规模的进攻镇妖关了。此刻，关外大隋将士和妖族的厮杀之声响彻了整个天际。仙子今天准备中午做什么菜？做个酸菜炖粉条，再弄个鱼。仙子的手艺现在突飞猛进，都不需要本牛出手了。仙子真的太厉害了！吃完这顿饭，明日我们便要回去了。回哪去？镇妖关。梁哥，是不是那里要出事了？沉寂了千年的战场号角再次响起，无数妖魔正在疯狂地围剿镇妖关。这一次妖族攻势之猛是前所未有的。镇妖关外围满了妖族大军，我们要杀出一条路才能进去。啥也不说了，上去干他娘的！仙子不要抖了，不用害怕。仙子没有害怕。老牛保护好仙子，我下去会他们。放心吧。瞎子扫了一眼，见周多妖族大军都在往自己围杀而来，而在远处，一个小分队的妖魔头领正怒视着瞎子。不行，我要下去帮梁哥。要不我打电话给闰土哥，让他快点过来帮忙。这是个好办法。已经通知闰土哥了。又换手机了？这手机还挺贵的吧？不贵，这是我在爱回收上买的2手苹果15 Pro，比星期便宜了2000多，春节也正常发货。真挺划算的，靠谱吗？靠谱。爱回收是专业手机回收的上市公司，他们家卖的2手手机都是自己回收的，自营精选好货，专业质检，1年质保。买卖2手手机认准上市公司爱回收。仙子，你坐稳了，我先下去帮梁哥。梁哥小心，这群妖军要偷袭你！梁哥，妖族大军人太多了，我们杀不完的。已经破开了一条口子，我们先进镇妖关再说。回到关内，瞎子掸掸身上的灰尘，回头看看身后的大战依然在继续。这时，瞎子注意到了猫儿情绪有些不对劲。仙子怎么了？我的荷包不见了。没事的，等有空了仙子再缝一个就好了。里面还有很多银子和铜板，还有许多宝贝。钱以后赚遍好了，宝贝也可以后再找，只要猫仙子没事就好。唉。自我介绍一下，在下是这城的副城主，道号乾隆。有理了。早就听闻杨先生大名，今日在城墙之上看到先生独自单杀妖族一小队，可以看出来先生身手不凡。有话便直说吧。我便直说了，先生若是愿意协助镇妖关留下来，有什么需求尽管提。在下没什么需求，想留下便留下。这样如何？在朱雀街有一家已经关门许久的店铺，算是租借给先生居住。
先生，以后我们就住这里了吗？你想住多久都可以。太好了，太好了，仙子有大房子住了。走进去，咱们好好整理整理客栈。呐。又过了小半个月，沉寂了小10年的客栈重新开业，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响起，吸引了街上不少人的注意。诸位，小店今日新开张，菜品一应俱全，还望诸位多多关照，多多关照，多多关照。然而一连几日过去了，客栈都没有迎来一个客人。仙子拖着下巴，整日坐在客栈外的台阶上，盼着客人来。现在整个镇妖关外都在打仗，哪有外人来这里？仙子特意写了很多菜，没想到一个都用不上。以后都会有的。一念间天荒险灭我人力八荒。不知道这次镇妖关能否挺得过去。先生，我们已经10年没见了，您还可好？一切都很好，反而你现在都已经当了女将军了。我也只是女儿身，何曾不想过一回普通女子的简单生活？先生，这次镇妖关要是能挺过这次劫难，我想卸甲归田。先生，你觉得如何？不过这一次可能……将军，战报！东南战场主帅叛逃，现在那边群龙无首，战场十分危急。不知先生能否等我归来？客栈会为你一直开着的。又是半个月过去了，客栈里稀稀疏疏的来了一些客人。瞎子望着窗户外面，似乎在等着什么。老牛去东南战场多久了？有3天了，应该回来了。老牛先带灵儿上楼。原来赵灵儿带着2万将士加入了东南战场，和妖族打了足足半月有余。最后，妖族用人数的优势压倒性的击败了这位女将军。而这一切，梁哥似乎已经预料到，派了老牛前去查看。梁哥，东南战场恐怕危机了，守城的将士和修士都战死大半。走，我们去东南战场。镇妖关东南战场上，此时却空出了一大截，墙头之上只剩下零零散散的几个修士还在反击。妖军似乎发现了这一空缺，正大量涌向东南城墙。看着那密密麻麻数不清的妖军毫无阻碍地涌上墙头，剩下几名零散修士也彻底放弃了抵抗，掉头就跑。进来！天罚之人，呵呵，我倒要看看你是否真的能阻挡这天下大事。区区蝼蚁，一起上吧！妖族疯狂进攻已经持续1个多月了，双方皆是损失惨重。妖族不计代价的进攻，仅凭瞎子和老牛也很难控制东南战场的局面。把这药吃了，你就会好起来的。那个梁先生呢？他怎么没在？先生和老牛去东南战场了，听说那边快要沦陷了。希望先生没事。要是没帮手，这妖族实在是嘎不完。别急，我来打电话问问闰土那边的援军到哪儿了。闰土说了，估计还要3天的时间才能赶到这。又换手机了，这手机还挺贵的吧？不贵，这是我在爱回收上买的2手苹果15 Pro， 比新机便宜了2000多，春节也正常发货，真挺划算的。靠谱吗？靠谱。爱回收是专业手机回收的上市公司，他们家卖的2手手机都是自己回收的自营精选好货，专业质检，1年质保。买卖2手手机认准上市公司爱回收。镇妖关正面战场，在整个妖族不计代价的进攻之下，城主清玄不得不亲自出手。都说你清玄有3把剑，1把木剑，1把铁剑，1把玉剑，不知你这3把破剑能否挡得住我千万妖族的进攻？妖族休要猖狂！
输了。是啊，我输了。我输了，只是你也没有赢。我已经把自己出卖了，并且卖了一个好价钱。域外天魔，我给你一个活着的机会，只要你放弃镇妖关。真是痴人说梦。镇妖关乃九州最后一道防线。这天罚之期要是能收入我囊中便好。马良确实是个变数，极大的延缓了妖族屠杀镇妖关的步伐，然而却改变不了大局，战线依旧被妖族推到了镇妖关之下。梁哥，这妖族也太多了，杀了10天10夜，根本杀不完啊！看样子已经无法阻挡妖族的进攻了。梁哥，你看正面战场上空的好像是城主清玄。顺着老牛指的方向望去，天空中的清玄和域外天魔正打得激烈。清玄输了，对不起了。没什么好对不起的，你输给了妖族了。是域外天魔。域外天魔。是啊，妖族和天魔联手了，在命运长河设下了圈套，等我去钻。我坚持不了多久了，剩下的就靠你了。儒家弟子孔阳听令。弟子在。儒家弟子孔阳即日起接任镇妖关城主，望而不负镇妖关先辈所托。儒家弟子孔阳接令。镇妖关在九州在，镇妖关无九州王。镇妖关正在移动，好像被拔了起来。战场之上，妖圣白泽的脸上浮现出一抹胜利的笑容。想要移动镇妖关，呵呵呵，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好办法，因为移动中的镇妖关是一个活靶子，所有人听令对着清玄的法相攻击，我倒要看他能撑多久。新城主孔阳以城主之力支撑着镇妖关向云州方向移动，妖族的各种武器和法术轮番对着孔阳的法相攻击。孔阳嘴角溢出鲜血，他没有理会妖族的攻击，只要能拖延妖族攻入镇妖关，就能等到九州的支援到来。瞎子抬起头，看着空中那摇摇欲坠的镇妖关，那孔阳明显快要支撑不住了。随即瞎子双腿一蹬，化作一道流星冲天起。这个天罚之人要出手了，拦住他！刹那间，两个的法相瞬间到了镇妖关之下。眼看孔阳要支撑不住，便要倒下了，忽然孔阳身子骤然感觉减轻了不少。望梁先生护我镇妖关。他们现在要做的是将镇妖关移到云州，然后再打断连通云州与镇妖关之间的通道，这样就能拖延时间，好等到九州派来的支援。马良听令，即日起接任镇妖关城主，望而不负镇妖关先辈所托。马良接令。先生，镇妖关就交给你了，我去给你拖住妖族。便是你全盛时期都不是我的对手，何况是现在？强弩之末，来吧！将整个镇妖关搬移，这本是一个不是计划的计划，在不可能中找到了那唯一的胜算。然而，这件事让瞎子做成了。将整个镇妖关搬移，这本是一个不是计划的计划，在不可能中寻找到了那唯一的胜算。然而，这件事让瞎子做成了。
轰隆隆，黑云压城，整个镇妖关从云州之上落下。终于，瞎子将镇妖关移至云州。进来！一刀斩下，将连通云州与镇妖关的必经之路阻隔住。你们谁是这里的守卫？我赵公羊，镇妖关甲字科护卫进修。我现在是镇妖关城主，命你整合余下的护卫，今晚实施宵禁，防止镇妖关内有人趁机作乱。还有明天协助所有人1日之内撤离镇妖关。是。待到众人离去后，瞎子拿出酒葫芦豪饮一口，他望着云州的北面，深色之中没有丝毫的轻松。即使是打断了通道，被妖族修复，终究只是时间问题。梁哥，现在不容乐观，要不我再打电话问问闰土到哪了？还是没接通，看来只能等了。咦，又换手机了？这手机还挺贵的吧？不贵，这是我在爱回收上买的2手苹果15 Pro， 比新机便宜了2000多，真挺划算的。靠谱吗？靠谱。爱回收是专业手机回收的上市公司，他们家卖的2手手机都是自己回收的自营精选好货，专业质检，1年质保。买卖2手手机认准上市公司爱回收。猫猫仙子。先生，你终于回来了。蒙牛哥，我想死你了。先生，这镇妖关能做的已经都做了，接下来便交给老天爷了。你的伤怎么样了？已经恢复大半了。1日之后，镇妖关全体撤离。你现在没法作战，就带着猫猫仙子离开这里吧。事情已经这般严峻了吗？以防万一。这一晚，仙子做了许多凉根和老牛爱吃的菜，几人已经好久没这样愉快的聚餐了。吃完了这一顿，明日他们便要分开了。1日后，赵灵儿要带着仙子离开了。仙子满脸担忧地望着凉根。到了外面要听赵灵儿姐姐的话。仙子知道，先生和牛牛也要照顾好自己，办完了事一定要快点回来。知道了，仙子去吧。仙子在屋子里留下了许多小鱼干，都可以放好久的，还有酱牛肉都放在厨房的罐子里了。谢谢仙子了。1天后，所有人都撤出了镇妖关，唯有1人1牛。偌大的镇妖关，此刻安静的只有细微的风声。老牛，现在就剩下我和你了。你在哪儿？我老牛就在哪儿。来了！号角再次吹响，黑压压的妖族大军呼啸着南下而来，直奔镇妖关。这次战斗持续了1天1夜，面对杀不完数不清的妖族，瞎子和老牛已经开始显得有些疲惫。梁哥，你没事吧？就算死也要死在战场上。哈哈，我来也。你要是能早点来，我说不定还能请你喝酒。别啊，我一向来无影去无踪的，你也知道。好了，下半场该换人了。总算都来了。9州各国援军已至，五夫顾西州接替瞎子开阵，身后3万身穿光明甲的陌刀手排成刀阵，整齐划一，严阵以待。福玉山燕十三前来开阵，蜀山闰土前来开阵，朝龙关胖俊前来开阵，怀路书院阿里亚前来开阵，如是吕梁前来开阵。镇妖关主殿卧房内，
刘云月擦干了瞎子身上最后一处血迹，瞎子还活着，先前一颗金丹入体，虽无起死回生之力，却对内府受创之伤极有奇效。镇妖关怎么样了？你醒了？别动，你伤得很重。外面情况怎么样了？还在打，形势比想象中要严峻的很多。妖族这一次是拼了。我昏迷了几天？就2天而已。我家老牛呢？你觉得我们能赢吗？你少说一些话吧，你已经做了你能做的一切了，安心养伤吧。夜晚，瞎子再次醒来，卧榻旁的刘云月双手枕着脑袋，正在小息。瞎子察觉到自己的身体没有白天那么虚弱了。夜晚的镇妖关异常安静，双方默契的再次停战休息了，准备明日决战。瞎子步履蹒跚，向着镇妖关的守剑阁走去。我怕前面没有回头路了。别再去了，好好养伤吧，我真怕再也见不到你了。这是最后一战，相信现在很多人此刻都在写这遗书。守剑阁，万年来剑池当中已有无数柄宝剑，能将佩剑入剑阁，这是镇妖关每一个剑修的荣誉。随着张松的那把宝剑被缓缓拔起，空气中无数道剑气灌入他体内，将他原本重伤的身体变得更加岌岌可危。决战时刻已经开始，云州连通镇妖关的道路已经被妖族修复，整个妖族开始不惜代价的进攻镇妖关。顾西周带领人族奋力抵抗妖族的进攻。情况很是危机了，这万年妖兽貌似很难对付，不知道能不能顶得住。领域开。族人们都给我上，杀光他们！妖族太多了，完全杀不完。那怎么办？要不我打电话给先生，让他想想办法。先生说他马上就到，先让我们顶一会儿。太好了，师傅终于要回来了。咦，你又换手机了？这手机还挺贵的吧？不贵，这是我在爱回收上买的2手苹果15 Pro， 比新机便宜了2000多。真挺划算的，靠谱吗？靠谱，爱回收是专业手机回收的上市公司，他们家卖的2手手机都是自己回收的自营精选好货，专业质检，1年质保，买卖2手手机认准上市公司爱回收。只要杀了域外天魔，妖族势力就会大减。我去杀了他，就算是我上去，都没把握杀了他。难道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目前只有摆开天王大阵，或许能将他击杀。不过什么？不过这大阵会消耗你们10余年的修为。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在乎这10年修为？先生，开始吧。天地护我，天阵开！天王大阵，呵呵，他们这是要想和我搏命了。哈哈哈哈哈哈！域外天魔早已猜到人族这边会摆大阵来对付自己，目前能全方位压制人族的办法就是将镇妖关城主清玄的肉身融合进自己体内，用镇妖关城主之力来颠覆他们。
诡异的一幕出现，顾西周这边的阵法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正在消失，像是被镇妖关吸收了一样。怎么会这样？阵法消失了，好像是被镇妖关吸收了一样。看，天上的是清玄城主。什么？清玄？他怎么？没想到我还有这一招吧？想用大阵来对付我，可惜啊，你们的大阵已经被清玄的城主之力吸收了。呵呵，只要你们在镇妖关这片土地上，一切都是在我掌控之中。这是怎么回事？糟了，域外天魔融合了清玄的城主之力。都去死吧！又是你这小子，怎么你还没死？你都没死，我怎么舍得去死？万年大计岂能毁在尔等宵小手上？老伙计，好戏正式开始了！话说那一次激战，足足打了3天3夜，最后也没有分出胜负。域外天魔已经使出全身解数，都无法击杀这个新任城主。马良的身体已经逐渐和镇妖关融合，使他体内的新任城主之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已经无法击杀这个小子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消耗我毕生修为，再利用清玄的城主之力来击碎镇妖关。这域外天魔打不过我们，又要耍什么花招了？不好，他要引爆清玄城主之力啊！这域外天魔打不过我们，又要耍什么花招了？不好，他要引爆清玄城主之力。已经打了1年，还是无法攻破镇妖关。这样下去，我们妖族的千年大计将要失败。所有妖族听令，我将要引爆清玄城主之力，来击碎镇妖关。只要镇妖关覆灭，尔等将毫无阻隔地攻向九州各地。助我！所有人速速远离镇妖关！快阻止他！在众人不可置信的目光下，镇妖关突然崩塌，化为了一片烟尘，消失不见。万没想到，在最后关键时刻，域外天魔竟然不惜耗尽全身修为一击，击碎了镇妖关。这是下策，瞎子，这都是你逼的。妖族大军全面进攻！人族至此，危矣！我来打电话，让我宗门的所有弟子前来助阵，很快就到。又换手机了？这手机还挺贵的吧？不贵，这是我在爱回收上买的2手苹果15 Pro， 比新机便宜了2000多，真挺划算的。靠谱吗？靠谱。爱回收是专业手机回收的上市公司，他们家卖的2手手机都是自己回收的自营精选好货，专业质检，1年质保。买卖2手手机认准上市公司爱回收。诸君随我赴死！瞬间，千万妖族大军和人族冲撞厮杀在了一起，云在天际嘶鸣。刚刚消散的哀鸣又再一次响起，堆积的残体堆积如山。镇妖关已破，九州危矣！老牛，给我护法！梁哥，你要做什么？九州不能没有镇妖关，不然将生灵涂炭。瞎子体内有熟悉的力量在颤动，是镇妖关残留的力量在颤动。瞎子周身出现只有仙人9境才会有的金色丝线。马良，
你不能这么做，你不要命了，你可以活下去的。这场战争人族注定都输定了，你何苦用自己的命来换镇妖关？梁哥，瞎子没有言语。二胡之声悠悠，是一直陪伴在身侧的老牛，是那卖豆腐善良的姑娘，是初次相遇的落水公主，是自称天才剑客的景丽，是那个光头和尚长青，是那个总爱抓老鼠的猫猫仙子。许多人是他路上遇见的，他从来都不属于这个世界，像是一个格格不入的人，但是这个世界需要他。不过一死而已，我马良无悔。瞎子用自己的身躯融合成了新的镇妖关，而在这时，天空一把妖族的巨剑向新镇妖关砍来，似要以这一剑之力将还未形成的镇妖关一剑劈开。一声仰天长啸，老牛的身躯匍匐在地，闭上双目，身躯竟然与镇妖关融合到了一起。镇妖关迎来了新的一年，战争随着新的镇妖关形成与域外天魔的覆灭，这场计划了上千年的战争暂时告一段落。猫猫仙子的客栈重新开业，她不想离开镇妖关，因为她在等一个人。这是给仙子的压岁钱。谢谢。这是仙子给你的，多谢仙子。吃年夜饭了。新镇妖关的第一顿年夜饭，大家都在嘻嘻哈哈地吃着。猫猫仙子才吃了几个饺子，忽然跳下，低着头走到了窗户旁。仙子小先生和牛牛了，你们在哪？先生，你说谎了。仙子小先生和牛牛啦，你们在哪？300年后，在无数人的努力之下，镇妖关迁移，再次重返旧都。这场惊世骇俗的大战，成了人们口中的故事。老牛，今天仙子做了什么吃的？话一出口，瞎子就愣住了。他揉了揉眼睛，很快便将所有过去的事情全部想了起来。我不是死了吗？老牛！喂，大叔醒醒！喂，你是谁呀？怎么在这儿睡觉？瞎子四处看了看，周围绿草如茵，头顶光阳和煦。瞎子感觉自己像是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此时的脑子还处在混乱当中。瞎子感受着小牛的体温，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冬天。刚刚穿越过来的小瞎子捡到了同样被丢弃的小牛犊，一人一牛就此相依为命。在下记得之前这家不是叫这个客栈，怎么现在改名字了？没办法，对接那家虾仁客栈生意实在是太好了，我们城中好多客栈都生意做不下去了，就被他家吞并了。喂，好嘞，您这是？家里有点事，喊我回去一趟。您手上这个呀，就是虾仁客栈老板免费送的，没信号也能打电话。这么厉害？那是我刚到手的，你要的话也可以去领个试试呀。它那左下角不仅有华为 Mate 70 Pro， 还有苹果16 Pro Max， 你可得抓紧了，火爆得很。不了，你是不是怕被骗啊？其实我们一开始也不信的，但是免费的嘛，试试呗。结果3-5下就领到了，上线就能看到这个界面，领不到直接卸载。多谢。敢问虾仁客栈掌柜的是一只猫儿吗？是啊，他可勤奋了。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跑到关上等半个时辰，然后再跑回来店里干活。跑到关上做什么？听说好像在等一个人和一只牛。哦，对了，
他一年365天，天天不落，刮风下雨也要跑过去那边等。可惜呀，最后他还是没等到那个人和牛回来。那手机你领到了吗？客服让我选配了，还挺快的。那就好，这可是特意给我们安排1000倍爆率的鬼符版本，当然快了。你快选好，填上收货地址。好。大隋京城，女皇病重，这位堪称传奇的女帝，终究是要走下历史舞台了。她为了等一个人，不惜花重金请修士炼制金丹来延长自己的寿命。不吃了，太苦了。陛下，良药苦口利于病。寡人自知没多少活头了，想吃一些甜食。你回来了？是啊，我回来了。你推我出去走走吧，皇宫好闷。要是能重来一辈子就好了。重来一辈子？重来一辈子。我不想当皇帝了，当皇帝真的很累。我不想当皇帝了。曾经的故人要么离去，要么年迈的已经退休在家养老。瞎子牵着小牛，打算去看望曾经的至交景丽。想当年镇妖关一战，要是没有我景丽，那场面就没法控制了。哟，好久没见。先生，真的是你吗？我回来了。仙子以为再也见不到先生了。你这家伙居然活了过来，300年了，还以为和你永别了，哈哈，回来就好。先生，这牛牛怎么这么小一只？这不是你牛牛哥，他是你牛牛弟。我当姐姐啦。小子，你以后要是不听话，我就揍你。